全民穿越，史前求生，每人开局一座石洞，一些补给。哇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欢迎各位玩家来到史前时代，请务必观看以下规则。恭喜你，已成为驯兽师。驯兽师是一个稀有职业，可以驯服猛兽，与自己并肩作战。完成指定条件后，可以晋级，等级越高，驯服成功率越高，驯服数量越多。驯兽师可以调配一些药剂，用来强化驯服的猛兽。驯兽师貌似是一个不错的职业。看完介绍，蔡坤翻了翻世界频道，没有发现有用的信息后，便转身走出山洞。这里的空气含氧程度极高，动植物都非常巨大。说完，蔡坤便出发寻找水源以及食物。史前时代，所有的动植物非常大，这里处处充满着危险。蔡坤边走边在路上做标记，不一会便看到一片浆果林。这些果子看起来不错，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食用。蔡坤正想上去摘，身后便传来一阵急促的振翅声。蔡坤见状，立马躲了起来。一只巨脉蜻蜓，杂食动物。蔡坤躲了一会，等待巨型蜻蜓飞走。这大蜻蜓吃了这些浆果，说明应该可以食用。真香！吃完后，蔡坤便又摘了几个带了回去。回到石洞里，蔡坤看着带回来的果子，满心欢喜。这些果子够吃几顿了。先看看别人都怎么样了。一把劣质铁镐换吃的河水，一块奥利奥换干净的能喝的水，一个椅子换任何食物。我有一盒压缩饼干换一箱纯净水，诚心的来。世界频道里有着大量的人在刷交易信息，蔡坤发现大多数人都急需食物和水，于是也拿着自己手里的浆果加入了交易大军。浆果换石门制作卷轴，有的来。消息刚发出去，便有几十条交易信息申请。朋友，我有石头，可以和你换吗？朋友在吗？我这里有干净的水，想和你换浆果。小哥哥，我有一颗糖果，能和你换吗？蔡坤看了看发来的交易信息，并没有发现要交易的石门制作卷轴。我手上的果子还多，可以先换一些日常用品。说罢，蔡坤便陆陆续续交易一些日常用品。换完这些，蔡坤继续刷着交易信息。2个半小时后，终于有人要交换石门制作卷轴。我这里有石门制作卷轴，这是我开补给箱子开到的，要2枚浆果交换。蔡坤听后并没有觉得什么，便同意交换。你已获得石门制作卷轴，制作石门需要材料：石头10单位，金属片1单位。蔡坤看了看材料还不够，便又去发布交换信息。2分半后，蔡坤也是凑齐了材料，使用石门制作卷轴。消耗石头10单位，金属片1单位。制作完毕，已为你安放完成。现在有石门了，可以安心睡觉了，就不怕野兽会进来了。今日气温8到15度，天气正在转凉，注意添加衣物，小心野兽。蔡坤看了一会世界频道，便又打开区域频道，刚点开便有几百人的死亡信息弹了出来。这才1个晚上就死了几百人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，以后要处处小心。系统查询巨脉蜻蜓。由于蔡坤昨天交换了一本史前生物学习资料录入系统，现在便能在系统中查询生物信息了。巨脉蜻蜓属于节肢动物，飞行速度缓慢，只有20公里每小时。得知信息后，蔡坤便沿着昨天走的路，顺利找到了浆果林。不一会，蔡坤便摘了1麻袋浆果。差不多了，就这些吧。蔡坤正要返回，忽然一阵急速的振翅声突然传来。蔡坤这次没躲，握着石镐站在原地，双目紧盯着从远处飞来的巨脉蜻蜓。同时，这只巨脉蜻蜓也发现了蔡坤。见此，巨脉蜻蜓立刻摆出一副进攻姿态，向蔡坤进攻。此时，蔡坤十分冷静，当过兵的他心理素质很过硬，面对危险能够做到临危不惧。蔡坤目测着双方的距离，等到攻击范围，蔡坤立即举起石镐猛地插气，然后快速补刀。肉质普通，初级血缘精。蔡坤顾不得研究血缘精是什么东西，迅速捡起战利品返回山洞，正要走，忽然远处茂盛的树丛中传来一阵动静。蔡坤见状意识到不妙，立刻钻进了一旁的树丛里，把身体伏下。透过草叶的缝隙，一只体型巨大的鸟出现在蔡坤的视野中。害鸟，身高3米，体重50公斤，奔跑速度达到90公里每小时。蔡坤看了一眼就知道不是对手，便静静等待着害鸟离去。每次行动都像是在走钢丝，回去一定要把浆果的价格再提一提，这买卖成本太高。蔡坤返回石洞后，便打开世界频道卖浆果。他这次希望能买个趁手的武器。新鲜浆果换武器制作卷轴。这次刷了半天，发现没人找他，于是把标价改成10枚新鲜浆果换武器制作卷轴。很多人都眼馋蔡坤的浆果，私聊消息问他能不能便宜点卖。蔡坤则直接让他们拿等价的好东西来换，最好是金属片。一顿操作下来，蔡坤便换到种子、土壤，还有一些有用的日常品。蔡坤拿到东西后，便迅速忙碌起来，不一会便搭建一个小菜园。以现在的情况，在接下来的
一段时间内，自己不至于会被饿死了。忙活了一阵，蔡坤感觉有点饥饿，便起锅把刚刚获得的巨麦蜻蜓的肉扔进锅里炖。做好之后，蔡坤便把肉用棍子穿起来，再配上新鲜的浆果一起食用。直到现在，世界频道里还有很多人未能买到他手里一个浆果，拿出所有家产，而蔡坤早就享受上了美食。吃饱喝足，蔡坤便把剩下的肉做成熏肉。做熏肉的同时，蔡坤便带上石镐出来，找了一块略显干燥的地，用石镐挖了起来，开始制作陷阱。接上集，蔡坤出门制作陷阱。目前我需要驯服一头刚会走路的恐龙，才能提升等级，那就挖个小点的坑吧。计划好后，蔡坤便开始动身挖掘。2个半小时后，蔡坤终于挖好了坑，并在上面铺上一层树叶，简单的遮盖住。大功告成，只要有恐龙来，肯定能捕到。现在天还早，还能去一趟浆果林摘点浆果。说完，蔡坤便沿着上次做好标记的路线一路前进。还没靠近浆果林，一变图生，只见路边一处巨大植物的草叶一阵晃动。蔡坤见状，立刻闪躲进另一边的草丛里，同时一只体型庞大的蝎子从草叶里钻了出来。巨型废蝎，体长70厘米，毒性未知。蔡坤见此，便等废蝎先过去，可左等右等，这蝎子就趴在路中央不动弹。蔡坤等得不耐烦了，便拿着石镐从草丛里走了出来。废蝎见状，立刻举起钳子向蔡坤冲了过来。此时蔡坤如同对付巨麦蜻蜓那般，等待废蝎靠近，看准时机，蔡坤猛地一砸，不穿甲。这劣质镐头坑死人！废蝎尝到了石镐的厉害后，便迅速跑走了。蔡坤见废蝎跑了，便继续前进，找到浆果林后，快速采摘浆果，摘了2大包后，迅速返回石洞。刚打开世界频道，就有2人拿武器制作图找他交换浆果。蔡坤看了看，便爽快的交换了，获得石斧制作图、月牙莲制作图。制作武器确实挺不错的，这次对付巨麦蜻蜓、飞蝎这样的昆虫类生物没问题了。今日气温3到13度，天气正在转凉，注意防寒，小心野兽。估计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降温，得提前准备一些棉衣之类的物品御寒。现在对区域内所有玩家的基地进行随机检查，排名前50位的玩家将获得随机奖励。恭喜玩家蔡坤在851区域内进入了前50位排名，系统奖励发放中。都是些好东西，只不过这精良级匕首还差3个单位的精良级金属片才能制作，我现在只有普通级金属片，暂时做不成。问问赵晴空有没有精良级的金属片。说罢，蔡坤便私信赵晴空，但是赵晴空没回。这狗系统一点也不尊重个人隐私，这才3天，看来系统的目的是鼓励竞争，这不是什么好的信号。蔡坤看完便又去采摘点浆果。蔡坤出门后，沿着老路继续赶往浆果林。好巧不巧，那只废蝎还横在路中央。驯服目标失败。这时，废蝎发现了蔡坤，便向蔡坤进攻。蔡坤不甘示弱，挥舞起背后的月牙铃秒杀废蝎，获得肉普通级。根据史前生物记载，废蝎喜欢在靠近溪水的周围区域活动，这附近可能有水源。说罢，蔡坤便朝着树林走去。走着走着，蔡坤便听到一阵流水声。这附近有河，而且离这里很近。见此，蔡坤便小心翼翼地往河流方走去。恐鳄身长超10米，体重5吨，速度17公里每小时。那里有个补给箱，现在走有点可惜了，还是先等会看看这只鳄走不走。说罢，蔡坤便躲了起来，静静观察。过了好一会，这只鳄鱼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蔡坤见此，先离开一阵子，等会再回来看看。蔡坤离开后，先去采摘了浆果，然后藏在回去的路上。干完之后，便回去看看鳄鱼有没有离开。此时恐鳄还在岸上，蔡坤见状便守在这里。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干过最大胆的事，守在一条恐鳄的领地边上。等待2个半小时后，恐鳄便潜下水中。蔡坤等着他离远了，便迅速过去捡起箱子，快速逃跑，然后找个地方藏了起来。真的太吓人了。获得肉精良级水质净化器指南针。这补给箱里都是好东西，有了水质净化器，可以从别人手里买来脏水，净化之后卖出去赚取差价；有了指南针，就不怕迷路了。随后，蔡坤便赶紧带着这些东西返回石洞。今天真是丰收的一天。忙完，蔡坤打开世界频道，发现赵晴空给他留言了。可以，我要精良级的肉。我手里只剩1单位精良级的肉，但是要换3单位精良级金属片。见此，蔡坤不禁担心起来，能不能用1单位精良级的肉加浆果换3单位精良级的金属片？你这个人还算诚信，我跟你换了。说罢，2人便交易完成。然后蔡坤主动向赵晴空发起了好友申请，申请马上就通过了。你好，我们在同一个区。你好，请容我多问一句，你收集精良级的肉原因是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吃啊，还能增长力气。我说我的力气怎么增长了许多？现在摘完浆果一点都不累。感谢，不客气。结束聊天后，蔡坤便想试试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多少。蔡坤拿来石头堆起来举，直到加到300斤。
我的力量已经到达了巅峰，我这一招60吨秒杀一切。力量确实涨了很多，接下来测试一下速度和反应。吃肉可以全方位强化身体素质，而且吃精良级的肉要比普通级的肉对身体强化的更多。接下来1日3餐顿顿都要吃肉。测试完，蔡坤又在交易品换了4条棉被，这下接下来的寒流气候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系统制作精良级匕首，这匕首确实挺不错的。兄弟你好，我想成立一个火种联盟，现在诚信邀请你加入，感兴趣吗？接上集，李岩邀请蔡坤加入火种联盟。不感兴趣。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在史前时代，人类就是食物链最底层的弱小动物，妄想凭一个人的力量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就是最可悲的想法。蔡坤直接关闭聊天，然后便又打开区域频道。此时区域频道里其他人都在聊着地形的事。看了一会，蔡坤发现区域只剩8000多人。这才3天，已经有1000多个人下线了，还是不能小看了岛上暗藏的危机。目前要是有地图就好了，谁有地图可以来找我交易。忙完，蔡坤便去睡觉了。今日气温1到9度，温度持续下降，请注意防寒，小心野兽。这温度比昨天又下降了1度左右。先去看看昨天挖的陷阱。不一会，蔡坤就拿着一只野鸡回来了。哎呀，还是个母鸡，这次有鸡蛋吃了。蔡坤怕野鸡跑了，便把鸡关在笼子里。忙完，蔡坤打开世界频道，然后看到几十条交易信息。蔡坤筛选了一下，换了3个单位的肉，然后蔡坤便忙碌起来烤肉吃。吃好之后，蔡坤打开区域频道，只见有几条私信，有一条是找蔡坤交换地图的，蔡坤看后爽快的交换，还有一条是一个叫郑鹏飞的人给他发来的。我妹妹生病了，缺水缺的厉害，能不能施舍1枚浆果？蔡坤想了想，便给郑鹏飞2个浆果，1竹筒水。2个果子对我来说损失不大，且信他一回。蔡坤看完私信后，便看起刚刚交易的地图。我现在的位置竟是一座孤岛，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也有几百米远。怪不得每天睡觉都能热醒，原来这边有座火山。现在再去摘点浆果。蔡坤沿着老路过来，刚到就看到有个18、19岁的青年在采摘浆果。滚！大哥，我不做别的，采2个果子就马上走。滚！蔡坤还没摘几个果子，便听到远处的草丛中传来一阵动静，接着窜出一只巨大的害鸟。害鸟追到树下，见够不到蔡坤，便又回去吃地上的肉。吃完后，害鸟便离开了。此时蔡坤在树上看得清清楚楚，那块肉肯定就是那个青年丢的，把害鸟引来，然后利用害鸟把我嘎了，这样他就能独占浆果林了。都怪我当时太手软，没有一刀嘎了他。等了2分半后，蔡坤从树上下来。这时那名青年赶了回来，看到蔡坤后惊了一下。大哥，刚才我听见好像有什么怪物冲过来了，你没事吧？蔡坤内心波澜，表面平静。我没事，刚才我太唐突了，困境中大家应该互相帮扶着度过，这里的浆果并不属于我，你想摘就摘吧。青年一听，顿时大喜，急忙上去摘果子。用这个装吧，我这还有一个。这人真是个沙皮。见青年全心装浆果，蔡坤便悄悄离去。此时青年还在全心装浆果，突然一阵熟悉的动静。吃完后，害鸟便离开了。又过了2分半，蔡坤从树上下来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接下来，蔡坤迅速摘完果子，然后返回石洞。蔡坤意识到危机，然后一上午来来续续搬运浆果，直到石洞放不下浆果才停下。蔡坤吃完午饭，喂完野鸡，便驯服野鸡。驯服成功。开始下蛋。蔡坤见没有反应，便打开世界频道，开始售卖浆果。蔡坤在世界频道发现好多有用的东西，便统统买下来。基地已达到升级2级基地要求，是否进行升级？这么快就能升2级了？蔡坤看了看基地升2级的要求，这要求有点高，暂时先不升。然后蔡坤便出去测试一下力量长进多少。2分半后便得到结果，身体素质比前天强了1星半点，但是距离和野兽正面搏斗应该还有差距。郑鹏飞向你发送好友申请。大兄弟，谢谢你的浆果，如果没有你的浆果救命，我妹妹恐怕昨晚就挺不过去了。不客气。
这不过顺手为之的事情罢了，无需这些。大兄弟，这叫什么话？救命之恩比天大！我说过要报答你，就一定不能食言。这些东西你收下，不知道能抵你那2枚浆果和1瓶水不？不怕你笑话，我就只剩这些东西了。如果你还需要别的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弄来。蔡坤和郑鹏飞聊了一会后，又发送了5个浆果和1竹筒的水过去。别谈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只要你能在这里一直活下去，以后说不定我们有机会成为朋友，到时候再谈报答吧。郑鹏飞沉默片刻，回道：恩人，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的，到时候再来报答你。接上集，忙完蔡坤便去睡觉了。今日温度-2度5度，寒流即将迫近，注意防寒。这温度下降的太快了。看完蔡坤便生火做饭。这些菜应该再过1-2天就长成了，只不过这野鸡还不下蛋，趁现在浆果林还没有猛兽占据，今天再去运点浆果。这次原背包就是好用，一次能装999个浆果，而且东西装进去还不计重，这次运浆果就简单多了。蔡坤摘完便沿路返回，还没走多远，便听到一阵熟悉的草动声。见此，蔡坤立马躲了起来。不一会，一只巨大的灰熊从树丛里钻了出来。短面熊体重900斤，肉食动物。等了2分半，短面熊离开后，蔡坤急忙赶回石洞。看样子这头短面熊是路过这里的，以后的行动路线有必要修订一下了。蔡坤在石洞等待2个半小时后，又出发搬运浆果了。这就难办了，虽然这只短面熊睡着了，但是万一在采浆果的时候把它惊醒了就完了。想到这，蔡坤熟练地爬到树上，然后把一块肉从树上丢了下去，刚好落在睡熟的熊肚子上。此时短面熊还在呼呼大睡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肚皮上躺着一块肉。现在只能等待害鸟来驱赶短面熊了，我只需要看戏就行了。果然没过几分钟，不远处又传来一阵熟悉的草动声。这看的也太过瘾了吧！过了2分半后，2只巨兽便分出胜负。看到这一幕，蔡坤急忙跳下来，迅速补刀带走短面熊，获得7单位精良级肉，3单位中级血缘精。获得5单位精良级肉，5单位初级血缘精。蔡坤拾取战利品后没有犹豫，立即摘一背包浆果，迅速返回。刚才太危险了，如果当时有猛兽在周围，闻到血腥味冲过来就完蛋了。以后不能这么冒险了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忙完，蔡坤便去做饭吃了。吃完饭后，蔡坤又觉得自身的力量有所长进，便又去测试一番，不一会便得到结果。我现在平局已经达到了400斤，而且反应也增加明显。增加力量和反应应该是与什么动物有关？短面熊增加力量，害鸟增加反应。蔡坤弄明白这个原理后，便打开世界频道。我现在还有1000多个浆果，足够换一些精良级的东西了。说罢，蔡坤便搜索精良级物品。这回程卷轴是绝对的好东西，这就相当于在野外碰上危险时保命。蔡坤见此，立马联系卖家，一番拉扯后，蔡坤花了350枚浆果拿下了这张回程卷轴。虽然东西贵了点，但是绝对值得。接着，蔡坤又买下了牛角弓。有时候蹲在树上射箭绝对是一种好选择，另外还要买些弓箭。一顿操作下来，蔡坤花了小1000枚浆果。接着，蔡坤便看起基地升级条件。这里面最贵的就是精良级金属片，其他都能用浆果买到。想到这，蔡坤直接去私信赵晴空，我想要换30个精良级金属片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哟，准备升级基地了。比较缺精良级金属片，想请你帮帮忙。初级血缘精30单位，浆果800个，优秀级野兽肉3选1，我都能和你换。见此，蔡坤想了一会，问道：初级血缘精是干什么的？制造药剂用的，你有吗？原来是用于制造药剂的。我的职业也能制造药剂，但是现在等级还不够。我的初级血缘精数量不够，但是我手里有中级血缘精，可以用来抵吗？中级？你有多少？如果你有中级血缘精，可以按1:12来换精良级金属片。我出2份中级血缘精和6份初级血缘精行吗？可以。然后双方顺利完成了交易。我这还有一个消息，你想知道吗？需要用什么东西换？不用换，我免费赠送的。哦，那说来听听。你知道下一次的灾难是什么吗？不知道是什么。是蟒灾。蟒灾，这些原始巨蟒成群在岛上横行，这什么时候？不清楚，大概6到10天左右，你做好准备吧。多谢提醒，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哈哈，因为想你活得久一点吧。聊完，蔡坤又去换了一些材料。检测到玩家已满足晋升基地要求，现在是否升级？是。请玩家选择基地升级方向：1. 地穴室，2. 堡垒室。地穴室，还是地穴室安全一点，堡垒室会暴露在地面上，蟒灾时难保不会变成攻击目标。选择完成，现在开始进行基地升级，整个升级过程预计需要30分钟，请耐心等待。
这才有点假的样子。检测到玩家蔡坤是851区域第2个完成基地升级的玩家，系统特地进行奖励。我竟是第2个完成基地升级，第1名会是赵晴空吗？有了这些物资，躲在基地里赖上个10天半个月，基本是不成问题的。看完，蔡坤便在世界频道交换了建造厕所的材料，然后把厕所建造出来。忙完，蔡坤又去外面看了看。这次系统给了各种蔬菜的种子，这次都可以种下了。以后再搞点浆果树，种成了就不用去冒险摘了。计划好后，蔡坤便把菜移植到院子里，把种子种下。种到一半，蔡坤便发现精良级土壤不够了。没精良级土壤的话，这些菜就生长得太慢了。对了，看看有没有人卖优秀级土壤。说罢，蔡坤便打开世界频道搜索起来。竟然有2个人在卖。蔡坤分别去私信了一下，第一人必须要拿优秀级肉或者优秀级金属片来换。见此，蔡坤便私信第2位卖家，想吃很甜的水果，你有吗？我手上只有浆果，味道还算可以，算不上很甜，有点像西瓜，你先尝尝看吧。接着，蔡坤发送了一个浆果过去。过了一会，陈一回道：好甜，好好吃啊！你那里还有吗？我要的就是这个，爱死它的味道了。这人该不会是来品尝史前美味水果的吧？蔡坤用了200个浆果，便从陈一那里换来10斤优秀级土壤。有种拐骗未成年少女的感觉。对了，你那里还有优秀级土壤吗？有啊，等我摘了浆果，再用浆果换优秀级土壤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欢迎欢迎。聊完，蔡坤便把优秀级土壤铺在院子里，然后把剩下的种子全部种下，撒上肥料。忙完，蔡坤便返回地穴。还缺张床。接着，蔡坤便在世界频道交易了一张床，然后蔡坤便上床接上集。夜间，忽然一阵咆哮从外面传来，直接把蔡坤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。你干嘛？哎呦！见此，蔡坤赶紧冲到了门边，向外看去。这一看，顿时让他吃了一大惊。只见外面一只成年的三角龙不断撞击着蔡坤居住的山。我这石穴附近怎么会出现一头三角龙？而且这只三角龙明显很愤怒的样子。蔡坤想着想着，便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鸣叫声。只见三角龙听见那叫声后，立即朝声音处奔去。见此，蔡坤便明白了，小三角龙不小心掉进我挖的陷阱里，大三角龙就不出宝宝，便愤怒地撞击着大山。想到这，蔡坤便不敢看了，直接回去躺在床上继续睡觉。外面不断传来阵阵吼叫。此时，蔡坤来到陷阱处观察了一会，确定大三角龙不在，便上前查看。只见坑底果然躺着一只幼年的三角龙。这已经不属于刚会走路的范畴了吧？不过眼下也只有这头小三角龙一个目标了，驯服。驯服失败。接着，蔡坤又驯服了几十次，但都没成功。这样子不是办法，先喂点吃的看看。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；放我一马，我是主播。蔡坤见小三角龙不买账，便直接返回基地。蔡坤正在地穴里练习，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吼声，便出去查看。此时母三角龙又回来了，这次母三角龙丢了一些树叶后，便伤心的离开了。看来这头大三角龙应该是最后一次来了。寒流来袭，这些三角龙应该是准备渡海去另一边的大陆。蔡坤见到小三角龙又饿又冷，便下去把它捞出来。这小三角龙腿上怎么有道伤？看样子是这蛇把它咬了，小三角龙便把蛇踩死了。蔡坤抱着小三角龙，急忙返回地穴。蔡坤喂了小三角龙一些吃的和水，然后用医用绷带简单的给小三角龙包扎一下。暂时只能这样处理了，也不知道蛇有没有毒。包好后，小三角龙便睡了起来。蔡坤见此也回房睡觉了。蔡坤刚起床就收到一条私信：恩人，你需要上等木头吗？我这里有。你这些木头哪来的？我这附近刚好有片树林，我出门想砍多少砍多少。恩人放心，我不是从别人那换的。蔡坤没有白拿这些木头，便给他300个浆果。这下制作箭矢就有木头了，看样子郑鹏飞似乎混得还不错。见此，蔡坤便询问起了他的近况，得知郑小雨康复了，而且他门外就有一片树林。这么看来，郑鹏飞完全可以靠家门口的树林发家致富。记得每天要坚持吃肉，1天3顿肉，顿顿不能落下，守好这片树林，不要把树林让给任何人。我记住了，恩人。还有一件事，莽灾要来了，提前做好准备。莽灾？咋了，哥？小雨，有大事要发生了，你听着，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们还能逃过一劫。这次多亏了温人，他又救了我们的命。随后两人忙碌起来，用木头换物资，加强石洞。这野鸡终于下蛋了。此时小三角龙看着蔡坤，把他当成了敌人。吃完饭，蔡坤便丢给小三角龙一些生菜叶。这可比蕨草叶子有营养多了，不吃就不吃，不吃你马上就饿肚子。说完，蔡坤便离开了。蔡坤离开后，小三角龙饿得肚子咕咕叫，然后上去吃下眼前的菜叶。吃完后发现生菜叶子很好吃，然后便顺着味道来到院子里。想吃的话，先答应我一件事情，驯服。你已经成功驯服幼年恐龙三角龙，现在驯兽师等级提升至2级，你掌握细胞分裂药剂、初级力量药剂、初级敏捷药剂。
驯服成功率提升到了5%了，忠诚度。小三角龙受迫于食物，接受驯服，忠诚度很低，得想办法把小三角龙的忠诚度提升上去，以后就叫你小三吧。接着，蔡坤又买来30颗生菜，外加10斤蕨草叶子，才把小三喂饱。这三角龙的食量也太大了。接着，蔡坤又看起药剂制作。制作不同的药剂还需要不同类型的野兽肉来配。如果给小三全套餐拉满，一天的伙食费是我的3、4倍了。哎，驯兽师这个职业居然是个烧钱职业，我得赶紧把浆果树移植过来，每天依靠卖浆果换肉，差不多刚好足够给小三满套餐服务。说完，蔡坤便私信陈一，又换来20斤优秀级土壤，然后蔡坤在院子里铺上10斤优秀级土壤。现在去把浆果树移栽到院子里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每天跑浆果林搬运了，整天在家里等着收果子就成。接着，蔡坤安顿好小三，带上装备出发浆果林。不出意外，这应该是蔡坤最后一次去浆果林。接上集，蔡坤安全来到浆果林附近，先熟练地爬上了一棵大树，查看一下周围是否有危险。还好发现了，如果直接下去采浆果，肯定会被偷袭。见此，蔡坤掏出弓箭，先手射死一条大蟒蛇，接着又抽出第二箭，射向第二只。这蛇由于在树枝上趴着，蔡坤这一箭无法将它定在树上。见大蟒蛇跑了，蔡坤从树上跳下去，获得3单位精良级肉，3单位初级血缘精。这里的血迹肯定会把周围的掠食者引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目前先追上去看看。这蛇跑得真快，目前先找到它的老窝，查探一下蛇窝里的蟒蛇数量。希望这次只是小规模的蟒灾，那倒还好。要是中型以上的蟒灾就要搬家了，再是超大型蟒灾，只能渡海去对面的大陆了。蔡坤一边沿途深入，一边思考。这条大蟒还没跑到洞穴就嗝屁了，不过蟒蛇捕猎一般不会离自己的巢穴太远，跑那么远应该快到了。这里树木成群，藤蔓缠绕，走树上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说罢，蔡坤熟练地爬到树上，在树上前行。蔡坤越往前深入，蛇越多，直到走到尽头。这么庞大的一座蛇巢，容纳的蟒蛇数量绝对不低于几百万，况且其他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跟着一样庞大的蛇窝。然后，蔡坤在区域频道发几张照片后，准备撤离。临走，蔡坤注意到生长在峡谷崖壁那些树。这些树会淌出一层的树枝，如果在这里放一把火会怎样？想到这，蔡坤拿出打火石，点着一根树枝，便丢了下去。做完，下面的一条泰坦巨蟒发现了蔡坤。见此，蔡坤急忙使用回程卷轴。这虽然放了一把火，但是还不知道能烧死多少。如果这些蛇集体暴动，只需20分钟便能游到我这里，得立马搬家。此时区域论坛里，蔡坤发出的消息如旋风一般传播起来。啊，要爆发蟒灾了！我的10洞连门都没有，我玩个毛！卧槽，这照片看得我头皮发麻，这得有多少蛇啊？兄弟们，蟒灾要爆发了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注意提前把棺材做好，躺进去，周围填上土，其他没什么要注意的了。把石门加固还是有点用的。还有，在门口撒上薰衣草，蛇讨厌闻这股味道。我操，感谢楼上的大兄弟支招。不客气，薰衣草我这里有售，想要薰衣草的朋友请私聊。我勒个搜狗！一时间，区域频道里纷纷指责火种联盟、希望联盟加入联盟，屁用没有，还不如一个路人的提醒有用。此时，蔡坤找到了基地水晶石，基地升级到2级后，这是每个玩家都有的。有了这块石头，可以把找到的新地址立刻升级成2级基地。差不多了，一次带不完。接着，蔡坤拿出地图查看起来。蟒灾爆发的源头在原始森林，既然要躲避蟒灾，只能去离大陆最近的海岸边上了。看完，蔡坤合上地图，报上正在睡觉的小三角落。小三，今天我们搬家，我们要走了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，蔡坤终于来到了海岸边。这里距离蟒灾源头已经8公里开外，理论上说，蟒灾应该很难影响到这里，先在这里住下吧。这里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这些海面上有一片暗礁，大型的海洋猛兽无法游过来，从位置上看绝对的安全，而且这还有一座天然石洞。接着，蔡坤拿出基地水晶，不一会便造好了地穴，只不过可惜没了院子，就在这凿个洞吧，让阳光照进来。不一会，蔡坤便凿好了，接着用栅栏继续围出一个小院，栽种蔬菜瓜果。收拾妥当后，蔡坤给小三布置了第一个任务：你在这里不要走动，我马上回来。接着，蔡坤又扔下几颗生菜，便出去了。小三几口就吃光了生菜，抬起头看了看，跑到了石洞边，对着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大陆发出一阵阵低吼。他知道自己的妈妈就是去了那里。2个半小时后，蔡坤拿着背包，抱着野鸡回来了。你是要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吧？小三，你看那是一片海，我没法带你过去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带你去见妈妈。听此，小三似乎懂了，然后吃着蔡坤丢的生菜，吃饱喝足后，小三又开始趴在地上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放心吧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的。
接上集，蔡坤忙完便回房间看起区域频道。看来这两大联盟顶不住压力了，便准备着手探查了。这火种联盟竟趁着莽灾危机，再次召集一波人手加入。阿米诺斯。恩人，我想去查探一下莽灾源头。你要加入联盟？我起初对他们没什么好感，这次他们要去探查莽灾，总算干了一回人事。我想好了，要跟他们一起行动。那好，你要加入联盟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这些联盟的幕后成员是打着让下面人去送死，自己坐享其成的算盘。你去了，一定要自己当心，不要被人白白利用了。恩人，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。如果他们敢这么干，我一定联合所有人，先反了他这个狗屁联盟。好，你多保重。恩人，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你一下。什么事？我这次去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万一我出了意外，我妹妹小雨就拜托你照顾了。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？你还有欠我的恩情没还呢，别给我轻易死了。哈哈，好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恩人。聊完蔡坤便去睡觉了。此时时间来到史前世界的第9天。今日气温8到15度，小心野兽。寒流结束，岛上的温度渐渐恢复了正常。吃完饭后，蔡坤便出门查看。这次搬家到海边还挺不错的，可以赶海，随时捕鱼吃了。想到这，蔡坤便回去拿工具捕鱼，不一会便装满1桶。有这些就能换血缘精制作药剂喂养小三了。新鲜的海鲜，想吃的拿血缘精来换。蔡坤把海鲜的照片一上传，立刻引来了一阵热议。卧槽，这么肥的海鱼，味道肯定不错，给我先来1条。这下真大，这一只爪子腿都够我吃1顿的了。买家已经私信你了，我拿10份初级血缘精换，快回复。弟弟们，给我往后稍，我愿意出3份终极血缘精，海货给我吧。蔡坤没有急着去换，接着便又去捡捞了。忙完，蔡坤看到世界频道里有人出价6份终极血缘精换他的海货，接着蔡坤把海货交易给了那个大佬，然后又在世界频道挂了一批，然后蔡坤一边捡一边卖，最后足足赚了32份终极血缘精，380份初级血缘精。这住海边卖海货也太爽了，史前的海货果然分量够足。这不是号称史前一切生物始祖的3叶虫吗？看来这狗系统果然把好几个纪元都插一起了。不知道3叶虫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，看样子应该挺脆的，估计用油炸着好吃一点。忙完，蔡坤便返回地穴。吃完了饭后，这片海礁大有可为，必须要好好经营一下。接着，蔡坤又买来渔网制作卷轴，然后用了1天时间制作出3张特制的大型渔网。蔡坤把2张网布置在石头上，第3个渔网单独圈出一个水塘。这样一来，明天等到退潮时，又是一顿丰富的渔获。晚上睡觉前，蔡坤向郑鹏飞询问他在火种联盟里的情况。李岩成立了一支莽杀队，每个莽杀队的成员手中至少配备一把精良级短刀，可以保证一刀削掉蟒蛇头颅。我也因此加入了莽杀队。我也不知道李岩这么做有什么用意。为莽杀队成员人人打造一把精良级武器，绝对是一笔大开销。他这么做应该是有所图谋的，小心落入李岩的圈套。我知道了，恩人。第2天，蔡坤还没睡醒，就被一边的小三吵醒了。你干嘛？哎呦！这服用细胞分裂药剂的小三虽然长得快，但吃的也多，前期是真的烧钱。忙完，蔡坤出来查看今天的渔获。第1个渔网里的鱼果然不少，抵得上昨天1天的收成。这该死的海蝎子，这么粗的麻绳都能直接钳断，看来下次要换上更加结实的钢丝绳才行。奥陶记的史前海生物版足后，要的老板自动带个价私信。昨天的史前海鱼海虾，今天继续新鲜到货，欢迎新老顾客。蔡坤在世界频道上一发言，立刻引起了一波讨论热潮。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物种？今天又长见识了。老板，这条板足后归我，我出价5份终极血缘精。卖家，我想问一句，这板足后咬人不？活的死的？废话，当然死的，活物不能交易。最后被人用15份终极血缘精买走了，然后蔡坤便去打捞第3只网。蔡坤把奇虾掐头去尾挂到世界频道里去卖。卧槽，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奇虾，又见识到了。我先来10份终极血缘精，一口价。还有3叶虫呢。2分半后，所有渔获全部卖出。今天赚了53份终极血缘精，800多份初级血缘精，总收成大概比昨天高出2倍多。蔡坤又在交易平台换来一些钢丝，制作了3张巨大的钢丝渔网。这种粗麻绳渔网还是扛不住海里的生物，必须用钢丝渔网才行。蔡坤把重新制好的3张钢丝渔网继续下到海里。这样一来，这一片浅海滩就相当于一个天然渔场，每天都能给我贡献几吨的鱼虾。吃完饭，蔡坤又收到郑鹏飞发来的消息：李岩让所有莽杀队成员杀死蟒蛇以后，战利品必须上交，然后按照杀死的蟒蛇数到他手里去兑换奖励。李岩还列出了一份榜单，奖励最高的是1份回程卷轴。
这是他的圈套，不用过分拼命。如果遇到了抗衡不了的危险，保住自己性命优先，不用执着于那一张回城卷轴。放心吧，恩人，我不会上他的当的。遇到危险，我第一个撤。那就好。你们什么时候行动？听他们说，火种联盟的人已经探查清楚了蟒蛇的大致分布范围，今天下午就准备猎捕行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当心一点。也不知道我放的那把火究竟烧没烧得起来。哎，不管了，现在守着这片渔场就好。如果蟒灾真的严重到了全岛覆灭的程度，那就到时再想办法吧。实在不行，渡海也是一种无奈选择。中午时分，郑鹏飞又发来消息，他们准备出发了。蔡坤一下午都在关注着蟒鲨队的情况，可郑鹏飞一直没发消息回来，蔡坤也不敢随便发消息打扰，一直等到了晚上，郑鹏飞才发来消息：恩人，我受伤了。见此，蔡坤直接给郑鹏飞交易2个绷带。谢谢，我感觉现在还好，虽然受了伤，但是我也成功宰了那头大家伙。先养伤，其他的再说。其他人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正在原始森林外围猎杀，还没靠近蛇巢。现在森林外围几乎没有其他野兽了，全是这些原始蟒蛇。除了我以外，也有一些人受了重伤，少数人死了，情况大概是这样。距离赵晴空推断蟒灾爆发还有1到2天，这些蛇也只是在森林外围活动，还没出森林。就算蟒灾全面爆发，到我这里起码也要1星期后。想到这，蔡坤便去睡。第二天一早，蔡坤便出来查看情况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驯服一个海蝎子，看场子似乎还挺不错的，这样那些奇虾和海蝎子就不敢来了。想到这，蔡坤先上去消耗一番，接着成功驯服了海蝎子。好，这下自己麾下又新添1员大将，不过忠诚度有点低，看得出来是被强迫的。海蝎子被驯服成功后，就乖乖趴在了原地，等待蔡坤的命令。给你吃好吃的，给我看好这片渔场，阻止同类进来入侵。这里是你的领地，看好你的领地。接着，蔡坤开始收网，然后把这些海货全部卖掉。今天这顿丰收大赚特赚，足够养活我和小三半个月的了。接着，蔡坤又把渔网下掉，告诉海蝎子仔细巡逻，然后便回去了。蔡坤返回石洞，立马询问了郑鹏飞另一边的情况。现在蟒蛇有开始暴动的迹象了，原始森林外围的蟒蛇数量开始大量增多，我们很快就压不住这些蟒蛇了。住在原始森林附近的人已经搬走，现在森林周围就剩我们蟒鲨队了。另外，希望联盟也派一批人加入蟒鲨队。蔡坤听后便给郑鹏飞交易了几个绷带。谢谢，这些小雨都替我准备了，我这有医疗物资。行，有什么缺的你和我说一声。好嘞。蟒灾情况加剧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，这时候只能所有人一起想办法，先对付蟒灾。接下来主要训练小三。接下来一天，蔡坤带着小三练习扑鸟。第二天早上，蔡坤出来查看渔获。系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幻龙两栖类，可上岸可下水，体长6米，体重3到4吨，以各种鱼类为食。此时，这头幻龙把海岸边的鱼虾蟹吃得差不多了，填饱了肚子后便跑路了。蔡坤害怕幻龙杀回来，便静静观察2年半，一直等到了下午，似乎没什么动静了，蔡坤便出去查看。碰上幻龙了，没办法，今天的收获只有第一天的1/3左右，还破了2个网。然后蔡坤把今天的海货出售，又补充2张铁丝网。做完便返回地穴。我今天一人杀了3条巨蟒，而且没受到1点伤。我摸清了蟒蛇的套路，打起来非常顺手。闲聊一会，蔡坤又问问关于蟒灾的情况不容乐观，蟒蛇的数量比昨天还要多，还要密，已经开始从原始森林向外扩散了。看来要接着训练小三。第二天早上，蔡坤又来查看渔获。等幻龙游走后，蔡坤便去整理一下，只见3张网全破了。这次敬培，看来这条幻龙是髓知味了。接下来肯定每天还会继续来，得想个办法对付。接下来几天，幻龙也是天天都来。蔡坤一下网就被幻龙啃坏，一连几天蔡坤没有任何渔获，颗粒无收。蔡坤这几天想着怎么对付幻龙，同时也关注着蟒灾动向。这可恶的幻龙，我根本没法对付。克柔龙这种龙专门生活在水中，以大型海洋生物为食，这次定要让这只幻龙付出代价。蔡坤发现克柔龙的踪影后，马上开始实施他一早就准备好的计划。蔡坤回地穴，拿出1篓筐的海鱼，用力一抛，一整筐的海鱼被扔向克柔龙出没的区域。见到动静，躺在海岸的幻龙终于动了。幻龙钻进海里，吃了个不亦乐乎。忽然，克柔龙发现猎物，迅速游过去，一口咬中脖子，接着直接拖回深海。忍他几天了，终于被干掉了。晚上吃完饭，郑鹏飞发来了消息，联盟的人探查蛇巢的消息说道，蛇巢附近到处都是被烧焦的痕迹，整座峡谷都像是被火烤过了一般，所有植被寸草不生，在峡谷的地面上残留着极多的精良级蛇肉和血缘精。厉不厉害？你坤哥
这把火直接烧光了整座峡谷，而且峡谷里散落了无数血缘精和精良级的蛇肉，这可是一笔巨财啊！峡谷里被烧死的蛇大约有多少？太多了，没法估算。根据那些人说，满地都是蛇肉和血缘精。当时去的人发了一笔横财，但是还有很多蛇肉、血缘精没来及带走。可惜我腿受了伤，不然我说什么也要进去捞一笔。那真是可惜了。恩人，你难道是打算？机会难得呀，我准备去一趟蛇巢。恩公，现在原始森林比原来要危险得多。蛇巢被烧掉后，那些无处可去的蟒蛇现在都盘踞在原始森林里。进去蛇巢的人，最后活着出来的10个不存一个。我晓得，你忘了谁是第一个发现蛇巢的人了？对我，恩公，当初那张照片还是你拍的呢，哈哈。现在马上到晚上了，夜里必定是更加凶险，但是明天去，好东西可能会被捡走不少。小三，给我出门一趟。此时已经过了晚上8点，蔡坤带着小三来到原始森林。看来因为蛇巢被烧，蟒蛇们都游出原始森林，这还没到浆果林就干掉了4条大蟒了。接着蔡坤继续赶路，刚到熟悉的小路上，蔡坤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蟒蛇的数量果然变多了，才刚进森林就碰上了2条，难道现在森林已经被蟒蛇完全霸占了吗？蔡坤没来及多想，拿出牛角弓，直接射向第1条大蟒。小三见状，直接冲上去与另一头大蟒斗在一起。菜就多练，这小三天生好斗，看得出来跟他妈妈一样。结束战斗后，蔡坤继续向森林深入赶去。这里蛇太多了，我不是对手，看来要换条路走了。滚出去！我操你妈！竟然在这碰上剑齿虎了。经过一阵激烈的大战，剑齿虎不敌，菜就多练，最终丢弃领地逃命。蔡坤见状，嗖的一剑直接穿透他的脑门，剑齿虎记了。现在我的力道能直接射穿剑齿虎了。接着蔡坤带着小三继续上路。又过了2分半个2分半，蔡坤花了2分半挖出2分半个小浆果树。你还喜欢吃浆果呀？这东西家里有的是，以后管饱。今天不是带你来吃东西的，先跟我走。这好像是屎熊猫。我操你妈！救小，你们救小，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。菜就多练。你他妈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没想到屎熊猫比剑齿虎还难对付。蔡坤捡起抱的物品，原地稍微休整了一下。这里离蛇巢已经很近了，前方遇到的巨蟒必定更多。蔡坤一路上清理了不少的蟒蛇，找到机会带着小三躲在一棵大树上。蔡坤和小三休息了2分半，便继续低调前进。贸然往前冲风险太大。蔡坤射出一箭，立马拉上小三逃跑。不一会，泰坦巨蟒便追了上来。蔡坤一个闪身躲了过去，然后反手补了一箭，直中泰坦巨蟒吐出的蛇信。泰坦巨蟒吃痛，直接甩起尾巴击中小三。我操你妈！你没受伤就好，千万别再去惹它。看样子这头泰坦巨蟒已经感知不到温度了，那危险度就降低了。接着蔡坤便带着小三返回峡谷。这里似乎还有树枝残留。于是蔡坤在地面上点了一把火。不一会，火就烧到了一堵墙的高度。泰坦巨蟒王被箭射穿了蛇信，前面再有火焰阻挡，应该不敢再追过来了。这些蛇肉目前还很完好，郑鹏飞说的是真的，这里真的残留下了蛇肉和血缘精。发了，这下真发了。随后蔡坤开始打扫战场，竟然还有2份优秀级野兽肉，看样子应该是泰坦巨蟒爆出来的。就在蔡坤顾着捡肉时，突然听见一阵脚步声从他附近传来。看来今晚上冒死来劫财的不止我一个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？凑巧发现的。你不是火种联盟的人，凭什么凑巧发现这里？如果你是联盟的人，按照规矩，这里所有的东西必须上交。你们是火种联盟的人？少废话，东西交上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滚了。听见对方的威胁，蔡坤并不惊慌，反问道：“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东西交出来，我再告诉你。”接着，面前说话的人对身边几个人做了个手势，蔡坤看懂了那个手势，表面假装不知道。我们火种联盟在原始森林和蟒蛇周旋了几天，对这附近的地形早就摸透了，哪里没有蟒蛇我们一清二楚，抄着近路就过来了。这整座峡谷遍地都是好东西，你们火种联盟势力再大也带不走吧？别贪得无厌。蟒灾是我们火种联盟阻挡下来的，所有的收获都应该由我们火种联盟享用。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，是为了守护区域851，你们应该感谢我们才对。没有我们的保护，你们早就死了。看来这位就是李岩了，只有他才会说这种话，而且其他5人十分认同。
要论阻止莽灾的贡献，你们火种联盟跟我比还不配。接着蔡坤率先动手，先手射穿一人胸膛，其他几人纷纷一愣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只见蔡坤也做了一个手势，然后一头壮硕的年轻三角龙就朝着他们冲锋过来。小三不管不顾，冲过来直接顶飞一个人，剩下4人直接抽出手中武器杀向蔡坤。这时小三又迅速杀了个滚筒，又下线一人。他们是一伙的。此时蔡坤对战眼前的敌人有些吃力，虚晃一招与其拉开身位，接着立马拿出牛角弓，射出3箭。特殊职业，看来也不是随便用的，会给身体带来些副作用。接着蔡坤又补3箭，直接收掉人头。哼，废物，跟我的火种联盟作对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随后蔡坤搜索了一下他们身上的背包，便继续捡峡谷里的蛇肉和血缘精。身为一个驯兽师，驯兽居然只有小三和山地野鸡2只，现在是时候增加驯兽家族的成员了。驯服成功，竟然一次就成功了。泰坦巨蟒幼年期忠诚度55，当前状态幼年胆怯。看你一身绿，干脆就叫小绿吧。随后蔡坤让小绿爬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又回去捡漏了。蔡坤在峡谷里继续搜索了2个半小时，小三身上的麻袋都背了好几个，但是地上还有不少的蛇肉没捡。虽然我把这些优秀级蛇肉捡走完了，但10几万条蛇，剩下的这些精良级蛇肉和血缘精也不少，绝不能全部便宜了火种联盟这些孙子。可以把剩下的蛇肉和血缘精全部装在麻袋里，然后把麻袋全部塞进一座比较隐蔽的洞穴里，用土埋好。但这办法可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。蔡坤想了想后，联系了郑鹏飞。鹏飞睡了吗？还没。鹰人，你安全抵达蛇巢了吗？我现在人就在峡谷里，这里有好东西。确认手，你过来帮我搬点东西。好，我现在就过来。你过来的时候注意，我发现了一条安全的线路，可以从原始森林外围直通蛇巢，你可以沿着这条路走，但是要当心火种联盟的人，他们打算独吞这里，李岩有可能自己人都不会放过，路上当心点。好啊，我就猜到了，这个王八没安好心，果然见到好处就想着独吞。恩公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另外蟒灾已经控制住了，蟒杀队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我明白了。蔡坤等了2分半，成功见到了郑鹏飞，还有他妹妹小雨。这应该是小雨吧？这是俺妹妹，你说需要人手，我就把她也给带过来了，多少也得帮帮忙。小雨，快和你救命恩人搭句话。蔡大哥，一直以来都很谢谢你照顾我哥。不客气，现在我不是也在请你们帮忙吗？接着蔡坤把自己的计划直接告诉他们，郑鹏飞二话不说，3个人立马开始干起活来。小三，你去那条安全通道处放风，一旦有人靠近，马上回来给我报信。3个人连夜忙活了一宿，把大部分精良级蛇肉和血缘精全部装进了麻袋里，埋在一座隐蔽的洞穴里。我和火种联盟已经彻底闹掰了，峡谷里的东西没了，他们一定会怀疑到我头上。你们后面找机会，趁乱把这些东西偷偷搬走，千万不能被火种联盟发现啊！那你不就危险了？不用担心我，他们连我住的地方都找不到。再说，我也不会怕他们。蔡大哥，如果他们敢对你动手，我直接去把李岩宰了。不用急，火种联盟还对我威胁不大。你们把剩下的东西偷偷运走。现在天快亮了，李岩他们可能要进入峡谷查看情况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离。随后，郑鹏飞2人立刻沿着安全通道离开了峡谷，而蔡坤直接使用回城卷轴。回来之后，蔡坤和小三就去睡觉了，直到下午2点半，蔡坤起床便去做饭吃了。小绿，等下饭就做好了。吃完饭，蔡坤便去清点一下这次的收获。好家伙，这次的收获真不少！优秀级蛇肉873份，中级血缘精2053份，精良级蛇肉3522份，而且埋在洞穴里的比这还要多10倍。这下小三的培养药剂不用愁了。眼下装在次元背包里的肉不用担心变质问题，不过放在麻袋里的会。现在得先想办法，赶紧把精良级蛇肉全部出手了。接着，蔡坤私聊赵晴空问价优秀级金属片怎么卖。咦，好久不见啊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不就是有段时间没来光顾你的店吗？至于这么说话吗？你要优秀级的金属片，那个你如果拿浆果换的话，我可就太吃亏了。不拿浆果，那用什么？海里的鱼虾吗？都不，我用精良级的肉和你换。精良级的鲜肉，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？哟，口气不小吗？如果拿精良级的肉来换的话，我可以按照100:1的比例换给你。怎么觉得贵？是有点。现在世界频道人数从80亿锐减到了60亿，能活到现在的玩家都是有一定生存能力的。精良级野兽肉现在没有当初那么稀缺了，价值自然也就下降了。但是优秀级金属片就不同了，可以用来打造优秀级武器，甚至要用来升级3级基地，交易价值远超精良级野兽肉。讲到这，蔡坤算是明白了。算了，你也是我这里的老顾客，我给你个优惠价，按照70:1的比例怎么样？我这可是成本价卖了，自己都亏了老本了。你亏了老本那才有鬼。随后，蔡坤用3522单位精良级蛇肉换来50块优秀级金属片。现在先给自己打造一把优秀级武器，和火种联盟的人交手之后，好武器的重要性就知道了。接着，蔡坤便在世界频道搜索优秀级武器。蔡坤来回挑选，最后选中了马其顿长矛制作卷轴。然后蔡坤商量一会，拿出了3单位的优秀级蛇肉换来了这个卷轴。这制造连木头都不需要了，看来这件武器握在手里一定非常沉。接着，蔡坤又花了10几块优秀级蛇肉，才凑足了所有材料。
这优秀级武器就是比普通级强太多了。随后，蔡坤又继续翻了翻世界频道，又花了优秀级蛇肉50单位，购买了精良级头盔制作卷轴和精良级胸甲制作卷轴以及制作材料。头和胸是人体要害，这2个部分十分有必要保护起来，其他部位的太贵了，现在是卖方市场，谁买谁就是大冤种。接着，蔡坤又发现了3样，然后直接入手。回程卷轴优秀级，使用后可以传送回基地，1天不限制使用次数。基地环境拟态护罩，使用后可以让基地的外观变得与周围环境一致，只有靠近基地周围5米时才会解除限制。有了这玩意儿，别人就更找不到自己的基地在哪了。刺片手雷引发小范围爆炸，刺片弹伤有效杀伤半径10米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当做后手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保命。最后，蔡坤又找到赵晴空囤了一批精良级金属片，这波交易才算结束。随后，蔡坤又把背包里的浆果树幼苗取出来，移栽到了菜谱里。接下来一段时间吃喝不愁了，基地也隐蔽得很好，慢慢耗着火种联盟就行了。然后培养好小三，等小三进入成年期后，还怕什么火种联盟，直接一路碾压平推。忙完，蔡坤有空来看一眼目前区域频道里的动向，一看果然如他猜的一样，火种联盟这次气得炸锅了。这些人在区域频道里疯狂带节奏，区域频道里不明真相的群众顿时义愤填膺起来，是要揪出此人。这次莽灾的确是火种联盟救了我们，火种联盟立了大功，谁素质这么差，抢了火种联盟的东西？我支持火种联盟，必须彻查，宁可挫杀，不可放过。李岩成立联盟的动机就在于此，方便自己控制舆论，不管做的是对是错，总有一群人跟着响应，黑的都能说成是白的。此时区域频道里，李岩放出来一张背影照片，就是他挖走了蛇巢里所有的蛇肉和血元精。我们猛鲨队成员浴血奋战，为了守住岛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然而有人却窃取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收获，这样的人我绝不允许他继续留在岛上。李岩这一番话说的冠冕堂皇，底下一堆人跟着附和。今天一大早，他特地带领一批精锐进入峡谷，准备坐享收获，结果等他到了才发现，峡谷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蔡坤搬走了，一个子都没给他。不光杀了我5个手下，还抢走了所有物资。我发誓，哪怕掀翻了这座岛，也要找到那个小贼。为了找出蔡坤，李岩直接在区域喊道：“我本人在此承诺，谁发现了照片上这个人，提供信息属实，我愿意拿出升3级基地的所有材料来作为回报。”李岩此话一出，立刻得到了大量的人响应，几乎一时间，整个频道的人都要与蔡坤为敌了。李岩这次是下血本了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不过这些人就算把整座岛翻了个遍，掘地3尺也找不到我。区域里的人激动了半天，最后却发现他们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。除了郑鹏飞兄妹，这座岛上没有人见过蔡坤本人。我勒个倒反天罡啊！要不是蔡大哥放了一把火，靠蟒鲨对杀的那点蟒蛇阻止蟒灾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李岩这个畜生，我总有一天要亲手宰了这个小人。你们去搬东西了吗？还没。蔡大哥，他们在频道里一起污蔑你，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只管开口。没事，他们找不到我，不用担心。你退出蟒鲨队了吗？还没。好，暂时先别退，这时候退出可能会惹他们怀疑。好，我帮你暗中盯着他们的动向。不要暴露我，也不用替我在频道里分辨，抽空去把那些麻袋搬回来，然后把蛇肉全部卖掉。如果那些蛇肉变质了，就卖不出去了。好，我回头就去搬。郑鹏飞现在能做的就是一切听蔡坤的，尽他所能的去帮蔡坤。区域851某个2级基地内，一个东瀛国职业5型忍士的人登门毛遂自荐。李，我能帮你抓住那个人，你承诺的东西先给我吧。不，你要先替我抓到人，我才能兑现承诺。行，那我就先帮你抓到他。有任何需要我们火种联盟配合的地方，我都可以配合你找到他。不，我有我的办法，事先声明，抓住他以后，我会先杀了他，然后来领取我的报酬的。那就祝时尚先生旗开得胜。此时，蔡坤激活了基地环境拟态护罩，这东西简直就是个完美的藏身之地。接着，蔡坤便去打捞渔饵。这是只海蝎子王，上次驯服的那只海蝎子被幻龙咬死了，正好又来了只海蝎子王。随后，蔡坤用上次的办法成功驯服海蝎子王，丢了一只海鱼给他吃后，蔡坤便去世界频道兜售，史前海货，新鲜到货，需要的朋友扣个1。蔡坤在世界频道里一发言，马上有一群人响应。有水产老板割了3天，又重新上线了。我要快来点海鱼吧，尝尝鲜。最后，蔡坤这批海货成功卖出了57份终极血元金。刚回到石洞，赵晴空马上发来了消息：那个截胡火种联盟的人不会是你吧？蔡坤想了一会回道：是我干的。哈哈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别人花那么大的代价抓你，说实话，连我都心动了。哦，那你会来抓我吗？不会哦，你们之间的事，我干嘛要掺和？只是觉得你很有胆量，敢一个人做这种事。如果你知道真相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怎么，他们冤枉你了？哈哈，想从我这里了解内幕的话，就拿50个优秀级金属片来换。你想得美。不和你说了，我有事先忙了。从赵晴空的态度来看，他目前应该是保持中立，不过他说假话也没啥，因为他不知道我住哪。果然是你窃取了蛇巢，你就一定就在这座岛上，且又在世界频道里卖海货，说明你住的位置一定靠近海边，只要沿着海岸边寻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
不过那个李岩确实还挺讨厌的，希望你能继续活下去吧。轻微内伤，应该是被泰坦巨蟒用蛇尾狠狠抽了一下。看来驯兽的忠诚度变高后，自己遇到了生命危险会主动前来搭救。目前拥有战力的只有一只三角龙，小绿还在幼年期，山地鸡只会下蛋，海蝎子王在陆地战斗有局限性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好小三和小绿。现在在岛上没有发现其他恐龙的踪迹，升级还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此时郑鹏飞发来了消息，他把峡谷里的东西全部搬了出来，并且全部出手了。我把换来的物资发给你，你收下。不用，先用换来的物资把基地升到2级，我暂时用不上这些。如果今后你还想继续合作，就必须尽快追上我的脚步。于是郑鹏飞不再推脱。蔡大哥，火种联盟已经开始在全岛范围内展开地毯式搜索了，抓住一个玩家就会拉住和照片上的人进行对比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拿到悬赏，充当火种联盟的探子，每天也在排查岛上出没的可疑玩家。明白，继续探。刚好我准备在家里休息几天。哥，蔡大哥自然有他的办法，你替他白担心也没有用啊。你不懂，你知道什么？这里的危险太多，也许说不准哪一天我就会死在外面，到时候我就只能把你交给蔡大哥照顾了。他有事就是我的事，更是你的事，你懂吗？哥，你别乱说，你死不了。如果你死了，那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？瞎说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以后就跟着蔡大哥，只有他照顾你，我才放心。蔡大哥说过会帮助我们的，哥你也别死。我当然也不想，以后你和蔡大哥多密切联系，没事关心关心，他才能记住你。我知道了。蔡坤这几天一直待在基地，哪都没去。一是因为外面暂时动静闹得比较大，二是小三受伤了，还在养伤中。蔡坤打算等到小三彻底好利索了再出。这几天小三的伤也是彻底康复了。蔡坤打算带着小三出门去岛上寻找成年恐龙的踪迹，把驯兽师等级往上提1级。蔡大哥，那个我做了一份肉馅饼，我和我哥都觉得味道很不错，你想尝尝吗？好啊，我尝尝看。真香！好吃，小雨，你厨艺真赞。谢谢，你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那岂不是太麻烦你了？不麻烦，没事的，我哥也爱吃，我每天都要给他做，现在多做一份罢了，真的不麻烦，请蔡大哥不要拒绝。好，我不拒绝。小雨，你有没有想过把你做的肉酱饼拿出去卖？卖？我没想过。你做的饼很好吃，拿去世界频道里卖，应该能赚不少钱。我帮你定个价，2份终极血缘金1块。小雨从没想过还能靠这个赚钱。小雨虽然有些怀疑，不过他还是决定去试试。蔡坤结束聊天后，就带着早就闲不住的小三出门了。小绿性子胆小，不喜欢外出，蔡坤就留下他在家看门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！蔡坤在小三背上摊开地图，告诉他往哪边走。这座孤岛有几百平方公里大小，有一半是原始森林，剩下的是平原和山地。蔡坤这次准备去平原和山地寻找恐龙的踪迹。以现在的战力，只要不是碰上凶残的成年肉食恐龙，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就算打不过，那也跑得过。前方，只见一旁的丛林里，草叶子一阵急速抖动，接着跳出一只恐狼来，龇牙咧嘴地盯着蔡坤，然后是第2只、第3只，一头接一头的恐狼从周围冒出。蔡坤数了数，一共21头恐狼。我勒个雷！不小心踏足了恐狼的领地，真是小看了这座岛上的猛兽们。狼有智慧，喜欢群居，擅长团体狩猎。要是这些狼集体向自己扑过来，必死无疑。蔡坤首先安抚住小三的情绪，示意他缓缓后退，不要与这群恐狼起冲突。但是这些恐狼没打算让他撤，一步一步紧逼了过来。蔡坤眼看情况不对，直接抽出牛角弓来个先下手为强。3只力见近距离飞出秒了2只，随后蔡坤让小三掉头就跑。恐狼头领见此便长吼一声，全体狼群立刻追了上去。蔡坤坐在小三背上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射箭。不一会，又有7、8头恐狼死在蔡坤的箭下。跑没多久，蔡坤和小三便被一座垂直的崖壁挡住去路。这群恐狼顿时接二连三的跳上来，开始向他们攻击。随后又有3只恐狼不怕死一般向蔡坤跳了过来。这是原始人。此时恐狼首领一看队伍损失过大，赶紧溜走了。蔡坤有些摸不透他们的来意，时刻保持着戒备。此时领头的原始人看了蔡坤一眼，指了指地面上的恐狼尸体，对蔡坤做了一个手势。蔡坤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表示可以捡走这些恐狼肉。然后剩下2个野人表示感谢之后，便去捡肉了。忙完，那3个原始人还站在原地。这时候为首的原始人突然张口说话：感谢你帮我们赶走了狼。这系统竟把语言直接翻译了，我只是不小心踏进了这群恐狼的领地，他们想杀我，被我反杀了。陌生的勇士，你帮我们赶跑了一直困扰我们的狼群，请跟我们回去一趟。蔡坤打量一会，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威胁，便同意前往。在路上，蔡坤得知他的名字叫茶灿，来自茶谷部落。茶谷部落一直受到附近的恐狼袭击和骚扰。过了2分半，茶灿把蔡坤带到一间毡草屋里，让他在这里稍等。蔡坤等了2分半，茶谷部落的酋长过来招待蔡坤，让人端上美食来款待他。陌生的同类，请享用美食吧。看了一眼送上来的美食，顿时感觉自己的肠胃
多少有点泛滥。为了不让酋长觉得自己不礼貌，蔡坤只好端起水杯抿了几口，然后感慨是难得的美味啊。享用完美食后，他和蔡坤讲了部落的情况，都是图腾的恩赐，才使我们度过了难关。蔡坤很好奇，酋长非常不拿他当外人，向他展示了一部分图腾赐予的东西。投石车、投石机，这好像是从补给箱子里开出来的，但被这酋长拿来忽悠部落子民了。还有一种会发光的紫色石头，我们叫图腾石。这是能源石。就在前2天，蔡坤得到了系统基地升级的条件。能源石应该就是用来提供能源的，搜一下看有没有卖的。一颗只能用高级血缘金或者优秀级金属片来换，这价格李岩要提供升3级基地的材料，这件事就是在吹牛逼。随后蔡坤直接表示自己对能源石很感兴趣，就算不拿来升级基地，直接拿到世界频道卖也能一波暴富。陌生的勇士，图腾石能驱动我们的武器，我们也很需要。不过你帮我们赶跑了狼，还给了我们狼肉，我们愿意送给你3块图腾石。食物一直都是我们最稀缺的，每天都有人因为缺少食物被饿死。缺食物？你早说呀！我有食物，而且有很多，我可以用食物换你们的能源石吗？老酋长一听蔡坤有食物，顿时激动起来。你有多少食物可以救我们的部落子民吗？蔡坤也是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一堆精良级蛇肉，看得老酋长两眼发直。好，我可以用图腾石和你换食物。这下便宜占大了。老酋长立即让2人去搬图腾石。慢，先等等。只见蔡坤从背包里又拿出一大堆蛇肉，我可以解决你们部落的食物问题，我要跟你们换很多的图腾石。2名原始人和老酋长直接当场愣住。你竟然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蛇肉，这得猎杀了多少蟒蛇？这么多的蛇肉足够我们吃好久了。老酋长马上安排2名部落族人搬来了187颗能源石，我们拿这187颗图腾石换你的蛇肉。我雷个爆豆，187颗，这老酋长该不会拿出全部家当了吧？这次升完3级基地还能富裕出来87颗。接着蔡坤又从背包里拿出一堆蛇肉，众人看到非常高兴，这下他们部落里再也不会因为没有吃的饿死了。勇士，我们还储存着一些能源石，这是我们用来保护部落的，无法全部交易。蔡坤表示理解，自己也没拿出全部的蛇肉。随后蔡坤又问他，这么多能源石是从哪来的？老酋长也是直接告诉蔡坤，我们寨子里就有一座采石场，我们从采石场里挖出了这种石头，为了保护采石场，我们直接把寨子建在采石场旁边，每天都有人看守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岂不是可以一直来这和他们换能源石？我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木头、石头、金属片等等，如果你们需要，可以随时拿能源石跟我交换。勇士，我们现在最缺的还是食物。随后蔡坤和老酋长约定好，每3天左右蔡坤过来一趟，给他们带食物过来，老酋长会用能源石来交换。蔡坤随后就骑上小3，辞别了茶谷部落。老酋长让茶灿负责护送蔡坤，直到相对安全的地方，茶灿才返回部落。勇士，小心茶哥部落，那个部落和我们不同，他们异常残忍，有时候连同类都吃。食人部落，不是所有原始人都是善类，只是恰好自己这次碰上的是相对善良的茶谷部落。此时海边，为了拿到升3级基地的所有材料，石上拼了。他把整个岛几乎全搜了一遍，只有这片海岸没探查了。结合火种联盟发来的消息，再加上他的特殊技能，使他自信能找到凶手的所在。这里的位置很偏僻，内部装饰却堪称豪华。根据我看了300多集某侦探动漫的经验来判断，这间石屋的主人很可能就是真凶。现在我先躲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等石洞的主人一回来，就先来个偷袭送他下线，搜光他的背包，再去找李岩拿奖。真是个完美的计划，想必那个倒霉蛋绝对想不到，他家里现在已经藏了一个人吧。此时小绿偷偷躲了起来，不一会石上便来到卧室，打量一周就要躲在小绿的位置。蔡坤刚从外面返回，心情很不错，刚进门就瞬间警觉起来。不对，家里进贼了，我摆放整齐的东西被堵过。随后指挥小3在屋子里搜一遍，小3里里外外逛了个遍，什么也没发现。随后蔡坤也去检查了一遍，发现一点没少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个贼是路过的？不错，小绿干得漂亮。小绿吃饱了，他就不想动了，只想睡一觉。蔡坤也没有打扰，随后思索起来，家里怎么会进了个贼呢？基地外面可是有拟态护照的，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。最后蔡坤得出结论，有高手，应该有人为了李岩那个升3级基地的口头承诺跑来白给，只能说他有本事进来，没脑子出去，是个高手。此时李岩看到他的好友列表里石上的名字变成了灰色，哼，真是个废物，居然死了。不过经过这些天的排查，基本上能锁定就是那几个人，接下来就是逐个排查，找到他的基地。接着蔡坤找到优秀级头盔制作卷轴和优秀级盔甲制作卷轴，直接提出了用能源石交换。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，用了87块能源石加上一些优秀级蛇肉，最终拿下了这2样东西。接着蔡坤又找赵晴空换来了足够的金属片，又凑齐了其他材料，终于打造出了优秀级头盔和优秀级盔甲。买这身盔甲就是为了对付火种联盟的人。蔡坤很满意自己挑中的这身盔甲，刚把盔甲放进背包，就收到王明发来的消息。
现在希望联盟被压得死死的，看来王明想借我之手对付火种联盟了。最后拿走了蛇潮战利品的人是你吧，蔡坤？多余的话我不想听，找我有事。爽快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我早就看火种联盟不爽了，蛇潮那把火是你放的吧？既然功劳明明是你的，你甘心被李岩这样抹黑？不甘心又如何？有些人拼了命的找我是为了钱财。哈哈，蔡兄弟倒是看得开，我帮你还一个清白如何？火种联盟根本就不配拥有蛇潮战利品。你帮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说过，我看火种联盟不爽，我也不想坐视火种联盟一家独大。不行，这样一来我就暴露了。哎，其实你也应该知道吧，一个区域才几千人，就算藏得再好，排查也能查到你头上，不如亮明身份，直接和火种联盟真刀真枪干一场，看谁的拳头更硬。不，至少暂时我还不想暴露。行吧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就算我能等你，他们也不会等你，你自己考虑清楚吧。王明的告诫蔡坤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自然有他的计划。蔡坤看了看小三，欣慰一笑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这座岛上很快就没人是我的对手了。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才有谈判的资本。接下来的3天，火种联盟开始在岛上大规模的搜查可疑人员的基地。李岩在区域频道发号施令，一旦发现基地，直接拆毁基地水晶。蔡坤则直接无视了李岩的警告，每天依然收海货，在世界频道里继续兜售自己的海货。除了下渔场，蔡坤每天都要继续带着小三一起去岛上寻找成年恐龙。可是蔡坤连续找了几天，连恐龙的影子都没看到。而区域频道里也开始出现一些不利于火种联盟的消息，在到处散布。兄弟们，阻止蟒灾蔓延的根本不是火种联盟，而是因为蛇潮里的一把大火，才极大缓解了蟒灾对外扩散。蔡坤一眼就看出这些消息是希望联盟的人发的。没错，火种联盟明明寸功未立，却要抢着要别人的战利品。有人一直在频道里问当初那把火是谁放的，但是一直没有人站出来亲口承认。李岩看到根本没有人承认，边乱边谣言岛上有座活火山，不定期的喷发出一点火星子，建设到了蛇潮，才引起了这场森林大火。李岩胡编乱造的说法还得到了一部分人支持，眼见扭转了舆论，正暗自窃喜时，不料希望联盟的人又来搅局。李大盟主，你这么说，该不会没有那个能力支付升级3级基地的所有材料吧？放屁，我肯定有。那你拿出能源石让大伙看看。见此，李岩憋了半天，只扔下一句狠话：谁能把人带到我这里，我就把能源石给他。李岩就是个骗子，白瞎了老子帮忙找那么多天人，原来连能源石都拿不出来。大家散了吧，火种联盟就是个笑话。此时李岩也气炸了，王明这个，你 TM 死定了。李少发现能源石的下落了，在哪？就在岛上的一个原始部落里。距离上一次和老酋长约好的时间刚好过了3天，蔡坤这次又带了一堆切好的蛇肉过来，还没踏入茶谷部落，蔡坤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一看就是人为。小三，加快步伐。此时李岩带着一群火种联盟的人站在寨子前，威逼老酋长让他们交出全部的能源石，否则就把部落里所有的女人小孩全部杀光。你们他妈的根本不配当人！我再说一遍，把能源石交出来！我心情不好，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你们要杀光女人和小孩，这是要让我们的部落绝后，我茶谷部落死也不会同意的。既然你不交，那我就自己搜，动手。冲进来的小三看到这一幕，顿时怒了。蔡坤也是二话不说，直接向着部落里冲了过去。快捉住他！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，他是我们火种联盟的敌人。此话一出，李氏集团的嫡系围了上去，而后面加入联盟的离得远远了。李岩这个傻逼，一头3角龙，谁 TM 得上去？接着外围的弓箭手向蔡坤和小三射去，蔡坤的盔甲和小三的皮都射穿。卧槽，这人单枪匹马也敢闯进来，果然变态。难怪敢一人抢了火种联盟的战利品，果然是有东西的。这些人感慨着，纷纷在原地徘徊。小三冲起来就是陆地坦克，4提箭塔，拦在前面的人要么踩死，要么直接撞飞，根本没人能拦住他。蔡坤目标明确，只干李岩一个。李岩见此慌的一批，看到外聘来的成员没一个赶上的，吼道：“给我杀了这个人，我以本人名义担保，奖励翻倍。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马上有人手持武器先冲了上去，接着越来越多。此时茶谷部落的老酋长高高吹响了号角，接着茶谷部落的原始人们重新抄起水晶长矛，集体向人群冲去。我们的朋友，不要怕，我们来帮你。顿时场面演变成大混战，蔡坤找准时机向李岩杀去，而李岩身边也藏了2个高手。看到蔡坤杀来，两人立马冲了上去，两人跟蔡坤和小三过了2招半，纷纷下线干掉2人。蔡坤继续冲向李岩，见此直接拿出传送卷轴，蔡坤看到掏出弓箭补上一箭。太可惜了，没能赶到李岩。此时外招人员纷纷投降，蔡坤冷眼看着这些人，思索片刻，让他们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下，然后比赛。这些人也是纷纷弃采消灾，地上丢满了一堆精良级兵器和各种各样的材料。临走前，蔡坤让他们每个人在频道里骂一句：“李岩就是个软蛋，怂包蛋，遇到人只敢抱头鼠窜。”于是区域频道里整齐的出现了这么一句话，队列十分整齐，排排刷了几10条，而且发这句话的还都是火种联盟的自己人。
恶心完李岩后，蔡坤十分爽快的放他们走了。蔡坤捡完东西，来到老酋长面前，把这些精良级兵器全部送给茶谷部落族人。老酋长顿时受宠若惊，你救了整个茶谷部落，是我们部落的恩人，图腾石当然可以给你。老酋长这次没有吝啬，这是我们部落的所拥有的全部图腾石了。蔡坤把次元背包塞满，一共891个，还剩下约200颗图腾石。这批图腾石你们留着对付野兽，我这还有一件精良级盔甲，制作卷轴。蔡坤把缴获来的那堆材料里拿出所需的，交给老酋长。你们有能源石，火种联盟还会再来的，你们要有与他们一样的兵器才行。老酋长向蔡坤保证，只要蔡坤需要图腾石，他们茶谷部落愿意无偿送给他。此行不亏。蔡坤又送了些蛇肉给他们当食物，同时也换来了投石机制作卷轴和投石车制作卷轴。蔡坤略作了解后，就对投石机渐渐失去了兴趣。此时海岸旁，一队火种联盟的人摸到了附近，郑鹏飞也在这支队伍里。整座岛上能探查的地方，火种联盟都探了一遍，只剩下这几个地方了。看到队伍越来越靠近海岸，郑鹏飞内心不禁焦急如焚。嘿，朋友，李岩拿不出能源石，他的承诺都是假的，不要听他的。听郑鹏飞这么一说，都有点动摇。但这支队伍的小队长是李家的嫡系，就算拿不出能源石，其他几样材料还是能拿出来的。如果不信，你们试试就知道了。大家商量一番后，决定还是把这里搜一遍再说。很快，他发现了一片不大的渔场。此时，郑鹏飞心里也在犹豫，暗中握紧了捏在袖口里的一把短刀。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蔡坤的基地，就把他们干掉。快，四处找找，找到了回去都有奖赏。听此，几人便分开寻找。当郑鹏飞还在犹豫时，海岸上突然发生了异变，只见从沙子里突然窜出一头巨大的海蝎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海蝎子一出来，立马秒了一个。快，先宰了这条海虫！郑鹏飞刚才还在权衡着实力，看到这头海蝎子，心里不禁狂喜。此时，小队长看到有个人没上，立马质问道：“你怎么不上？”回答他的是一抹雪亮的刀光，同时还伴随着郑鹏飞的破口大骂：“我上你 M！ 猞巢是被一把火烧光的，火种联盟有什么逼脸说别人窃取了果实？你们在这里装什么正义联盟？脸都不要了！”随后，小队长直接掏出武器跟郑鹏飞打了起来。过了2招半，他就发现这人有些不对劲。你是希望联盟的人？爷今天要赶你，我不是什么希望联盟的人，因为你们要追杀的人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们火种联盟把阻挡莽灾的功劳揽下来，污蔑到他头上，我就看不惯你们这种自私的做法。说完，郑鹏飞卯足了力道，用力一刀劈了下去，直接把他架起来的刀劈断成2截，秒了。随后配合海蝎子收掉剩下的2人。这时，与他并肩作战的海蝎子突然展现敌意，看来我是踏进了他的领地，才会被当成敌人。郑鹏飞正在犹豫自己到底该不该杀了他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住手，住手！”听见声音后，海蝎子便钻回沙滩里。蔡坤向他打了声招呼，回去说话。你现在回不去火种联盟了吧？回不去正好，从现在起彻底退出火种联盟。如果他们敢找上门，老子大不了就和他们拼了。随后，郑鹏飞脸上就露出了一丝苦涩。可惜我最担心的是小雨，我死了不要紧，就怕他没人保护，他一个人会受火种联盟那帮人欺负，那我这条命死的就太亏了。别说这样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嘎了，你妹妹就让我来照顾。郑鹏飞听见这句话，脸上的表情可精彩了起来。行，蔡兄弟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我郑鹏飞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蔡坤看郑鹏飞脸上的表情，也意识到自己这句话好像引起了误解，随后又告诉郑鹏飞：“我刚和火种联盟在茶谷部落干了一场，李岩现在的目的一定是盯着茶谷部落的能源石，现在能源石才是最关键的东西，前面有茶谷部落顶着，只要能源石没有落到李岩手上，你和小雨就一定安全。”郑鹏飞听完也觉得有道理。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李岩的基地位置，几次快要嘎了他时，都让他利用回城卷轴跑了。我也没摸清李岩的基地在哪，他这个人相当谨慎，基地的位置只有他身边少数几个亲信知道。随后2个人又继续聊了聊关于接下来怎么对抗火种联盟，一直聊到了深夜，最后话题又聊到小雨。我们白天经常出门，家里还是需要有个人替自己看门。我和小雨一直住在一起，也不像话。小雨要是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我就安心了。蔡兄弟，你觉得呢？鹏飞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说到做到。小雨如果放在我这里，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他。但是现在时间还早，你忘了我还是火种联盟的头号敌人。如果李岩再次派人摸到我的基地，而我又不在家，那小雨怎么办？所以还是先消灭了火种联盟，等孤岛上的局势稳定下来，再谈其他的。2个人又聊了一会，直到小雨发来信息，担心他哥哥这么晚了还没回去。随后郑鹏飞便告辞回去。郑鹏飞走后，蔡坤清点一下自己手中的家当，凭我手里的家当，完全可以冲一波3级基地。根据世界频道里透露出的消息，3级基地可以进行移动，并且还可以安装大型武器。基本上谁先拥有一座3级基地，就是宣告了谁就是某个区域的老大。然后蔡坤先查看了一下升级3级基地需要的材料。如果选择空中移动方向需要浮空石，这种石头和能源石一样，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卖的。接着蔡坤又找到赵晴空，你真牛逼，你要一个人干翻火种联盟吗？你都知道了，频道里搞出了那么大动静，我眼又没瞎，说吧，这次又找我什么事？我想问问你那儿有没有浮空石的渠道？浮空石？你不会是打算升3级基地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哈哈，没问题。你的其他材料都有了吗？没有，还缺了不少，这不是正打算问你吗？那你要想清楚，这些材
材料目前都是稀缺货，可不是用蛇肉就能换来的，只能用优秀级以上的同等材料交易。我懂，放心。东西我有，那浮空石你有吗？我自然有我的渠道，就怕你拿不出等价的东西来换。需要什么？如果你有能源石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1比1换来浮空石；如果没有能源石的话，优秀级野兽肉按照20比1的比例，我也能帮你弄到。那就先给我安排100颗浮空石吧。说完，蔡坤就给他发去100个能源石。好，你稍等我一会，我帮你联系浮空石的卖家。2分半后，蔡坤便收到100颗浮空石，随后蔡坤又找他换其他材料。就按照你说的价格来，还差多少？剩下的我可以用能源石补。那个，等等，优秀级金属片我可以按半价卖给你。我也是有条件的，下次我遇到危险时，你要全力出手保护我一次，这个条件不过分吧？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？你才得罪人了，我们都在同一座岛上，我能得罪谁？蔡坤想了一会，便同意了。哈哈，不许反悔，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行。已检测到你具备升级3级基地的资格，是否现在进行升级？是，请选择升级方向：1空中堡垒，2水上堡垒，3陆地战车。空中堡垒。材料检测完毕，现在开始升级，请耐心等待好多个2分半。此时，李岩被自己的人喷傻了，全岛上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又来了一群人在频道里带节奏，骂火种联盟抢功劳。李岩越看越气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群是希望联盟的人。王明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带节奏，有种就站出来说话，别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。话是我说的，怎么了？老子就看不惯你们火种联盟抢别人的功劳，还要想方设法的不给人留活路。火种联盟还是趁早原地解散吧。李岩气得不小心牵动了被蔡坤射一箭造成的内伤。哼，等着吧，等老子想办法弄到了能源石，升3级基地后，把你们统统抓来，扔到海里去喂苍龙。正在生闷气，一个系统提示闪了出来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李岩当场傻眼了。他的怀疑名单里刚好有蔡坤，而蔡坤又领先所有人升级3级基地，一切破案了。李岩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又一口老血喷洒了出来。此时蔡坤已完成升级，3级基地分为2层，一层有5个区，2层是驾驶舱和卧室。区域851，玩家蔡坤首次完成3级基地升级，奖励已发放。卧槽，系统用公告一响，等于把我给暴露了。不过现在以我的实力，李岩也不用放在心上。蔡坤打开补给箱，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用品和吃的，还有一些武器和50颗能源石。这些吃的够我吃几个月的了，光是这一补给箱里的东西加起来，都能拿去换3座2级基地了。看来以后的名次还是有必要去争一争的。蔡兄弟，你已经升到3级基地了，哈哈，恭喜啊！这下李岩那小子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蔡大哥，恭喜你，请你吃一块馅饼。你真快，全区的人都没你快。蔡兄，没想到你这么快，恭喜你，我们联手尽快灭了火种联盟，如何？随后，蔡坤接来小雨发来的肉馅饼。小雨，谢谢你做的饼子，以后有空来你蔡大哥家里玩。我有空会去的。接着，蔡坤又回郑鹏飞一句：鹏飞，尽快收集材料，尽快完成基地升级，提前升级，系统给的好东西真的多。我知道了，蔡兄弟。然后又回了赵晴空一个微笑。王明这人多半是嫉妒居多。随后，蔡坤回复：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做完，蔡坤去了2楼的驾驶室，先把玻璃换成钢化玻璃，然后把2门工程弩安装到挂在舱位上，一前一后。同时，蔡坤又觉得弩箭数量太少，于是又去购买了20支大号弩箭回来，先放在仓储区中备用。李岩此时也没办法了，只能去找李氏集团援助。李氏集团的创始人李天林也是李岩的叔叔，与李岩不在一个区。什么事？叔叔帮我，我在851区碰上麻烦了，有人先我一步升到3级基地，还卡着我的脖子，我现在处境危急了。我们李氏集团的人没有帮你吗？帮了，我在851区也有一片势力，但是这个小子处处都走在我前面，一直领先我一头，运气始终不在侄儿这边。叔叔，你一定要帮我啊！这个人准备灭了我们李氏嫡系，好歹敢藐视我们李家。接着，李天林便交易给李岩几样东西，李岩激动地把东西收好，口中连声说着感谢。对了，叔叔，我们岛上产能源石，这座岛必须归我们李氏集团掌控，任何人都不得染指。叔叔，您放心，等我消灭了蔡坤，剩下的人如果不归顺，一律杀干净。能源石我一定给集团送过去。好。此时蔡坤先睡了一觉，然后做好了饭。小绿，你也想吃鱼肉？给你捞2块。吃完鱼肉后，小绿没有回去。蔡坤感觉到他今天有点反常。怎么了，小绿？随后，蔡坤打开自己的驯兽师面板。原来你要蜕皮了。以前在电视上看过，蛇通常会找到某个洞穴，在洞穴里蜕皮。看来你是要出去了。然后，蔡坤便带着小绿出去了。小绿也是不舍得离开了。哎，感觉小绿这一去可能会很久才回来。不过小绿要去，我也不可能拦着他，以后他总会回来的。接着，蔡坤又回来打理太原。随着种植区重新扩张，优秀级土壤铺完也没铺满，于是又找到了陈一。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也不知道上次送给他的那些浆果，他吃没吃腻，在吗？过了2分半，陈一才回复。怎么？我这里有新鲜又好吃的浆果，要不要品尝？不了吧。
吧，谢谢，浆果很好吃，下次再吃吧。哈哈，不开玩笑了，那我用等价的东西和你交换，我要优秀级土壤，你有什么需要的，我可以给你。不用了，什么都不用，谢谢。那好吧，那下次聊。蔡坤跟陈一交易过2次，总觉得现在的他有点不正常，接着便试探性问道：“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”蔡坤这一问，陈一顿时打开了话匣子，顿时就一发不可收拾起来。我的基地被人占了，我连家都回不去了。随后，陈一告诉了蔡坤原因，他出生时的运气非常好，旁边就有一小片池塘，都是优秀级土壤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被同一个区域里的人给盯上了，然后就被霸占了基地水晶。他侥幸从后门溜出去了，躲在石洞里，连家都不敢回。了解后，蔡坤只能表示爱莫能助，一是没能力，二是没必要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是需要你来救的，都怪我自己蠢，我就是闷在心里不舒服，想发泄一下。不过那几个盗走我水晶的贼也讨不了好，他们是冲着优秀级土壤来的，那些好土壤全被我一个人偷偷挖走了，埋在哪里只有我知道，他们一丁点都捞不到。哼！挖走了？你一共挖走了多少土壤？也就几吨吧，挖得我膀子都酸了。几吨优秀级土壤？优秀级土壤都是论斤卖的，也是有价无市的稀缺资源，甚至还有人拿能源石换优秀级土壤。蔡坤顿时觉得这个险他好像值得一冒，于是蔡坤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了一下陈一：“你在哪个区？”我在850区。850区？难道这几吨的优秀级土壤是上天送给我的吗？这要是不去冒个险，岂不是太对不起这几吨优秀级土壤了？正好851区没有大恐龙，去850区看看，并且顺手去救下陈一，顺道而为，完全不担的事。850区，干旱、燥热、一望无际的沙海。此时，陈一正坐在石洞的一块石头上，没有吃的喝的，他也不敢出去，怕遗漏就秒。此时他已经放弃了。这里都是又圆又光滑的石头，连沙土什么的都没有。算了，反正都是埋，用土埋还是用石头埋也没什么区别。此时陈一突然想到什么，不对，蔡坤为什么要问我在哪个区？难道我告诉他土壤的事，他想得到这几吨的土壤？哎，万一他离自己10万8千里呢？然后陈一还是打开聊天：“我就在851区，你手里有地图吗？”当陈一看到蔡坤的信息，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从心底涌了出来，让他瞬间相信了这个世界是有神明保佑的。陈一立刻回答有，但是地图在我基地里，没带在身边。不过我大概知道自己现在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。850区周围有没有海？有海，而且附近的海上还有一座小岛，我可以把我大概的位置告诉你。我知道了，我就在那座岛上。听此，陈一激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然而马上他又担心起来，那我们隔着一片大海呢，你要怎么过来啊？随后陈一又失落起来，没事，我飞过来。飞过来？你要怎么飞？连基地带人一起飞过来。难道蔡坤已经升到3级基地了？他在那岛上肯定也是一方大佬吧？陈一一时间想了很多，然后马上发了消息过去。你必须要救下我，我才会把优秀级土壤的地点告诉你。这是自然，我就是这个打算。你能坚持一段时间吗？我忍饥挨饿，坚持个2天应该还是没问题的。好，那你先坚持一下，等我过去。这次陈一再也没有那种充满了等死的煎熬了，反而充满了生的希望。这么阴凉的地下洞穴，如果能找到水源就好了。结束聊天后，蔡坤扫了一眼区域聊天频道，没什么动静。鹏飞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帮我盯着点火种联盟，一旦火种联盟要去攻打茶谷部落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知道了，蔡兄弟。茶谷部落装备也还行，也没有那么好对付。如果李岩还以为茶谷部落是软柿子，可以任意拿捏，去了恐怕要吃大亏。蔡坤觉得暂时无碍后，就来到驾驶室，操控着基地开始升空。3级基地目标巨大，很容易引起天空飞翔的鸟类注意。不一会，就有一群秃鹫被吸引了过来。这些秃鹫第一时间不敢上前吃，只在四处鸣叫徘徊。过了2分半，终于还是有一头秃鹫忍不住了，一个带头，剩下的都开始进攻。那基地咚咚响。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们还以为我是好欺负的。随后蔡坤启动弓弩，直接射下来一只。这只秃鹫刚掉到海里，就被一头鱼龙一口吞了。其他秃鹫发现蔡坤的基地不好惹，立马吓得纷纷掉头飞走了。看来不走海路果然是对的，宁愿上天也不能下海。渡海和送死没区别，海里的那些家伙们一口下去，3级基地都不见得能顶住。然后蔡坤也是顺利飞过了大海，这里竟是一片沙漠，看起来明显要比851区大很多。接着蔡坤按照陈一所说的位置，用指南针大致判断了一下方向，一路向前飞去。蔡坤本想着一路就这样飞过去，但是过了2分半就踏入一群翼龙的领地。蔡坤一边攻击一边跑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摆脱了他们的追击。接着蔡坤把基地降落在一片无人的沙漠地带，情况有些出乎意料，看来想一路飞过去是不可能了。接着蔡坤先给陈一发了个消息，向他确定一下更准确的方位，大概有50公里左右。随后蔡坤收拾好食物和武器，带上基地水晶，然后控制着基地沉入松软的沙漠内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基地被偷了。蔡坤和小三跑了2分半，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，这里太热了。小三的喘息声非常大，蔡坤让他先停下，给他喝点水，让他在原地休息，然后又给陈一发了条消息，问他现在情况怎么样。我在地下山洞里成功找到了一条地下河，撑过今天晚上应该没问题。了解后，蔡坤找到一处阴影和小三休息。
到了黄昏时分，天气开始稍微凉爽起来，才继续前进。傍晚，沙漠里原本隐藏起来躲避高温的生物也开始出现了。蔡坤一路上搜寻体型较小、容易驯服的成年食草恐龙，同时避开沙漠掠食者。不过在路过一片绿洲时，一头躲在暗处的火盗龙突然向他们扑来。不一会，这只火盗龙就被小三踩在脚下。这不是现成的成年恐龙送上门来了吗？蔡坤马上示意小三先把它放开，然后使用技能驯服。驯服失败。见状，火盗龙爬起来就要开溜。落到我手上还能让你跑了不成？小三。蔡坤再次对他使用了驯服，火盗龙依然不肯屈服，顽强的再次站起来试图逃跑，然后又被按在地上，来来回回反复了10几次，结果没有一次成功。这将龙的脾气怎么跟一头驴一样？蔡坤最后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，向火盗龙抛出一块十分肥美的蛇肉。火盗龙看到一大块肉被蔡坤用长矛戳着，口水哗啦啦的流淌了一地。听着，你如果接受驯服，这块肉就是你的了。蔡坤也不管他能不能听懂，再向他使用了最后一次驯服。如果这次还不成功，那我就要尝尝恐龙肉是什么滋味的。驯服，驯服成功。火盗龙永不为奴，除非包吃包住。随后打开了驯兽师面板查看，哈，果然是为了吃才故意被驯服的，忠诚度才35。你的驯兽师等级提升至3级，当前称号熟练的驯兽师，驯兽成功率8%，可驯服的驯兽数量8，可调配终极力量药剂、终极敏捷药剂、忠诚度药剂，开启第2项技能驯兽召唤。下1等级称号驯兽大师，目标驯服一头成年暴龙科恐龙。等级终于提升了。然后蔡坤喂了一小块肉给他吃，接着又用蛇肉慢慢的吊着他，让他先跟着自己走，任他再怎么缠都没有。一路上蔡坤一直盯着他的忠诚度，如果忠诚度一旦低于30，直接一矛捅翻了他。蔡坤发现自己能观测到自己驯兽的内心活动了。小三现在则是亢奋，火盗龙则是饥饿，想吃，再加上一点点不满。这个发现让蔡坤也非常惊喜。随后蔡坤看到新技能驯兽召唤，可以在自身需要时将自己的驯兽从任何地点召唤到自己身边。难道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灵之术？蔡坤打开驯兽栏，查看一眼自己目前所有的驯兽状态。小绿因为处在蜕皮状态，所以暂时无法召唤，其他2头驯兽都能随时召唤。蔡坤手痒，想试一试新技能是什么感觉。驯兽召唤山地野鸡。没想到这技能还挺好用的，没有什么延迟，几乎随叫随到。野鸡看见哥哥后，立马扑腾着翅膀朝他飞了过来。不对，光想着把野鸡召唤过来，没想着要怎么把它送回去了。没办法了，蔡坤只能把鸡扔到火盗龙的背上去。这鸡起码还能下蛋，多少有点作用，暂时先留着吧。接下来的路程，蔡坤基本没遇到什么危险。在天快黑了，终于看到了陈一说的一片湖。在沙漠这种地方，湖边往往才是最危险的。没想到陈一就住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如果是我，一定第一时间把家搬了。随后，蔡坤拍张照片发给了陈一。我到了，你在哪？哇，我就在附近的一个地下山洞中。你往前走，看到一棵棕榈树莓，然后往右边走大约500步，就会撞见我了。好。蔡坤走到后没有第一时间进去，依然保持警惕的拧开了手电筒，向里面照了照。看见灯光后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声急速朝着这边奔跑了过来。别慌，这是我的驯兽，他们不会攻击你的。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随后，蔡坤从背包里摸出一块熏蛇肉，递给陈一。你饿吧？先吃点东西吧。这是你做的，真好吃啊！陈一吃饱后，又对蔡坤表示了一番感谢，然后2个人就开始商量怎么夺回基地。我的基地就在离这里几百米的一片盆地里，目前一共被5个人占据，基地水晶在谁手中不清楚，而且5个人里面可能有人是沙家帮的人。沙家帮是什么？沙家帮是850区的一个组织，人数有好几百个人，是这一带的头头。沙家帮的老大很厉害，他们有一座3级基地，联合起来时，连大型的恐龙都敢猎杀。既然这5个人里面有人可能来自沙家帮，就必须要速战速决，因为如果放跑了一个或者拖下去，就容易给对方向沙家帮通风报信的机会。随后，蔡坤又得知850区共有10万人生存，一个沙家帮顶3、4个火种联盟来到陈一基地附近。蔡坤先在远处观察一下，我基地大门升级了3次，用优秀级金属加优秀级石头组合而成，现在只能等基地里面的5个人主动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丢掉基地其实也就1天时间左右，这些人在基地里到处找不到优秀级土壤，他们肯定会闲不住出来的。随后，蔡坤指驯兽全部在丛林里埋伏起来。2分半后，陈一的基地大门忽然打开了，他们出来了。那小姑娘也不知道跑哪去了，可别让大爷逮住了。小姑娘长得是挺馋人，跑了也就算了，还把东西也带跑了。别说废话，赶紧找到了土壤才能送给沙家帮当投名状，不加入沙家帮，在这里待下去就只有等死的下场。剩下2人都叹了一声，拿出铲子到池塘附近到处铲，似乎在寻找优秀级土壤的下落。老大，你说土壤会不会被小姑娘带走了？对呀，我们挖了1天了都没找到，只能在她身上啊。天真，她一个人能带走多少土壤？肯定
定就在附近。可是我们挖了一天了都没找到，要不我们先去抓小姑娘，从她嘴里问出来土壤的下落。她一个人一定不敢跑远，肯定还躲在这附近。这样继续挖下去，也不知道还要挖到什么时候，不如抓住小姑娘，直接逼问出下落。好，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听你们的。老大，如果抓到了小姑娘，能不能先让兄弟开心一下？哼，只要抓住她，问出了土壤下落，随便你们了。谢谢老大。哼，真是一群不要脸的臭流氓。此时蔡坤直接指挥火盗龙进攻，火盗龙直接冲上去秒了一个开饭。此时二人都吓傻了，接着又冲出来一头健壮的三角龙，上来顶飞一个，最后一人连头都不回，赶紧逃命。不过他跑不过火盗龙，直接就被按在地上。蔡坤先留他一命，问他点事情。我问你，我的基地水晶是不是你们偷的？在谁身上？不是我偷的，你的水晶还在基地里被铁手保管着。是谁派你们来偷袭我基地的？这个人没有立即开口，眼睛转了转，似乎在想着怎么逃走。蔡坤直接捅了他一下，说：我说，没人派我们来，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在频道里卖优秀级土壤赚了很多，眼馋。有一次你拍的照片暴露了你的位置，就一起摸过来了。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没了。我警告你们，我是沙家帮的人，你们敢杀我，沙老大会帮我报仇的。我劝你们一句，趁早把我放了。是吗？那我这就给你一个痛快，防止你回去给沙老大报信。说完，蔡坤嘎了他，奖励给火盗龙。不用怕，他说谎，他根本不是沙家帮的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沙家帮的人肩膀上都有一个铁钩形状的标志，这三人肩膀上都没有。水晶还在剩下的2个人手里，他们躲在基地里不出来怎么办？不慌，他们肯定会出来的。这3个人长时间不回去，他们一定会出来找，耐心等着就是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随后2人继续躲在池塘旁边的灌木里，灌木里靠近池塘边，蚊虫很多，不一会陈一就被攻击了，身上又痒又痛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蔡坤从背包里摸薰衣草，给驱蚊用的啊，谢谢。随后蔡坤又帮他涂上一段小插曲后，基地大门突然被打开了，一个男人从门里走出来，寻找3名同伴的下落。蔡坤看准时机，直接一箭射在脖子上，这人都没来得及关门。接着蔡坤直接冲进基地，然后就看到客厅里站着一个人。沙家帮的人，水晶是不是藏在你身上？铁手没有回答，只是冷笑一声。随后2人动起手，过了2招半就被蔡坤拿捏了，然后终于在他背包里找到了基地水晶。这下是彻彻底底杀死了一个沙家帮成员。不过得罪也就得罪了，为了几吨优秀级土壤，这点付出还是值得的。如果遇到沙家帮追杀，可以直接启动基地飞回荒岛上。接着，蔡坤把陈一喊了进来，然后把水晶交给了他。陈一大眼睛里满是感动，随后说他先去洗个澡。蔡坤在陈一的基地里四处晃了晃，发现他的基地非常大，物品一应俱全，都快赶上蔡坤的3级基地了。蔡坤没事就开始研究自己的驯兽师职业。忠诚度药剂使用后可以增加驯兽的忠诚度，注也可以给未驯服的驯兽使用，有一定几率失效。这个忠诚度药剂太逆天了，如果把药剂撒在河里，又恰好有一头霸王龙来喝水，喝完以后岂不是更容易被驯服？蔡坤快速查看了一下，发现调配忠诚度药剂居然要用到高级血缘精和精良级的树果。高级血缘精只有大型的肉食猛兽身上才会掉落，精良级的树果听都没听过。忠诚度药剂的调配代价还挺高，其他2种药剂可以开始大幅调配，忠诚度药剂暂时先等等。陈一洗完后，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蔡坤，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来及好好感谢你呢，你先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点东西。随后陈一便拿来一大堆的各种果子，蔡坤拿起一个特别大的果子尝尝，发现味道居然不错。怎么样，很甜吧？确实挺不错的，你知道精良级树果吗？精良级树果。然后陈一从盘子里拿出一个果子说道，这就是精良级树果，你想要的话这些都送给你，我那里还有一些。接着陈一又拿来几10斤，全送给了蔡坤。蔡坤确实需要这个，也是没有推辞的收下了。随后陈一就把藏的那几吨优秀级土壤的位置告诉了蔡坤。优秀级土壤暂时先不急，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？下一步还能干嘛？睡觉。蔡大哥，我家里有2间卧室，你晚上就睡这一间吧。我是问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哈哈，还能有什么打算？继续在这里待着呗。不行，马上搬家。沙家帮的人既然知道了你手里有优秀级土壤，你觉得沙家帮的首领会轻易放过这笔财富吗？搬家？我有2级基地，基地大门是我升级了好几次的，他们来了，只要我缩在基地里不就行了吗？不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3级基地碾压2级基地，3级基地本身可以挂载大型的攻击武器，威力比你想象中要大，即使你躲在基地里也不安全啊。那我要搬去哪儿？我一直待在基地里，平时很少出门，除了附近那个石洞，对周围一带完全陌生。蔡坤听完也是很惊讶，竟然还真有人宅在家里存活。你们区域没有天灾吗？有啊，我们区域出现过2次天灾。哪2次？第一次是沙暴，十分可怕，死了很多人，我们区10万人至少有1半死在了沙暴中。第2次是高温，野外的地表温度在最热的时候超过70度，也有很多人都被活活热死了。其实到现在第2次天灾还没有完全过去，白天地表的温度依然高得吓人。不过我比较幸运，2次天灾都侥幸躲过了一劫。我有种感觉天灾的强度一次比一次强。你开局身边有没有一张卷轴？一张卷轴？我的驯兽技能就是开局从那上面得到的。你说的
的是这个吧？陈一摊开了双手，一团寒气出现。我也遇到了，但是没什么用，我经常用它来冷藏水果。不，这是你的机遇。据我所知，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在开局时会额外获得一个卷轴，你应该没掌握升级它的方法，这是你接下来保命的珍贵能力，你要学会不断去开发它。如果你开发的好了，沙家帮也不敢惹你。我一直拿它冷冻水果当冰柜用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？蔡坤笑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先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帮你研究版权。”随后蔡坤就去休息了。陈一听完蔡坤那一番话后，突然反应了过来，然后在自己界面上看到冰这个技能，原来升级它的方法都写在里面了，我真是太蠢了，这么好用的能力，现在才发现。陈一一边研究着自己的新技能，一边走进了房间。第二天一大早吃完饭，两人研究接下来要搬去哪里，随后建议他直接搬到昨天躲藏的那个石洞里去。随后陈一就开始搬家，蔡坤则是去挖土，找到后蔡坤让火盗龙帮忙挖沙子，小三旁边歇着，很快就把陈一埋在这的土壤全部挖了出来。干完后，蔡坤打开驯兽栏看了一眼，忠诚度变成了36，只上涨了1，这家伙装的挺像，其实心底还是没忘了逃跑啊。蔡坤奖励他一些吃的，把优秀级土壤全部装进次元背包，几吨只占一个格子。接下来蔡坤打算去那片湖边看看。蔡坤骑着小三，身边跟着火盗龙，来到后发现这里野兽的数量非常密集，手中时刻握着回城卷轴。走没一会，一群披毛犀冲了过来，蔡坤赶紧让想上去干一仗的小三让路。接着蔡坤又往湖边走去，他认为湖边肯定有他需要的猛兽。2分半后，蔡坤终于来到湖边。无畏巨龙、沙漠鳄、翼龙和甲龙至少聚集了4种猛兽。蔡坤觉得果然来对了地方，然后心里突然诞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如果把忠诚度药剂撒在这片水中，来喝水的猛兽喝掉混含忠诚度药剂的湖水，会不会随便拿捏？接着越发好奇，越发想尽快去探索一番。如果真的成了，直接吃到撑。就在蔡坤还在想时，突然感觉脚下的地面震颤起来，一头特暴龙过来喝水。当他一靠近湖边时，其他几种猛兽都纷纷远离他。而小三看着不远处那头特暴龙，眼眸里战意闪烁，口中发出一阵阵充满挑衅意味的低吼。蔡坤赶紧喊住：“卧槽，你上去给人家送外卖吗？没看见火盗龙早就怂得躲到远远的地方去了。”还好这头特暴龙只是来喝水的，没发现小三的挑衅。如果把忠诚度药剂混合在湖水中，等这只特暴龙来喝水的话，不管能不能凑效，先试一试再说。蔡坤趁着特暴龙喝水时，赶紧让小三原路返回。这趟探索湖心区价值极大，不在这里搞上1、2头恐龙当驯兽，绝不返回荒岛。随便驯服一条，回去都能干翻火种联盟，把李岩揍得他妈都不认识。走着，突然附近的灌木里跳出来4只身材矮小的恐龙。迅猛龙，呵，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。随后，蔡坤、小三、火盗龙直接开战，小三直接向领头的那只大的迅猛龙扑了过去，火盗龙也缠住一只，蔡坤则是2下干掉一只。2分半后，剩下的一只发现打不过，当即摇龙，一阵鸣叫后，10几只迅猛龙突然出现，向他们包围了过来。这些迅猛龙狡诈凶险，打不过还知道叫人，面对3、4只还能应付，10几只把握不大。就在迅猛龙王一步步紧逼，大战一触即发时，一阵咆哮传来，随后树木倒塌，地面震颤。这是湖边喝水的特暴龙追过来了，迅猛龙首领也吓了一跳，随后所有的迅猛龙向4面8方逃去。蔡坤自然也不会傻站着，抄起爆出的物品，命令小三头也不回的跑。小三的奔跑速度很快，蔡坤测试的跑完100米只用不到5秒，比他要快多了。蔡坤边跑边观察，2分半后特暴龙跑远了，接着还传来迅猛龙的惨叫，看来定是有一头迅猛龙成了他的午餐。2分半后，蔡坤冲出树林，现在温度已经上来了，中午会更热，得赶快回去石洞去。接着蔡坤为了他俩点水，往石洞赶去。好家伙，把门都换上了，你这是要把整个石洞当家呀？蔡坤在门上敲了敲，然后又喊几声。陈一见是蔡坤回来了，便让他进来。你没受伤吧？蔡坤看了看身上的血迹，哦，没事，回来的时候碰上了几头迅猛龙，被我杀退了。随后蔡坤发现陈一把基地又开了个门，相当于一个后院了，然后让小三和火盗龙去后面休息，自己则是在陈一家的厨房烤刚爆的恐龙肉吃。什么味道啊，这么香？恐龙肉，你要不要吃一块尝尝？不吃，吃了怕长胖。这恐龙肉没有一点肥肉，全是瘦肉，不会胖的。哦，是吗？陈一尝了一小块。蔡大哥，你吃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忙。吃完饭，蔡坤在世界频道搜索高级血缘晶，整个世界频道上一共也只有20几个人在卖。蔡坤一顿还价，用5颗能源石换来了30单位的高级血缘晶。高级血缘晶1份，精良级浆果2份，可以调配出忠诚度药剂1份。接着，蔡坤调配了20份忠诚度药剂。先拿火盗龙做个实验。蔡坤把1份忠诚度药剂涂抹在迅猛龙肉上，丢给火盗龙吃。傍晚再来看看情况。随后，蔡坤打算帮陈一整理，陈一就是不愿意。蔡大哥，你是客人，这些事怎么好麻烦你？蔡坤闲来无事，有段时间没测试身体素质了。随后蔡坤便去测试一下，一顿操作下来，得知了大概平举力道已经超过了1500斤，100米极限奔跑速度是7.5秒，1秒内往返跳次数3.7次，抓举1500斤能坚持20分钟以上，哈哈，我变成一个人形怪物了。傍晚，蔡坤来到后院，发现火盗龙变得比之前乖了，随后又打开了驯兽师面。火盗龙的
的忠诚度飙升了20点，从36飙升到了56。看来他暂时不会再叛逃了，不过看起来还是和原来一样鸡贼。忠诚度是让驯兽愿意服从蔡坤的领袖，但是没有扼杀驯兽原来的天性。见到结果后，蔡坤就收拾装备，再去一趟湖心区，把忠诚度药剂撒进湖中。来到湖边，没有发现特暴龙，也没发现甲龙，只有一群迅猛龙在挑逗一只沙漠鳄。笨拙的沙漠鳄遇上灵活的迅猛龙也是倒霉。蔡坤也是等待这群迅猛龙离开后才出现，接着把忠诚度药剂倒在了昨天特暴龙出没的湖边，也不知道这样撒下去药力会不会稀释。于是蔡坤多撒了几剂，连续5剂撒了下去，然后又跑去昨天那些大恐龙出现的地方撒点。忙完，蔡坤就怀揣着期待的心情原路返回，打算明天一早再来看看情况。刚一回到基地，蔡坤就感觉一阵冷意传来，推开门，蔡坤发现陈一在练习掌握冰的能力，房间的温度都零下了，能影响到周围的环境，说明陈一的冰还是很有潜力的。蔡大哥，你回来了。陈一停止释放能力，高兴地走了过来。蔡大哥，我以前没发现自己冰的能力竟然这么夸张，不过现在才2级，以后还可以越来越强。蔡坤也夸奖了陈一进步很快，随后又不禁说道：“你练习异能可以，但是不要动我的鸡。”陈一也发现蔡坤的鸡似乎被冻坏了，一边用手不停地敷着，一边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蔡大哥，我不小心把你的鸡冻坏了，我帮你吹吹。”蔡大哥，你看，他又活蹦乱跳了。随后，蔡坤把鸡放到后边的院子里，这样不会干扰到陈一练习异能。每天喂他一把谷子就行了，还可以吃鸡蛋。陈一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然后去做晚饭了。蔡坤当然没有怪陈一的意思，陈一潜力很大，以后发展成盟友也是有可能的。吃完饭，两人聊了几句，便各自回去休息了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蔡坤打开驯兽师面板，顿时吃了一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会出现负的忠诚度？随后蔡坤仔细一想，就明白了，负忠诚代表敌意，应该是这些野兽喝了湖水，所以才能看到他们的忠诚度。想要驯服一只驯兽，至少忠诚度要为正的才有可能。具体情况如何，亲自去实验一番才知道。在天色蒙蒙亮之际，蔡坤再一次赶到了湖心区。此时湖心区周围还很安静，看起来很静谧，暗中不知道有多少双掠食者的眼睛盯着这片湖面。蔡坤寻找昨天喝下湖水的未驯化野兽，但湖边连一只野兽都没出现。此时湖对岸传来一阵隐约的动静，一只甲龙冒了出来，喝完水后就离开了。随后蔡坤发现驯兽面板里马上出现了甲龙的信息。甲龙好啊，食草恐龙忠诚度肯定要比食肉恐龙高，而且还不会攻击自己，是最好的驯服对象。然后蔡坤赶紧骑着小三从湖边绕过去，幸运的是这一路狂奔过来没遇到什么危险，但是甲龙早就离开了。然后蔡坤追了上去，也没有追到。不过蔡坤发现了沿途有几种巨大叶子被啃了，看来甲龙就喜欢吃这类植物。接着蔡坤在这些叶子上撒了些忠诚度药剂，只要甲龙明天继续沿着这条路来水，他总会吃下会有忠诚度药剂的草叶。做完这些后，蔡坤的忠诚度药剂也用完了，药剂用得很快，不过只要能驯服这只甲龙，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蔡坤一口气制造了100单位的忠诚度药剂，每天一直往湖心区跑，撒下忠诚度药剂。这几天，蔡坤一直给小三投喂终极力量药剂和终极敏捷药剂，小三也长大了一圈。同时，蔡坤还发现了一件事：忠诚度药剂的效果不是一次性的，可以进行叠加。特暴龙的忠诚度从一开始的-27一直增长到了-7，这件事也是让蔡坤看到了驯服特暴龙的希望。于是，蔡坤特地去猎杀了一只古巨蜥，撒上忠诚度药剂，把肉丢在特暴龙经常出没的区域。这是没有被湖水稀释的原味药剂，效果更烈。火盗龙这样吃下去以后，忠诚度直接暴涨了20点，也不知道特暴龙能加多少。此时，蔡坤和小三正在湖的对岸，对面的就是那头甲龙。这只甲龙目前的忠诚度达到了27点，小三早就想和这头甲龙打一架了，只是蔡坤一直拦着，防止小三的举动会激怒他。蔡坤第一次尝试着对他发动了驯服，半天过去，甲龙没有给予任何反馈，依然在和蔡坤对峙。蔡坤也是拿出一片巨大叶子，这是甲龙最喜爱的食物，来吃吧，阿甲。蔡坤连甲龙的名字都想好了，甲龙同时也是过来吃，蔡坤则对他再次发动驯服。甲龙吃叶子后接受了驯服，成功了，忠诚度从27跳到了40，不枉我辛苦忙碌了几天。小三此时也意识到甲龙被驯服了，有点想挑战他。甲龙看着小三角龙，同样发出低吼。甲龙的意思是不愿意接受小三的挑战，怕伤到他。小三非要跟阿甲争一争高下不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树林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动静，特暴龙出现了，咆哮着向这边冲了过来。在他身后，一辆巨大的铁皮战车转动着车轱辘，一路向前猛冲。3级基地钢铁战车，而且这座钢铁战车还是经过改造的，车上的金属数量太多了，看他的架势，竟然是在打算狩猎这只特暴龙。随后，蔡坤看到那个铁钩状的标志，就明白了，这伙势力是沙家帮。钢铁战车上方，一只巨型工程弩弹出，锁定了前方奔跑的特暴龙。特暴龙直接打碎射出的弩箭，不过车上再次弹出2架工程弩，一顿连射，终于有一只射中了。钢铁战车上下发出一阵欢呼。
接着，一群右铁钩纹身的人纷纷跳下来，拿着武器四周游走，包围这只受伤的特暴龙。看样子是打算将它擒住再猎杀。不过，即便受伤的特暴龙也不是那么好惹的，下面的人损伤也不小。这辆钢铁战车上下一共有4层，第4层的驾驶室里。沙老大怎么办？这只大块头不好对付，兄弟们伤亡太大，要继续吗？要，你们太蠢，多动点脑子，耗光他的力气，他只能任人宰割。如果你们愿意白白上去送命，我也不拦你们。沙家帮上下这么多人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恐龙肉的。接着，钢铁战车1层的大门弹开，一群猛犸象嘶吼着出。沙家帮纵横850区域，就在于他们拥有一支猛犸象军团，并且这片湖心区，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狩猎一次。蔡坤可是站在远处目睹着这一切。看来这头特暴龙拿不到了，毕竟这是沙家帮的地盘，也抢不过。驯服了一只甲龙已经不亏了。蔡坤正准备带着甲龙走人，突然一支利箭朝着自己飞来，以蔡坤现在的反应，直接闪了过去。接着，一伙沙家帮的人就围了上来。基地水晶交出来，说出你基地的下落，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加入沙家帮的机会。小三也是发出低吼，交出你们的背包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就在几人笑时，蔡坤直接一毛秒了领头的。其他人见状后，同时大吃一惊，怎么可能？队长挂了，这小子绝逼是高手，小心！其余的人也是驾驶猛犸象冲上去，蔡坤让甲龙和埋伏在一旁的火盗龙上。过了2分半，蔡坤也是得吃了。老大，那边遇到一个狠人，打不过，一人干了我们好几个精锐。沙年正专注捕杀特暴龙，用望远镜看了一下，果然发现一人在追杀他们沙家帮的人。能同时驯服3角龙、甲龙和火盗龙，这个人应该挺厉害。从没听说3角龙、甲龙这种大型恐龙也能够人为驯服，这人有可能是个驯兽师。兽人电，你们2个去。是老大。2人都是身怀异能的猛人，兽人可以短期内变化成一只被他打上标记的猛兽，接着变化成甲龙，向蔡坤狂冲了过去。另一个外号叫电的悄悄潜入树林。此时蔡坤正在满地舔包，结果竟突然看见一头凶猛的甲龙向自己冲来。阿甲，难道你还有兄弟吗？蔡坤来不及考虑那么多，让阿甲顶在前面。冲过来的甲龙忽然在地面上一个弹跳，想越过阿甲，不过被阿甲一下击退。阿甲的保镖当的还是很称职的。就在蔡坤放松警惕时，远处一棵树上一道闪电向他劈来。蔡坤拿出牛角弓，3箭射去，不过被躲了。接着蔡坤赶紧查看小三的状况，只是被麻痹了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今天定要付出代价。接着蔡坤骑上火盗龙展开追击，此人见不敌蔡坤，急忙使用回旋卷轴。蔡坤看准时机，跟射里盐一样，也不知道这3箭嘎没嘎掉他。沙老大，我受伤了。这人3箭跟3颗子弹一样，我穿了护心甲，逃了一命，但是还是有内伤。与此同时，兽人也发来了消息，我受伤了。这人是个驯兽师，在850区从没遇到过，是个狠茬。沙年看到消息，顿时有点坐不住了。前段时间铁手也死在了这一带，也可能也是这个驯兽师干的。随后沙年骑上猛犸象王冲了出去。蔡坤回到原地，发现小三又好起来了，不过有点怒气冲冲的样子。此时沙年也冲了过来，蔡坤看又是沙家帮的人，又重新骑着小三，让火盗龙和甲龙同时一起出动。小三直接冲向猛犸象王，小三起来继续扑上去，逼得沙年只能跳下向后，和蔡坤在地面上搏斗。杀人，游戏结。这人手上竟然有枪，应该是沙家帮的老大。随后蔡坤立马拿出手雷放在眼前，如果你敢朝我开枪，我身上的优秀级盔甲硬扛一枪，把手雷引爆，直接同归。沙年看到蔡坤拿出了手雷，心底也吃了一惊。其实他只有4发子弹，用1发少1发，用完了根本没得买。你不是我们850区的人。蔡坤没说话。沙年见此，于是收起了喷子，并把猛犸象王喊过来。蔡坤看他操作，于是也让小三回来，但是还捏着手雷。我是从851区来的。既然你是从别的区过来的，我们就没必要斗下去。851区看来是刚来的，要不然在850区久了，早该出名了才对。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沙家帮？蔡坤听后也是拒绝了。沙年见蔡坤不肯同意，虽然可惜，也没强求，掉头就走。等等。还有事，这只特暴龙能不能让给我？沙年看了看，随后说道：“可以。”蔡坤也是出乎意料，你既然不愿加入沙家帮，那就跟我结盟如何？结盟？为什么要跟我结盟？850区域除了沙家帮，还有一个红帮，红帮对我们威胁很大。目前850区域有1半以上控制在红帮手里。我跟你结盟的目的很简单，希望你和我一起对付红帮。如果你答应，这头特暴龙现在就是你的了。850区原来还有一个红帮，看来跟851区一样，2大阵营。蔡坤虽然不清楚红帮是什么来头，但是为4级驯兽师。
师他愿意答应这个条件，同时蔡坤还有些事情要问问清楚。红帮是什么来头？势力规模有多大？红帮的势力比你想象的要大，整个红帮一共14个帮，我们850区的是红六帮，即便只是红帮的其中一个分支，也压得我们沙家帮喘不过气来。规模最大的红一帮，听说独自霸占了一片几百万人口的地区，他们前身在地球上是一家资产几千亿的跨国集团，集团的董事席就是整个洪家在掌控。我们850区的红六帮有3座3级基地，我们沙家帮只有1座3级基地，他们成员大约有1000人左右，掌握异能的骨干成员有8个，实力碾压我们沙家帮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沙家帮不是被吞并就是投靠红帮。不过如果红帮灭掉了沙家帮，会不会顺势把自己的851区域也顺带着灭了？毕竟2区只隔着一片几百米的海，我杀了你们沙家帮那么多人，这笔账要怎么算？我从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，死就死了，人各有命。他们加入沙家帮的那一天就该有这样的觉悟。蔡坤反倒高看他一眼，好，我可以和你结盟，一起对付红帮，以后就是兄弟了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不用客气，尽管开口。所有沙家帮的人跟我回去。散落在四周的沙家帮成员听到信号后，打扫战场，返回了钢铁战车。此时，蔡坤又想起来一件事，喊住沙年：“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？这片地区有个名叫陈一的小姑娘，是我朋友，碰到了放她一马。”好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沙年答应一声，就驾着钢铁战车离开了湖心区。原地剩下一头受伤的特暴龙，看着躺在地上的特暴龙，蔡坤也是非常紧张。如果能成功驯服的话，驯兽师等级就4级了。不过这特暴龙即便倒下了，也不是好惹的。火盗龙看到这只特暴龙，马上退得远远的。怂包一个。蔡坤查看一下这只特暴龙的忠诚度是-3，随后思考片刻，把引诱特暴龙的肉拖了回来。这肉上我撒了2份忠诚度药剂，吃下去绝对有效果。蔡坤也是胆大的送到了特暴龙嘴边。此时特暴龙抬头都难，蔡坤见状又返回湖边打了一大桶水来。快喝，不咽下去你就死了。蔡坤不管他听不听懂，观察一会，发现他喝下了。蔡坤觉得这一桶水肯定不够他喝，于是又去打了3桶来，连续3桶下去，特暴龙终于恢复了点力气，开始吃肉。吃完一整只野兽，体力终于有了。你受伤了，你腿上被射了一箭，我去帮你把箭拔出来，你先躺着。蔡坤观察了半天，发现特暴龙目前不太可能攻击他。小三不一样，一脸警惕。蔡坤发现这只弩箭有3米长，扎得很深。蔡坤一把特暴龙也疼得嘶吼。是因为箭头的剑刃就像2个倒钩，硬拔出来，伤口面积还会直线扩大。不过这种状况除了硬拔没办法了，总不能让剑贯穿过去吧？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疼，你稍微忍着点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蔡坤安慰着，然后一个猛的发力，这一下可把特暴龙疼得不轻，口中嗷呜不断。蔡坤急忙拿出涂抹抗生素的止血绷带，一下缠了10几圈。忙完，蔡坤看了一眼特暴龙的忠诚度，发现竟然从-3暴涨到了17，然后又在15到17之间不定，应该是拔剑把它弄疼了才会这样。好了，你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休息几天就能好了。随后，蔡坤带着小三、甲龙和火盗龙一起离去了。17忠诚度还不够，贸然使用驯服容易使他引起反感。不过今天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回到基地，陈一还在练习兵的能力。自从发现了自己这个异能后，陈一爱不释手，每天没事都要练。蔡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快吃饭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蔡坤给他一种很强烈的安全感。这几天的1日3餐都是陈一主动做的。蔡坤吃着早饭，把消息告诉他，以后你不用担心沙家帮会找你麻烦了。啊，什么情况？蔡坤把他与沙年结盟的事告诉了陈一。蔡大哥，你和沙家帮结盟了。陈一也不傻，蔡坤说的是结盟，不是加入他们沙家帮。如果他能一直住下来，自己岂不是一直都安全了？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哈哈，不用，你这几天做的饭就当做是感谢了。陈一有点过意不去，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感谢蔡坤。蔡坤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心思全在那只特暴龙身上。这几天沙年发来好友申请，询问有没有驯服那只特暴龙，需不需帮助。蔡坤谢绝了，沙年也是慷慨的送了一些医用品，蔡坤不好拒绝，就先收下了。蔡坤每天投喂一只猎物给他，定期撕开他腿上的绷带进行消毒。特暴龙的忠诚度也是从17点稳步爬升到了25点。蔡坤也是打算忠诚度涨到30，再发动驯服。回去的路上，突然收到了郑鹏飞发来的消息：蔡兄弟，不好了，小雨被火种联盟抓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着急，慢慢说。这件事本来我不想麻烦你，但是小雨是我唯一的亲人，火种联盟的人机缘巧合下找到了我们的基地，趁我出门时攻破基地大门，抓走了小雨。李岩放出话来，感动就撕票，逼我说出你的下落。蔡兄弟，你是我们兄妹俩的恩人，这件事你是被牵连的，你不来也没关系，我去跟火种联盟拼了。蔡坤却不这么想，小雨被抓，他也有一份责任，这次必要回去一劳永逸，彻底铲除后患。这件事我也有错，别说了。小雨现在怎么样？小雨现在还好，李岩放出话来，没找到你之前不会动小雨。蔡坤直接联系了小雨，问他情况怎么样。蔡大哥，我暂时安全。你现在在哪？我现在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把我关起来了，一天不给我吃东西。蔡大哥，我怕我哥会干傻事，你劝劝他，不用因为我的事跟火种联盟拼。
拼命。你放心，他不会干傻事的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，等我来救你。确认完小雨暂时安全后，蔡坤便返回特暴龙休息的地方。火种联盟如果一直不给小雨吃东西，他坚持不了几天，必须马上回岛，不能拖了。蔡坤来到特暴龙面前，深吸一口气后，还是决定先把他驯服了。帮我办件事怎么样？蔡坤传递的驯服指令，他还是有点抗拒，于是他耍了个心机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保证猎物管够。特暴龙似乎听懂了，便答应了蔡坤。你已经达成了驯服一头暴龙科成年恐龙，驯兽师等级提升到4级，获得称号驯兽大师。你已经获得新技能野性呼唤狂暴爪击，下一等级驯兽师提升要求驯服一头异特龙王，达成称号辉煌的驯兽师。蔡坤听着一连串系统提示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原来驯兽大师的提升竟如此强悍，自己直接多了2个技能。随后发现驯兽栏数量从8个扩充到了20个，接着又赶紧查看了一下2个新获得的技能：野性呼唤，唤醒身体中潜藏的野性力量，神经反应提升1倍。接着蔡坤实验一番，力量得到超大提升，一拳干掉一头熊不为过，不过却极大的消耗体力。蔡坤休息一下，查看第2个技能。蔡坤尝试着发动了一下，只见眼前的树躯干足足留下几十道野兽的划痕。蔡坤瞬间感觉自己体力暴降下去一截。这是个偷袭的好技能，趁对方不注意，一个横扫下去，找的对方亲妈都不认识，短距离内比枪还好用。哼，李氏集团一个。小三看到蔡坤掌握了2种新技能，也是兴奋的乱跳。蔡坤先让特暴龙留在这，等待他的召唤。蔡坤也是答应不控制他，只在需要的时候让他来帮忙。什么？你要走了？蔡坤走了就没有安全感了。家里出了点事，要回去处理一趟。那你还会来吗？会回来的，放心。蔡坤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。红帮不仅是个很大的威胁，而且下一步还要寻找一只异特龙王的下落。荒岛上什么也没有。那你一定要小心点呀。下次还到你家里住。说完这句话，蔡坤突然意识到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想来找我可以随时联系。随后蔡坤骑上了小三，带着甲龙和火盗龙，身影很快消失在沙漠里。看着蔡坤离去的背影，陈毅暗暗下定决心变强。蔡坤骑着小三一路狂奔，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当初停放基地的位置，随后激活了一下水晶，基地便从沙土里缓缓钻出。很快，3级基地悬浮着飞上天空，直奔着荒岛方向飞去。自己的鸡好像落在陈毅家里了，算了，下次再去拿吧。还有，要不要跟沙年说一声呢？随后，蔡坤还是给沙年发一条消息，家里出了点乱子，我先回岛上处理一下。你我既然结盟了，蔡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，需不需要我们沙家帮的小弟替你摆平？火种联盟那点底子也就在岛上能逞个能，如果沙家帮愿意帮忙，但是那群猛犸象骑兵就能把火种联盟踏成平地。不过蔡坤还是回绝了沙年的好意，谢谢了，我搞得定，凭自己现在的实力一样能踏平火种联盟。你自己小心。接着蔡坤继续联系了郑鹏飞，火种联盟的人现在在哪里？蔡兄，我这几天一直在打听火种联盟的位置，李岩的基地坐标被我发现了，但是可惜什么？李岩成功升3级基地了，功亏一篑。升3级基地了，不过又怎样，照样难念。透露给郑鹏飞这个消息的人就是希望联盟的王明。蔡坤了解情况后，让郑鹏飞暂时不要轻举妄动，营救小雨的事包在他一人身上，然后就去联系了王明。哈哈，蔡兄你回来了。蔡坤不多说，现在火种联盟的人在哪？火种联盟正在攻打茶谷部落，我和希望联盟的弟兄正在帮忙茶谷部落，一起抵抗火种联盟的进攻。随后直接发来一个坐标，蔡坤扫了一眼坐标，驾驶基地飞了过去。途中，蔡坤趁机制作了一架投石机出来，挂在其中一个武器位置上。那是什么？卧槽，这是3级基地空中堡垒，蔡坤杀回来了，快抱李哥，蔡坤来了。卧槽，这么大一颗巨石砸身上了，岂不是屎都要给砸出来？接着蔡坤就在茶谷部落里降落了，然后小三、甲龙和火盗龙跟着都出来了。你来了，我们的盟友。现在战况怎么样？战况很激烈，我们消耗很大，连茶灿都战死了。茶灿是茶谷部落的作战主力，竟然战死了，看来战况很糟。火种联盟之前来进攻了2次，这次是第3次进攻。茶灿在他们第2次入侵时壮烈，我们寨子里死了不少年轻人，这次他们扬言要一把火烧了寨子。蔡坤听到消息有些沉默，问道：图腾石还在吗？图腾石还在，火种盟入侵就是为了图腾石，我们就是拼死也不会把图腾石交给这群狗杂种。放心，你们的仇我会替你们报的。说完，蔡坤就向寨子外走去，同时下令让小三和火盗龙消灭正在攻打寨子的人。小三最是兴奋，直接冲了出去。火盗龙也不甘示弱，这群人就是一群弱鸡一般的美味在等着他。甲龙不擅长进攻，留下当做自己的护卫。一出寨子，就看到一群希望联盟的人在和火种联盟干仗，还有茶哥部落的原始人，他们驯服了恐狼。不知道茶哥部落怎么跟希望联盟的人搞到一块去了，竟然也一起帮忙对付火种联盟。这里有个希望联盟的人，兄弟们快上，一起围了他。随后一小队人围了上来，围上来才发现情况不对，这个人身边竟跟着一头甲龙。兄弟们上啊！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但是周围却一个人都没敢动。试试就试试。蔡坤见到这群火种盟的人怂成这样，知道他们也不是李家的嫡系。李岩在哪？结果真有一个不带脑子冲了上来。为了火种联盟，
卧槽，李岩在那边，大哥求放过一条命。蔡坤也没跟他们客气，让他们把背包留下，武器装备全部扔地上，然后统统让他们滚。谢谢大哥饶命。此时李岩在一群李氏嫡系的保护下，站在一处山坡顶端，这里方便观察前方的一举一动。这段时间，在李氏家族的支援下，他成功升级了3级基地，用优秀级盔甲制作卷轴，打造一支精锐兵种，花费了2000块左右的优秀级金属片，直接下了大血本。就连沙家帮的精锐成员穿的也只是精良级盔甲。上，给我去宰了蔡坤，我们李家的兵没有一个是怂货。随后，好多个身披优秀级盔甲的李家嫡系成员冲上去。此时，蔡坤也在逮着火种联盟的人问李岩和小雨的下落。得知李岩在山顶后，正准备冲上去，突然李氏嫡系从树林里包围上来。李岩什么时候打造了这样的一支兵种？那些士兵身上穿的都是优秀级盔甲。哼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出来吧，特暴龙！怎么突然出现一只特暴龙？围上来的盔甲兵被特暴龙一嗓子吓尿了。特暴龙冲来，连逃跑都忘了。特暴龙一口一个鸡肉味，嘎嘣脆，优秀级盔甲也挡不住那可怕的咬合力。蔡坤见特暴龙自己在那里玩得开心，就没管他了。突然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身为一个4级驯兽师，他和自己的驯兽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。迫切、激动、友好，是小绿，小绿回来了。蔡坤心情也很激动，一把扑在了小绿脑袋上，小绿蜕皮一次，直接长了1倍。而四周出现了一片蛇吞吐蛇信发出的声音。从小绿的心里得知，这群泰坦巨蟒全是小绿的部下。没想到自己随手竟然救了一只怀着王者血脉的泰坦巨蟒王，怪不得小绿蜕皮时一定要回到原始森林。看着这些跟小绿差不多大的蟒蛇，蔡坤还是有点不安。我一把火烧光了整座蛇巢，这些蛇不会报复我吧？然后便得知不会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指挥蛇群吗？小绿也是表示可以。这个发现让蔡坤一阵欣喜若狂。蛇群听小绿的，小绿又听我的，这岂不是代表自己可以号令泰坦巨蟒蛇群？如果自己侥幸驯服了哪只首领，那岂不是可以通过给首领下令去号令整个族群？卧槽，群居动物有很多，比如猛犸象、迅猛龙，还有伊特龙这种聪明又冷血的顶尖掠食者也喜欢群居。蔡坤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压一压。现在重要的是宰了李岩，营救小雨。蔡坤向小绿下令，让他指挥泰坦巨蟒群消灭火种联盟的人。随后，一群泰坦巨蟒转身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周围的树丛里。蔡坤顺便给特暴龙发出了一条指令，让他看见一群泰坦巨蟒在周围出没，不要攻击，以免误伤友军。蔡坤跟在特暴龙和泰坦巨蟒身后，特暴龙吃完会吐出优秀级盔甲，蔡坤一路得吃，一路向山顶包围。今天势必要彻底除掉火种联盟，不放过任何一个李氏嫡系。此时李岩还在山顶上等着好消息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这5式盔甲兵是无敌的。可等了半天，只有些李氏子弟慌慌张张的跑回来说：“李少，不好了，我们被一群泰坦巨蟒包围了。”岛上的泰坦巨蟒不是都在原始森林吗？这里怎么会出现泰坦巨蟒？随后周围一阵阵嘶嘶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，众人听见纷纷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李岩身边的手下已经开始慌了，只有李岩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。一群小蛇而已，没什么可怕的，你们都是我李家最优秀的人，上去消灭掉他们。此时盔甲兵跑来，李少，蔡坤不知道什么时候驯服了一只特暴龙，还有一群泰坦巨蟒，现在正在朝山上赶来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这群泰坦巨蟒竟然全是蔡坤的驯兽，还有一头特暴龙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的盔甲兵呢？快让他们去消灭巨蟒！兄弟们都壮烈了。什么？我花了2000个优秀级金属片打造的一支军团，竟然这么不堪一击！随后山下传来一声咆哮，吓得李岩心跳都漏了半拍。然后游在前面的一群泰坦巨蟒纷纷朝着李岩扑了上去，李岩只能掏出回城卷轴。蔡坤早已知晓李岩的逃跑套路，所以他在下令让小绿和特暴龙去山顶时，就已经在做下一步打算了。接着启动了自己的3级基地，还交易来一堆石头、一堆大铁球，用来开炮。李岩逃回基地后，心里松了口气。这里是3级基地，蔡坤不可能打进来，只要缩在基地里就不会有事。怎么回事？李少，不好了，我们正在被一座空中堡垒攻击。空中堡垒一定是蔡坤，升空，马上给我还击！李少，我们快要坠机了。李岩赶紧让他驾驶着空中堡垒先逃跑，然后火速联系李天灵请求支援。接着李天灵交易一件珍贵的优秀级道具，双向传送。随后李岩按照李天灵说的操作，接着绰号钻石李氏集团里的骨干成员出现了。大哥，蔡坤在哪？那小子就在那座3级基地里面。钻石点点头，然后身体化为一道蓝光，一闪就消失在李岩面前。李岩这个怂包只会跑，他只能操控基地一路狂追，从岛上直接追到了海上。这时蔡坤突然感觉自己的基地中传来一阵异常的动静。这人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可是在天上飞呀！蔡坤一瞬间就警觉起来，钻石的能力是在身上生成结晶，当做盔甲或者武器。随后蔡坤自动驾驶基地跟他打了起来。自从沙家帮老大以外，这是蔡坤遇到的第2个十分难缠的对手。哈哈，我射中他了，干得漂亮！继续给我把他射落到海里，必须速战速决了，如果再拖下去，情况不妙。野性唤醒。
我这一拳5吨的力量。蔡坤发现一拳秒了，马上收敛技能，随后赶紧回去接触自动驾驶，开始向李岩发动反击。蔡坤抓住机会，一剑干掉李岩的驾驶员。李岩的3级基地直接掉进了大海，李岩这下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不好，小雨还在里面。随后蔡坤直接停在海上，跳下去进入李岩的基地。蔡坤钻进客厅后，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和他叔叔李天林联系的李岩。侄儿，安心的去吧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加入李氏集团吧，救救我！出去以后我能得到的东西，我全都分你一半，如何？滚！蔡坤没有时间和他啰嗦，正要解决他去救小雨。我再问你一句，救还是不救？我没说清楚吗？滚！狂暴找接。蔡坤捡起手枪，急忙寻找起来。第一个门没有，第二个门里面全是优秀级材料，又得吃了，不贪不会玩。蔡坤看时间不够，赶紧起来寻找小雨。第3个房间，小雨在里面，看到蔡坤，立马朝这边滑来。蔡坤一把抱住，使用回城卷轴。蔡大哥，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。哈哈，以后就是自家人了，还谈什么报答？蔡坤说完后，意识到自己说的好像有点问题。小雨，你先去洗澡，别感冒了。从刚刚一战，蔡坤发现自己的基地里除了自己以外，必须要有其他人常驻。刚才那个钻石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然进来了，自己又要对付入侵者，又要驾驶基地，哎，有些事情还得慢慢来。把小雨培养成一个贤内助和拥有一定即战力的搭子，也在蔡坤的计划之内。接着蔡坤驾驶着基地飞回去。现在蔡坤有时间清点从李岩那得吃的物资了。一共是1500单位的优秀级金属片，800单位的优秀级石头，1000颗能源石。这笔物资已经足够打造第2座3级基地了。看来李氏集团的财力不容小觑，而且那个钻石人是凭空出现的，极有可能是李氏家族支援李岩的后手，必须彻查一下李氏家族。蔡坤还发现了一样东西，捡的李岩的，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于是拍了张照片给沙年发了过去，请他帮忙看看。这是罕见的优秀级道具，名叫双向传送，可以通过交易给对方后，在指定的2地之间开通一座双向传送门。任意门，不过必须要有个目标人物用来接收。可这东西可以当做逃跑的神器啊！可为什么当时李岩没有用这东西来逃跑呢？这东西有冷却时间的，1天只能用1次，这是好东西啊，多一次保命机会。蔡兄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从一伙小势力的头手上搞来的，不清楚怎么用，所以来问问。好，岛上的事情处理完了吗？需不需我去帮忙？搞定了，谢关心，不用了。看着手里的优秀级道具双向传送，他骤然想明白了那个钻石人是怎么出现的了。蔡大哥，我没有衣服穿了。等会，我把衣服拿给你。小三、甲龙和火盗龙已经返回了茶谷部落，小绿也在寨子外好奇地观察着，只有特暴龙不在寨子里。此时火种联盟剩下的人基本全部投降，一大群人都集中在寨子里，被希望联盟的人看着。王明也不敢私自处决这些人，他在等蔡坤的出现。整个851区域所有的势力头目基本上全到齐了，蔡坤的基地很快在寨子降落了。郑鹏飞一看到小雨，激动地迎了上去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。咦，小雨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发烧了？哥，我没事，别问了，羞死人了。哈哈，好，不问了，只要你安全就好。王明一看到蔡坤出现，就走了过来。蔡兄弟，这些都是火种联盟的余孽，一共73人都在这里了，要怎么处置你来决定。这73个人听见王明把他们全部交到了蔡坤手上，不禁吓得全部哆嗦起来，求饶声一片，听得蔡坤耳朵疼。谁是李氏的嫡系，自己站出来。人群中马上有人开始指认起来，终于有个站了出来。蔡坤找他出来，就是为了了解一下李家的情况。不过这人根本不愿意说。你如果告诉我实话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鬼信，在这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觉得我会食言吗？此人思索片刻，行吧。李家原身在地球上是一家跨国集团前500强，整个李家掌权的有2个，华国、棒子国，2个合并起来组建了李氏集团。华国掌权人是李天林，有3个儿子，1个女儿和2个侄儿，李岩是其中一个侄子。棒子国的掌权人是李泰臣，来到这个世界后，2个李家暂时分开了。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危险的世界，2个李家依然会选择联手。李天林所在的区域是2053区，很远，那是一个人口上限70万的大型区域，而且李天林身边的骨干成员至少20人以上。东边一个洪家，远在未知区域的地方还有一个李家，这些大势力都不是我现在能抗衡的。蔡坤听完后就放了他，你不用死了，可以在这座岛上继续生存下去。郑鹏飞站在一旁，觉得蔡坤是不是有点太心慈手软了？蔡坤自然有他的想法，他留着这个人不代表他仁慈，自然要利用他们做一些事。留下火种联盟的人，这不是给敌对势力重新壮大的机会吗？接着蔡坤还宣布了火种盟剩下的人都可以继续在岛上生存。蔡兄弟，不如把这些火种联盟的人交给我吧，在我手上保证这群人翻不出一点浪花来。王明这个人也得除掉，我和火种联盟之间的矛盾都是他在拱火，借助我手替自己干掉了敌人，而且暗中和查克部落搭上了线，动机不纯，有野心且狗，此人不除定是大患，一山不容二虎。蔡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帮你一起消灭了火种联盟啊！你该死！王明见蔡坤铁了心的要杀他，喝道：王家卫何在？
茶哥族长之前答应了供奉童男作数，今天替我一起杀了蔡坤。好家伙，做事果断狠辣，此人更不能留。你们谁敢动我蔡兄弟？小雨，你先回基地里躲避。王明亮出了家底，以为自己震慑住了蔡坤。蔡坤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废话，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？盘踞在寨外的小绿看见蔡坤被人围攻了，马上呼唤他的小弟们加入战场。山顶围猎火种联盟的巨蟒也快速赶回。由于泰坦巨蟒的加入，战况很快一边倒。王明看到自己人快死绝了，抱着最后的希望转身就跑。蔡坤看到一毛智取，给王明来了个透心凉，心飞扬。随后蔡坤立马上去支援郑鹏飞，对付茶哥部落酋长和恐狼王。很快几百条泰坦巨蟒游了过来，开始收割战场。茶哥部落族人很快就被屠戮一空，剩下的人都傻站在原地，被驯兽师这可怕的战力惊呆了。蔡坤看着剩下的人，王明和茶哥族长已死，从今以后再无火种联盟、希望联盟，你们可以继续在岛上生存，但是不准有人再提出组建势力。如果有人继续想组建实力，王明就是下场。随后有人当场就向蔡坤倒戈了，提出让蔡坤组建势力。马上有人号召起来，要继续跟着蔡坤混。蔡老大，这岛上危机重重，你来当领袖，我们一起跟着你混。蔡老大，我李唐王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远古时代太危险了，你带我们生存下去吧。一群人议论的热闹，有些人连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坤蒙吧。蔡坤也是乐了，哼，说白了，这群人就是来蹭吃蹭喝的。行啊，跟着我也行，你们自己负责自己的吃喝拉撒。如果岛上有天灾，你们先顶上，我躲在后面，你们看怎么样？随后一大半人都现场走掉了，只有大概10几个人留了下来，铁了心要跟在蔡坤身边。他们不在乎蔡坤提出什么条件，愿意自己负担生活成本。蔡坤看着这些人，觉得还行。无论在哪里，总有一批人不想混吃等死，想进步。这10几个人可以先留下来，今后就是自己在岛上势力的根基。鹏飞，这些人先交给你，你来带他们。蔡兄弟，你真的有在岛上组建势力的打算？不组建势力很难把岛完全控制起来。蔡坤已经做好计划，这片势力作为自己后方。好，名字想好了吗？我和我妹妹第一个加入。火种联盟和希望联盟显得太客套，干脆就叫艾克联盟。干脆就叫求生联盟吧。他起名字一向比较随意，什么小三、小绿、阿甲之类的。区域2053，这里是一片黄沙漫天的贫瘠地带，李家就根植于这片地区。即便在贫瘠的黄土地带，李天林依旧带领李家在这片地区掠夺了大量的资源，为李家建立了10几座3级基地，其中一座规模庞大的空中堡垒。李天林站在2楼驾驶舱。淹死了，钻石也挂了，死一个直系不知的伤筋动骨。不过那座岛上出产能源石，必须要拿下来。李天林在这片黄土区域一直在和其他几大势力争夺能源石，谁拥有更多的能源石，谁的势力就能拥有更多的3级基地。李天林想了一下，区域851距离他太遥远，至少有大半个地球的距离，横跨那么远根本不现实。随后联系了他在847区的一个儿子李双江。什么事？双江，你在那边目前根基稳固了吧？基本上都已经臣服了我们李家，还有一小股势力逃到了隔壁区域，我正要去灭了他们。好，不愧是我李天林的儿子，你的堂哥李岩死了，哼，真是废物一个，有李氏集团在背后支持，连一片小小的区域都拿不下来。所以说这是老天给你的机会，你要把握住。你堂哥李岩所在的那片区域是851区，是一座海岛，岛上产出能源石。你堂哥再怎么说也是我们李氏的人，你替他报仇吧。如果你能把那座岛拿下，岛上的所有能源石你可以分走7成，剩下3成交给集团。李双江一听到岛上有能源石，兴奋起来。爹，交给我。李天林随后交易给了李双江一个双向传送，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了李双江。这座海岛必须归李家掌控。蔡坤成立了求生联盟后，先把郑鹏飞、小雨和那10几个人拉进来，剩下的还会招，但是蔡坤不会要混子。随后先让这10几人先各自回去，郑鹏飞临走前要先去看看小雨，蔡坤防止他把小雨带走。小雨就先留在我这里吧。郑鹏飞恰巧和蔡坤想到一块儿去了，哈哈，兄弟想通了。这次小雨出老事，我确实想通了。小雨放在外面不安全，还是跟着我比较好。听蔡坤这么说，郑鹏飞这下彻底放心了。哈哈，太好了，妹妹总算有依靠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。随后郑鹏飞直接溜跑了。这是什么话？小雨才16岁，我和小雨能有什么好事？这个郑鹏飞想哪儿去了？随后蔡坤找到了茶谷部落的老族长，告诉他另外2个势力和茶哥部落都被消灭光了，今后他可以保护茶谷部落安全。年轻人，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，你是我们茶谷部落永远的朋友。这个朋友也不是免费当的，蔡坤要和老族长进行一波物资交换。你已经承诺了会保护我们茶谷部落，我们要能源石没有用了，都送给你吧，但是你要给我们食物才行。食物管够。茶谷部落上下也就30几口人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蔡坤从世界频道上买个几10斤普通级的肉，一次性交给
给老族长。老族长见蔡坤拿出了够他们全寨上下吃很多天的食物，就带着蔡坤去了矿井里，带他看看部落积攒到今天剩下的库存。根据老族长统计，这一山洞至少有5000多块能源石，他们每天都能从这挖出100块左右能源石。蔡坤听后很满意。随后，蔡坤和老族长计划好，交给求生联盟去做。处理完寨子的事情后，蔡坤还有几件事没处理，差不多该去找那头走失的特暴龙了。虽然他没有回到寨子里，不过他现在状态很平静。小绿游了过来，告诉蔡坤他知道那头特暴龙在哪。小三受了点伤，蔡坤坐在小绿身上，很快就发现了那头特暴龙。辛苦你了，小绿。看着沉睡的特暴龙，蔡坤也没去打扰他。特暴龙是沙漠的王者，天生就在沙漠中猎食，把它放在全是原始森林的岛上，会不会不合适？哎，先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实在不行再召唤回去。看着这条熟悉的溪流，蔡坤突然想到这条河上游还有只大恐鳄，自己现在也是4级驯兽大师，顺带着把这条恐鳄也给驯服了吧。随后，蔡坤让小绿带着自己顺着河流继续前进。很快，蔡坤就发现了那只大恐鳄。驯服这样一条大恐鳄，威慑力丝毫不比一头特暴龙差。蔡坤也是用老办法，向他领地周围扔了好几块带有忠诚度药剂的肉。接下来只要每天定时投喂，慢慢等它忠诚度长起来就行。回去的路上，小绿身躯有些不安地抖动起来，向蔡坤传递着消息。他还不是一位合格的泰坦巨蟒族群领袖，听他号令的泰坦巨蟒只有几百条，要想成为真正的泰坦巨蟒王，必须要击败那条老泰坦巨蟒王。现在他准备去迎接自己的宿命了。小绿，你有没有把握打赢？他告诉蔡坤，他信心十足。蔡坤看了看，不。你没有信心打赢他，你现在心里很害怕。小绿天性胆小，除了一次干掉了小日子迎来光辉时刻以外，根本不懂得猎杀技巧。那只老泰坦巨蟒王不用猜也知道，必定是经历了一路生死搏杀，才站在了整个族群的顶峰。小绿现在去了，不就是送菜吗？我知道这件事对你重要，你先给我拖着，什么时候得到我允许了你才能去。现在跟我回基地。蔡坤也是要把小绿带回去进行一番特训。小绿也是听话，带着蔡坤回去了。回到寨子，蔡坤就看到小三、阿甲、火盗龙在休息了，随后把几种药剂倒在水槽里，让小绿他们去喝。做完，蔡坤也返回基地了。蔡大哥，你辛苦了，快吃晚饭吧。疲惫了一天，还有人给自己做晚饭，把小雨留下这个决定真是太英明了。哈哈，小雨你也坐下，一起吃吧。嘎嘎香。小雨，以后就在这里住下吧，基地里里外外的事情太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平时帮忙打理着。我哥已经和我说过了。见小雨主动答应下来，蔡坤也放心了。如果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和我开口，能满足的我一定满足。随后蔡坤计划着种植区也交给小雨照顾，几吨优秀级土壤，蔡坤决定不种基地里面了，直接种在外面。蔡大哥辛苦一天了，快进来洗洗吧。好。小雨，我进来了。蔡大哥，水多吗？不多，再放点。那我再放点水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啊，舒服了。舒服了吗？蔡大哥，那行，蔡大哥你先洗，我出去了。小雨，早点去休息吧。蔡大哥晚安。随后两人便各自去休息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蔡坤就收到了郑鹏飞发来的消息，蔡坤要成立求生联盟。郑鹏飞对这件事很上心。蔡坤看了一眼郑鹏飞提交过来的招人条件后，自己又进行了一遍仔细的修改，觉得差不多后，让郑鹏飞发到区域频道里。求生联盟招人要求：一、加入求生联盟的成员自负盈亏，本联盟不负责所有人吃喝拉撒。二、进入求生联盟遇到天灾出现，每位成员必须一起出力抵抗，多带者将被本联盟抛弃。三、听从组织号令，如遇外力入侵，每位成员务必齐心抵御外来势力。四、本联盟只庇护加入求生联盟的成员，不庇护除联盟以外的其他成员。蔡坤这段话说得很清楚，不要混子。随后整个区域频道里一番激烈讨论，有一小部分人主动要求。最后蔡坤也是收到78个加入申请，也是一一同意了。加上最初那10几个人，一共接近100人，足够了。你好，我想加入求生联盟，但是我的基地被一群害鸟破坏了，我没有吃的，能给我10天的食物吗？只要10天时间，我一定会赶上大家的。有这个心态就值得给他一个机会，这些食物足够吃10天的了。谢谢你，我快饿死了，我以后会报答你的。蔡坤一笑置之，顺手把他也拉进了求生联盟。接着又收到了一条私聊，喂，你这是要逼宫吗？没有，一切凭自愿，我都说明得很清楚了。你这是自愿吗？不加入感觉就要被打入敌对势力了，我可不想和你为敌呀，我只想关起门来过自己舒服的小日子。嘿嘿，那你要加入吗？这个我考虑一下，我可以先不加入吗？可以，我们求生联盟不保护岛上的原始玩家。你之前可是答应过要保护我一次的，可别忘了。我没忘记啊，就一次，你有什么麻烦我可以去帮你解决。那我这里有一个消息可以透露给你，我拿消息来交换你们求生联盟的保护怎么样？那我要看是什么消息了。放心，这个消息对你一定非常重要，你会很想知道的。说吧。我这里有关于第3次天灾的消息，你想不想知道？想。那我说了，你可得答应我的条件。他一直很好奇赵晴空怎么每次都能提前知道消息。可以，你说吧。第3次天灾对我们851区域来讲十分不幸，正是火山喷发沿江漫岛。具体是什么时间？这个我不好说，按照周期来讲可能很快了，你必须要早做准备。你难道不怕吗？这不是由你来保护我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对不起，这个无权透露。对不起，那你无法被求生联盟庇护。哼。
这是我个人隐私，你干嘛要问？那我也得保证你透露的天灾消息是准确的，所以要从你这里求证真实性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吧，你可要替我保密。我说话算话，我一定帮你保密。随后赵晴空发来一张照片，占星，你是占星师？是啊，我就是一个占星师，所以每次天灾我都能预测到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得到求生联盟的保护了。蔡坤又多问了一句，你真的不知道第3次天灾的准确降临时间？没办法，我只是个2级占星师，预测的没那么准，等我升到3级，也许就能准确预测了。那你是怎么知道岩浆会淹没整座岛的？我用神之眼看到的景象就是这样，在不久的未来，火山爆发，岩浆如洪流吞没大地，岩浆雨肆虐而下，岛屿变成一片废墟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，这一切都会发生。难道自己刚开始经营就要被天灾给冲垮了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先做好准备。蔡大哥，早餐做好了哦。果然，家里有个人就是不一样。吃完饭便带着小雨一起出门了。蔡坤把小绿喊来，给小三布置了一个任务，今天使劲的给我盘小绿，谁把谁盘倒了有奖励。小绿看到三角龙那结实又雄壮的体型，有些不愿意。你还想不想赢下老蛇？想就给我使劲去盘小三，把他盘赢了，你才有机会打赢那头老蛇。这是他专门给小绿安排的地狱特训。随后两头庞然大物在寨子里互相搏斗撕咬起来。接着蔡坤把火盗龙抓过来当代步工具，火盗龙非常不乐意，他体型比较苗条，背着蔡坤奔跑起来比较吃力。来，小雨也上来吧。别怕，这家伙不会乱咬人，有我保护你。今晚讲你的鸡腿。蔡坤骑着火盗龙在附近找了一块好地，和小雨一起把几吨重的优秀级土壤填了下去。优秀级土壤种子熟得快，差不多几天一熟。忙完，蔡坤又联系陈一，你那里有没有精良级树果的种子？有啊，怎么了，蔡大哥？给我一些，我打算种些果树。好，我这里多着呢，你多种一点，我也想吃。随后，陈一交易给他一大堆精良级树果的种子。这些精良级的树果你帮我种一些，其他的你可以种点自己喜欢吃的瓜果或者市场上受欢迎的。蔡大哥，交给我吧，我会打理好这片农场的。蔡坤直接联系了2个求生盟的成员，让他们来自己的坐标附近报道。随后，蔡坤又买了一张栅栏制作卷轴，然后制作了一大堆铁栅栏。做完这些，2名求生盟成员也来了。盟主，换个称呼，喊我名字就行了。你们把铁栅栏插入地下，围着农场绕一圈。又告诉他们，最近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小雨和农场的安全，平时也要帮忙小雨照看农场。作为报酬，农场每次接触的1级水果，你们每个人可以挑选30斤拿走。是，蔡大哥。交代完后，蔡坤骑着火盗龙直接向海岸奔去。农场、渔场，这些都是能给自己带来稳定收益的，绝不能荒废。赶到海岸边后，发现自己离开前留下的渔场还在，还有那头海蝎子王。干得不错，小蝎子。蔡坤这次直接找了10个求生盟成员，让他们来到海岸边集合。蔡坤打算交给10名求生盟成员帮他照看，每天白天必须至少有1个人在这里整天照看渔场，每个人每天可以拿走20斤的渔获。如果每天的渔获量很多，蔡坤也会多分一些渔获给他们。渔场的事安排好后，蔡坤骑着火盗龙直奔岛上的那座火山口。还没靠近火山口，就感觉到一阵浓浓的热浪扑面而来，空气里弥漫着硫磺的酸味，脚下的地面隐隐传来一阵阵轰隆声。火盗龙身上已经汗流浃背了，蔡坤下来喂了他吃的河水，又继续前进。看这个样子，估计肯定离喷发不远了。书上写道，当火山开始喷发前，会先冒出浓浓的烟，喷出大量的火山灰。不过这火山虽动静大，但还没冒烟。蔡坤站在火山口往下望去，只能看到黑乎乎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可能岩浆在地表的岩石下面流淌，还没穿透那层薄薄的岩石带。岩浆一旦喷发起来，穿透岩石带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。蔡坤拍了一张照片，记录一下此时火山的状态。火山喷发可怕的是火山灰和岩浆，火山灰污染空气，岩浆破坏地表。根据赵晴空的预测，这次喷发规模很大，足以淹没海岛。蔡坤思来想去，也只有在火山口周围布置一圈石墙，这种原始办法来抵御岩浆了。蔡坤查找了大量的资料，得知能抵御岩浆的只有精良级石头。蔡坤计划用精良级石头砌墙，引导岩浆入海。精良级城墙制作图纸，其中建造主体是精良级石头。制作图纸倒是不难买，难的是要建造一整面城墙，需要消耗大量的精良级石头。蔡坤可不傻，他要全岛的人一起出钱支援。蔡坤把刚才拍摄的火山口照片直接发到了区域频道里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黑乎乎的。这是我们岛上的火山，没看到边上的火山口吗？岛上的火山越来越不稳定了，指不定哪天就爆发了。岛上的火山即将喷发，全岛难以幸免。为了阻挡火山岩浆，每个人上交100单位精良级石头，由我们求生联盟建立城墙，阻挡岩浆冲刷岛屿。卧槽，被我说中了，火山真要爆发了。蔡坤，你这个消息可靠吗？不会是骗我们交东西吧？我可以作证，应该是真的。我家就在火山边上，脚下一天比一天热，我感觉火山离喷发不远了。你们忘了吗？第2次岛上爆发网灾的时候，也是蔡坤事先发现提醒的我们。这个钱我愿意出，100块精良级石头我还是出得起的。区域频道里有不少人都在替蔡坤说话，一上来就收到了300多个人上交的精良级石头。这个要求不算高，从开局能坚持到现在的人基本上都出得起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自私的人不愿意交，当作没看见。哼，你不交也行，岩浆冲下来第一个淹没的就是你家。3天内请所有人必须交齐，事关全岛安危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求生联盟会负责每天监督火山状态，把火山重
送况发在频道里。蔡坤发完这段话后，陆陆续续又收到了不少人交来的石头。这些交了石头的，蔡坤把他们名字全都记在本子上，然后特地挑选了30名求生盟成员，让他们到火山口集合。郑鹏飞听说蔡坤要在火山口附近建造城墙，第一个表示也要赶过来帮忙，被蔡坤拒绝了。建城墙没什么技术活，不需要太多人手。好几个2分半后，30名成员全部到齐。蔡坤选了1名队长，把城墙制作图纸分享给他，随后计划好方案。忙完这些事，蔡坤把剩下的50多人召集过来，还有郑鹏飞。这批人的任务是最危险也是最重的，让郑鹏飞带领，负责巡查全岛，每天定期清理岛上的猛兽数量，把岛上的猛兽数量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。忙碌了一天，蔡坤带着一身疲惫返回基地。蔡大哥辛苦了。蔡大哥，我在农场里种下了茄子、油麦菜、包头菜、冬瓜种子、西兰花、豌豆苗、苹果树、西瓜种子、香蕉树、榴莲。市面上有的蔬菜瓜果，他基本上全种了一遍。听小雨这么说，蔡坤都开始期待起来农场几天后的收成了。洗完澡，蔡坤来到房间。蔡大哥，被子替你捂热了，你快去睡觉吧。刚才那样，蔡大哥应该会喜欢吧？算了，不管了，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蔡坤吃完早饭后就匆匆的出门了。先打开了驯兽面板，发现特暴龙现在情绪很稳定，忠诚度不但没降，还上升了3点。岛上食物充足，环境舒适，也没有能威胁到它的存在。特暴龙似乎待得很舒服，孔鳄的忠诚度也出现了，看来丢给它的食物它已经吃下去了。照这个节奏下去，驯服孔鳄应该不是问题。除了驯服孔鳄以外，蔡坤还计划着驯服一只飞行野兽。飞行驯兽也很重要，能为自己提供视野，远程监视，像在天上多了一双眼睛。最理想的空中鸟类就是翼龙，但是岛上很少有翼龙出现，于是蔡坤先驯服一头始祖鸟。刚来到这里就碰上了，动手狂暴找鸡。蔡坤为了他一块熏肉干，给他包上腿上的伤，接着打开驯兽面板查看，忠诚度涨到了18了。蔡坤尝试着驯服，驯服成功。蔡坤尝试着对始祖鸟发出了一条指令，始祖鸟也是圆满的完成了蔡坤的指示。不错，真听话，比这头笨龙听话多了。然后蔡坤又去投喂了孔鳄，做完又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火山口。来到火山口附近，他发现这30人小队已经搭建起一节城墙了。看到蔡坤来了，小队长马上走了过来，向他汇报目前火山的状况。从昨天观察到今天，火山还是没什么变化。修一段100米的城墙需要消耗多少精良级石头？100米大约要精良级石头600个左右。100米600个，那1公里大约就是6000个。围绕火山口一圈，长度大约是7公里，就是42000个精良级石头。建完一圈完全足够。既然石头很富足，那就加一层保险，从外面再来一圈，来个里外双保险。蔡坤看了一下他们的工程进度，昨天半天只搭建了1公里左右的长度。火山现在说爆发就爆发，可不经这么拖进度，3天时间务必建造完第1层围墙。同时，蔡坤还从狩猎队里增调了10个成员，加入修建城墙的工程队。随后，蔡坤决定再去火山口检查一趟。蔡兄弟在不在？在。沙老哥，什么事？哈哈，没什么，关心一下你那边的情况。托你的福，我这里一切正常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红帮有什么动作吗？说来我也觉得奇怪呢，这帮兔崽子往常早就开始不断搞事了，这2天倒是安分的很，我心里觉得有点不正常。或许是因为忙于抵御第3次天灾的缘故。你说第3次天灾要来了？很快了，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时间，但是早做打算吧。也只有这个解释了，不然也无法解释红帮那边为什么会没动静。看来我也得尽早预防了。沙老哥，那你可要赶快重视起来，天灾强度一次比一次厉害，不能马虎。好，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对了，有个事忘了告诉你，上次你问我那件优秀级道具双向传送的事，我记得这东西是需要2个一队才能发挥作用，如果你手中只有1件，那是很危险的。道具的另一方持有人可以随时随地到你身边。卧槽，这不就相当于自己带了一个定时炸弹吗？沙老哥，下次这么重要的事情早点提醒我。哈哈，事太多，我疏忽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接着，蔡坤骑着火盗龙来到火山口，朝下望去，只见底下的岩浆已经喷涌了出来，都能看到岩浆了。火山的活动越来越剧烈了，昨天岩浆还在岩石底下，今天已经全部漫了上来。蔡坤拍了一张发到区域频道。我天，那些红色的黑色的一片是什么？好恐怖！这就是即将喷发的火山吗？好吓人啊！区域频道里大家议论着，蔡坤也在催收没有交石头的，接着又直接把双向传送丢了下去。区域847，一座3级基地钢铁战车里，李双江刚把一伙反对他的叛逃玩家全部处死，这才腾出手来，开始琢磨着对付蔡坤。能源石啊，猴子，我用的东西把你传送过去，你帮我先去探探岛上情况。李少，我明白。记住，不要独自轻举妄动，以探查敌情为主。岛上几个势力，3级基地数量，最重要的能源石矿的分布位置，这些全部记下，回来告诉我。放心吧，李少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猴子非常自信，李双江很满意，替猴子开启了双向传送。
李双江还很自信的在等猴子回自己消息，好几个2分半过去了，猴子还是没发消息过来。猴子怎么回事？怎么半天连个屁都不放？李双江连续10几条消息发过去了，结果全部都石沉大海。猴子死了，猴子那么谨慎的人，没想到一过去就被逮到并杀死，看来是我小看了对手。李双江思考片刻，既然精英成员不行，那就派出掌握着强大异能的骨干成员过去。顾道，你去，进去后要当心，猴子已经因为大意死了，你一定要小心点，不能大意了，保命为重。胡刀点点头，他是身具异能的人。胡刀进去2分半过后，李双江就开始频繁靠他，又连续发了10几条消息，结果全部石沉大海。胡刀也挂了，这个蔡坤到底有什么魔力？胡刀进去直接被秒杀了，连续折损了2员大将，李双江不得不开始正视起蔡坤的实力。经过一番慎重思考后，李双江把他的贴身护卫岩石喊。岩石是偏防御的类型，进去更稳妥一些。李少，你去探索851区吧。猴子和胡刀已经挂了，蔡坤很可能带着一群高手在外面举着弓箭等你，一定要小心。你过去以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发消息回来，告诉我那边的情况。岩石点点头，迈进了传送。岩石一进去，立马进入石化状态。这个状态下，火化只会慢一点。岩石吸了一口气，立马平度呼吸，空气中蕴含着剧毒。随后立马给李双江报信。李少，这里是地狱。随后请客炼化。地狱。他给岩石连续发了几条消息，岩石都没有回复。卧槽，难道岩石也嘎了？再看着岩石最后发来的消息，李双江深深的 emo 了。连岩石都嘎了，难道区域851真的是地狱不成？李双江惊疑不定，看了一眼剩下的几人，剩下几人被李双江目光扫到，齐齐吓得身体一抖。坏了，李少不会脑子一热，让我们过去送吧。接着李双江直接联系了李天灵。爹，蔡坤太可怕了，区域851根本不是什么一座岛，是地狱。胡扯！你说什么胡话呢？那就是个岛，你怕个屁！爹，我没骗您，我3名手下都折在那里了，连岩石都没回来，我贸然过去就是去送死啊！以后没我的批准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区域851。蔡坤回到家，郑鹏飞统计上交石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500人。蔡坤手里的石头数量已经累计超过了10万，陆陆续续又收到30个加入求生盟的申请。蔡坤让他们全部加入到建造城墙的队伍中，除了新加入的，蔡坤还把看渔场的抽走了8个，狩猎队里抽走20个人，现在差不多有90个人在造城墙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时间就是生命。这2天，蔡坤每天都要跑去看一眼火山的状态，记录下来发到区域频道里。火山口已经变得浓烟滚滚了，弥漫的硫磺味，全岛每个角落都能闻到，随时都会爆发。在求生联盟的昼夜赶工下，里外双重城墙已经在火山口外围搭建起来。岩浆如果冲破了第1道城墙，也会被第2道城墙拦住。如果再往外造第3道城墙，工程量就太大了，全岛都负担不起。这2天时间，蔡坤也没闲着，每天都在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存活几率。基地防护罩使用效果，在基地外围形成一个可以帮助抵挡外力的光盾，这个好。蔡坤直接购买了3个，一个保护基地，一个保护农场，还剩一个保护茶谷部落的寨子。此外，蔡坤还给自己的手枪填充了子弹，一次性买了30发子弹，同时还替小雨也打造了一身优秀级盔甲给他防身用。另外，蔡坤又重新购置了一把优秀级苗刀，当做近身武器。奇怪的是，世界频道里搜不到完美级物品。同时，蔡坤又看起外挂武器电光塔，一次充能过后，可以对前方扇形半径内50米范围的目标进行放电攻击，需消耗能源时进行充能。买。蔡坤一次购买了2座，并且还强化一下基地外壳，增强耐击打性，增加了4个外挂武器仓。做完这些，蔡坤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第3次天灾到来。走出基地，寨子里2头庞然巨物正在进行凶狠的缠斗。小绿和小三每天都在寨子中激烈的搏杀，从一开始一直被虐，到现在已经能和小三互殴几个小时不分胜负。这几天一顿恶补效果确实明显。小绿告诉蔡坤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他就要去和老泰坦巨蟒王决战。蔡坤让他今天就在寨子里休息，养精蓄锐，准备大战。内心还是有点害怕，紧张又带着一点兴奋。蔡坤鼓励他几句，给他一点信心。第2天一早，蔡坤刚一出门，就看见火山方向滚滚浓烟升腾，还隐隐伴随着火星向外溅出，距离火山喷发已经很近了。现在的火山就像一个不稳定的火药桶子，随时会爆炸。蔡坤选择相信联盟里那个数学博士的计算，这次喷发的岩浆量不会超过1000万吨，城墙防得住。蔡坤骑着小三跟随在小绿身后，在原始森林中快速穿行。刚一进入蛇谷，蔡坤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这些足有10万条巨蟒，有些体型比小绿还要大，它们共同围成一个巨大的圈，目光齐齐向蔡坤凝望过来。卧槽！如果他们集体扑过来，哪怕100只特暴龙站在这里，也会被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小绿在周围所有泰坦巨蟒的围观下，毫不畏惧地冲进了蛇谷中，与那头老泰坦凶狠的对视。蔡坤看到那只老蛇王，也是吃了一惊，这不是自己的老对手吗？前2次来到蛇谷都碰到这头泰坦巨蟒，还与他进行了一番激烈的生死搏杀。2条泰坦巨蟒王没有太多事，几乎同时张开獠牙和血盆大口向对方凶狠地
扑去。小三兴奋的上纵下跳，他也认出了这头老太太，上次还抽了他一下，他也想上去加入搏斗。蔡坤立即阻止了他，你这个想法就很危险，以老太太的体型，小三冲上去恐怕要被一口直接吞。尽管蔡坤私自给小绿投喂了很多药剂，但是在力量上还是差了一筹。老蛇王用身体绞住了小绿，将他死死的压制住。但是小绿也不是吃素的，他被勒紧时不停地张开大口，向老太太身上咬去，直接咬下一口。老蛇王吃痛，小绿趁机直接挣脱。老蛇王的蛇性受过伤，感知力弱，防卫判断感差，用速度跟他周旋。小绿和他心意相通，已经领悟到了蔡坤的意思，利用身体灵活的游击抓住破绽，一口咬上去，然后迅速后退。整整持续2分半后，在小绿连续撕咬下，慢慢就趴了。随后卯足了最后的体力，向小绿冲了过去。又经过了一轮激烈的缠斗，最后小绿也是成功拿下老蛇王。整座蛇谷里的蟒蛇同时吐着蛇信，他们新的蛇王诞生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巨响传来，无数巨大的石块从峡谷上方滚落，岛上的火山爆发了。蛇谷里群蛇都开始感到不安起来，有的泰坦巨蟒被吓得立即往蛇洞里钻。这座蛇谷中遍地全是易燃的树胶，只要被一颗流星石击中，整座蛇谷都会燃烧起来。随后小绿马上向整个蟒蛇群下达了命令，不准他们钻进蛇洞，让他们立刻游向周围的原始森林。一条条泰坦巨蟒听见号令后，立刻从蛇洞里游了出来，向原始森林中游去。小绿也是一直看着蛇群撤去，才动身前去。此时蔡坤已经回到基地，马上张开了基地防护罩，接着用驯兽召唤，把特暴龙、始祖鸟、海蝎子和小绿召唤到茶谷部落里。在召唤小绿时，感觉到了阻力，小绿似乎在抗拒着什么。小绿要保护他的族群，不愿意过来，在那面前，10万泰坦巨蟒族群的确需要他指挥。蔡坤也没强迫他，蔡坤找了一圈没找到小雨，于是给他发了条消息：小雨，你在哪？蔡大哥，我在农场这里。就在刚刚，小雨和柳涵还在农场里照看香蕉树，刚栽种下去不久的香蕉树已经长成了。2个人正在摘香蕉时，远处突然爆发了，其中一枚岩浆石恰好向农场方向笔直飞来。危险！小雨，你快躺下！看着巨大的岩浆石下落，农场上空突然浮现一个巨大的透明光盾，随后岩浆石被弹开了，砸落到一旁的山上，发生这些高温碎片落到地上，立刻燃烧起来。劫后余生的2个人心底同时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蔡坤发来的消息：小雨，快回来，外面不安全。好的，蔡大哥。柳涵姐，你也跟着我一起去避一避吧。柳涵看着天空中宛如世界末日般的景象，苦笑着摇摇头。不了，我比较担心我的基地，我必须得回去看看。好吧，柳涵姐一定要小心啊。然后2个人分别在农场分开了。刚才那个光盾应该是蔡大哥弄出来的东西，果然还是跟着蔡大哥有安全感。寨子里，不少茶谷部落族人都走了出来，很多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蔡坤看着四处砸落的岩浆石，这是没办法控制的，除非岛上每个人都购买一个基地防护罩，护住自己的基地。不过赵晴空怎么样了？他应该不会那么倒霉，家正好被岩浆石砸中吧？你没死吧？你才死了呢！这我死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是在关心你，怕你还在睡觉的时候被石头砸中一波带走了。岛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我哪有心情去睡觉？我可是个占星师，早给自己占了一卦，有惊无险。你卜得准吗？前几天我一不小心把占星师等级提升到了3级，哈哈。赵晴空没事，蔡坤也放心了，又问道：你在哪里？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既然赵晴空不愿意透露，那就算了。岩浆出来了，岩浆从山飞米高的被10米高的城墙拦住，直到长到3米多高，火山动静才渐渐消停。见此，蔡坤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看到火山停止爆发，区域频道里一群人开始求救起来，很多人都不幸中弹，开始向其他玩家求救。蔡坤看见区域频道里这么多求助信息，也留了个心眼。那些之前上交了石头的，他会安排一些求生盟成员去帮忙；那些没有交石头的，死了拉倒。这些人都是值得一帮的，有能力就去帮一帮，没能力照顾好自己就行。接着还送出了消毒绷带300个，泉水20箱给那些之前上交了石头的玩家。到了傍晚时候，沉寂了一上午的火山再次开始喷发，像上午一样，起初是岩浆石四处喷飞，接着又是一大波一大波的岩浆从火山口沸腾着翻滚下，持续了好几个2分半。城墙边上的岩浆高度又涨了几米。此时蔡坤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么深的一座巨大的岩浆池子，如果一直放任它存在这里，时间久了，囤积在底下的岩浆一定会对城墙根部造成腐蚀和破坏。虽然城墙可以暂时阻挡住岩浆，但是很难保证它可以一直挡住岩浆的灼烧。蔡坤觉得用城墙围住岩浆这个办法行不通，还是把这些岩浆全部引到大海里。接着蔡坤立即开始行动，号召了求生盟全体100多号人来集中干这件事，先挖取，然后在城墙脚下开洞引流。蔡大哥，这边到海里只有2.5公里长度，最短了。接着蔡坤直接号召开挖，100多个人，大家个个都是吃过野兽肉的，有的是蛮力，好几个2分半，一条大沟就挖好了。
接着开始在墙角凿洞。2分半后，1个半米的洞就打开了，里面的岩浆从洞口里奔涌而出，涌出来的岩浆沿着这条凿好的沟渠直接涌入大海。忙完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火山口还是有点动静。蔡坤安排了一支10人小队站在城墙上轮流守夜，盯着火山，一旦有情况，随时可以派人来找他。做完这些，蔡坤才回去休息。第2天一早，蔡坤赶快来查看火山的状况，然后得知火山一整个晚上没动静，昨天堆积几米的岩浆也流光了，存在的隐患消除了，大家心情都轻松不少。蔡坤让小雨多做点饭，给昨晚上守夜的几人弄点优秀级野兽肉尝尝。白天蔡坤自己盯着就行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火山也是只在白天喷发1-2次，晚上没动静，火山的爆发周期稳定下来。每次喷发时，威胁最大的是岩浆碎石雨，只要不被岩浆石砸中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至此，蔡坤觉得火山喷发差不多已经被控制住了，开始过问起隔壁850区的情况。蔡坤先给陈一发了条消息：蔡大哥，我很好，谢谢关心。你没骗我吧？哈哈，这次是真没事，不信你看。陈一，你也是3级基地了？是啊，嘿嘿，前几天才刚刚完成的升级，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蔡坤夸奖了一句，心底满是好奇。他是怎么凑齐升3级基地的那100颗能源石的？陈一告诉蔡坤，他的能力已经3级了，自己冻住一些野兽，拿去世界频道交易，在天灾来临前完成了基地升级。蔡坤听完也有点惊讶，一瞬间有了把他拉进组织的想法。除了我自己是驯兽师，求生联盟里连一个异能者都没有，如果陈一能加入，无疑是一件好事。蔡大哥，我本来想去给你送机的，不过第3次天灾降临了，等结束了我再去。不着急，我们岛上现在也在闹天灾，很危险，你先在850区待着，等天灾结束我去找你。蔡大哥，那我等你。接着蔡坤又问沙年，他们沙家帮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蔡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有大事发生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是不是因为天灾袭击，你们损失惨重？帮里是有一些弟兄在天灾中丧生了，但这不是我要说的大事。蔡兄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现在过来一趟，我们当面讲比较好。沙年说完，他交易一个双向传送，反正岛上的天灾暂时被控制住了，剩下的交给鹏飞就好，有事也能随时赶来。于是蔡坤激活了传送，走了进去。坐，蔡兄，蔡兄，这里都是我的心腹，没有别人。我找你过来是想敞开谈谈这件事。前2天，我派去在红帮的卧底，向我透露了一件很重要的秘密。红帮在他们的地盘发现了一座完美级金属矿脉，矿脉里有多少储量目前不清楚。红帮上下欣喜若狂，红帮的老大红九已经开始安排人手打矿洞开采，目前已经积累了一批存货。完美级金属矿，你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？现在世界频道里搜不到完美级金属片，甚至找不到任何完美级的物品，最多只有优秀级。沙年继续说道：红帮是野心很大的势力，他们早就想吞并850区了，他们对手下更加残忍。可惜我派过去潜伏在红帮的卧底，不小心暴露了，已经记了。如果红帮的人大量拥有完美级的冷兵器，他们一定会先干掉我们，独吞850区的所有资源。届时的红帮将无可抵挡，没人能扛得住完美级兵器的杀伤。蔡坤低头沉思，如果红帮的人知道了岛上有能源石矿，驾驶着完美级金属打造的空中堡垒降临区851，那场面，所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，抢。那座完美级金属矿在什么地方？你准备怎么抢？蔡兄请看，根据我那明线人传来的消息，这里就是他们打通的一座矿洞。红帮发现我派去的卧底应该已经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他们有完美级金属矿这件事，所以在矿洞这里一定会布置重兵把守。哈哈，不怕蔡兄笑话。实话说，我们沙家帮硬实力上还欠缺了不少，和红帮硬碰硬，吃亏的一定是我们。所以你我联手一起强攻如何？强攻的话，沙家帮和求生联盟一起跟红帮拼消耗。我刚组建求生盟，一共也就100多人，跑到850区来打客场，耗几下就没了。让我先想想办法智取，如果取不下来，我们再强攻。行，有蔡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让兽人去矿洞附近探明情况，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现在对矿洞附近的武力、守卫力量等一切未知，还是先探明地好。兽人可以伪装成路过的野兽，完美探查敌情。好，那就辛苦沙老哥了。哈哈，不辛苦。随后蔡坤返回基地，岛上的第3次天灾自己应该是平稳度过了吧？要偷取完美级金属矿，蔡坤其实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从地底下挖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完美级金属矿给挖走。不过先看红帮的守卫严密到什么程度，沙漠地带打洞还是得找当地的打洞高手。双齿兽号称是沙漠里的绝地专家，挖洞的本事是一绝。蔡坤在湖心区倒入了很多忠诚度药剂，有不少双齿兽因为长期喝湖水，忠诚度已经超过了30以上。蔡坤觉得一头去驯服显得太蠢，直接去驯服一只双齿兽王。事情大致决定下来后，蔡坤先去岛上晃悠了一圈，把岛上事先安排好，接着联系了郑鹏飞。鹏飞，我要暂时离岛，有什么消息及时联系我就行。还有你们每天经过河边时，给孔乐投喂一些我的秘制野兽肉。郑鹏飞没有多问，蔡兄弟一定要多保重。哈哈，放心，我比任何人都惜命。忙完，小雨已经做好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。小雨，你这做菜水平快赶上大厨了。怎么了，小雨？蔡大哥，听说你明天要走了？几天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小雨不怕，一个人看好家。带小雨去太危险了，而且农场也需要他去照顾。不过蔡坤也会把他慢慢培养起来的。吃完饭，蔡坤躺在床上，正准备睡个好觉，卧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蔡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忘了给你捂被窝了，就这样给你捂吧。
蔡大哥他是怎么忍住的？哎，接下来的几天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。蔡大哥，我早就准备好了1周的菜，放进背包里一起带去吃就好了。吃完早饭后，蔡坤收拾好东西，带上小三出发。蔡兄，想到好方法了吗？方法倒是有，但是能不能成还不好说。好，有办法就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总比没有强。这2天，沙年一直为这事操心的，晚上觉都睡不好。沙老哥，我还有事得先出门一趟。蔡兄，外面正在刮黄沙，许多兄弟家都被毁了，出去了有危险。要不要我让沙家帮的兄弟替你代劳一趟？谢沙老哥好意，不用，我有帮手。见此，沙年也不再担心，直接让手下把门打开。蔡坤和小三直接跳进了黄沙中。现在的850区狂风卷起了大量的飞沙走石，视野里全是一片灰蒙蒙的黄沙，能见度连30米都不到，还有隐藏在沙暴中的沙龙卷。蔡坤也不敢让小三闷头狂奔，一边用指南针辨认着方向，一边留意着隐藏在沙暴中的可怕沙龙卷，小心翼翼地一路前进。一路不知奔袭了多久，蔡坤感觉已经在沙暴中奔跑了很久，但一直没有抵达湖心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算小三刻意减慢了速度，也应该抵达了湖心区才对。随后蔡坤才发现指南针出了问题，沙尘暴影响了磁场，指南针也用不了了。卧槽，这样一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了。蔡大哥，我来找你啦！接着一阵剧烈的轰鸣传来，一架空中堡垒离他不远的地方降落。小三，快去，我们的帮手来了。嘿嘿，蔡大哥，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？是挺惊喜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说来巧了，我刚好驾驶3级基地，在附近练习驾驶技巧，正好看到你骑着3角龙，一下就认出来了。你没骗我，沙尘暴的天气下，你练习怎么驾驶3级基地？蔡大哥，你不相信我，因为外面刮起了沙尘暴，没法出去捕猎了，我就试试驾驶3级基地飞行玩玩。蔡大哥，我好心来救你，你还怀疑我？哼！牛逼，这回去一定要好好教小雨怎么驾驶，极端天气下最好不要起飞，一旦就完蛋了。答应我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好的，我听你的，以后不这样了。对了，蔡大哥，你的鸡还在我这里呢，你要不要拿回去？要不拿了吧，就放在你这里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替你养着，等养肥了以后再送给你。对了，蔡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你来了850区，怎么都不和我说一声？我是来找湖心区的，但是不小心骑着小三在沙漠中迷了路。其次，我也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很危险，不适合你加入。什么任务啊？蔡坤本来就计划着邀请陈一加入求生联盟，见此也是透露了他和沙年的计划，还有完美级金属矿的事。陈一一听，马上就表示他必须也要加入。你真的愿意主动加入我们？当然，以我对红帮的了解，他们每次过境都会像蝗虫一般脏资源，所到过的地方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东西。他们的做法比沙家帮还要野蛮无数倍。我加入求生盟，必须要占据一个元老的位置。蔡坤决定拷打他。是吗？那必须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。陈一一听，马上给蔡坤展现一下他自己的能力有多强。怎样，我可以当元老吗？不错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求生盟的元老了。嘿嘿，蔡大哥，接下来我先送你去湖心区吧。空中堡垒起飞，蔡坤才发现原来整个沙尘暴是有高度的，大约是50米左右。原来飞到50米以上就能正常看清楚前方，怪不得陈一可以这么平稳的驾驶，而且向下方看去时能见度也比在沙漠中高。很快，陈一驾驶基地来到了湖心区，在湖心区附近降落。湖心区附近的沙暴威力要弱很多，因为这里有片湖。蔡坤骑着小三从舱门里冲了出去，直接去寻找那群双齿兽的住处。双齿兽的住处也很好找，而且蔡坤和驯兽之间就能心意相通，即使是未驯服的驯兽也能大致清楚他们的位置。蔡坤很快来到他们洞穴附近，先联系了那只忠诚度最高的双齿兽。没过多久，这只双齿兽就出来了。蔡坤对他使用了1次驯服就成功了。双齿兽被蔡坤驯化后，又与他多了一丝亲近感。蔡坤先了解一下这只双齿兽它们的族群规模有多大。这只双齿兽族群数量超过了50万以上，这样还被迅猛龙吃了很多，几乎整片树林的地下都被双齿兽们打通了，里面像一座地底迷宫一样。躲在地下，让他的小弟们送食很会过日子啊。不过蔡坤也有办法盘他，双齿兽和小三吃的一样，蔡坤让小三去找一些爽口的食物，小三也是过去炫了一顿，才叼着一大堆嫩笋冲了过来。蔡坤把忠诚度药剂撒在这些笋身上，这样的笋双齿兽最爱吃。蔡坤拿出其中一根嫩笋丢给眼前的双齿兽，然后让他把剩下的笋全部送去给他们的王吃。双齿兽也非常听话，接下来只要等好消息就行了。蔡坤折腾了半天，肚子也饿了，于是拿出了一堆小雨烧好的饭菜，也邀请了陈一一起吃。陈一第一次见如此丰盛的一大桌子菜，不禁也来了食欲。刚吃完饭，就听见舱门再传来一阵叩门声。哈哈，是我刚驯服的双齿兽，不用担心。陈一放开门后，那头双齿兽钻了进来。接着，蔡坤打开驯兽栏，不错，接下来只要多重复几次，等双齿兽王的忠诚度涨上来就行。陈一看到这头双齿兽圆滚滚的，觉得挺有趣，蹲下来摸摸它的肚皮。哈哈，肚子是它的弱点，你去碰它的肚子，肯定会引起它的敌意。哼！
双齿兽王的食量很大，一天能吃几顿。蔡坤借助这只双齿兽给他送食物，一天时间，双齿兽王的忠诚度就飞涨到了28。蔡坤让双齿兽在他的洞口放了一堆嫩笋，引诱他出洞。2分半后，贪吃的双齿兽王经不住美食的诱惑，从洞穴里钻了出来，趁着他偷吃笋时，向他发动了驯服。驯服失败，双齿兽王谨慎地钻回了洞穴里，忠诚度也从下降3点。不过蔡坤没有放弃，一直用嫩笋去勾引他。新鲜的嫩笋吃一次就上瘾了，嘴馋的双齿兽王很快就被蔡坤驯服成功了。从双齿兽王心里向蔡坤传达了一个很强烈的情绪，他想吃那些嫩嫩的笋，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想吃东西可以，必须得给我干活。蔡坤先试着和这头双齿兽王达成了简单的协议，给他10斤的嫩笋，让他挖出一条从池塘通往湖边的地底通道。接着双齿兽王钻回地洞，然后一群双齿兽过来集合开工。过了好几个2分半，双齿兽王就从沙土里面钻了出来，向蔡坤寻要10斤嫩笋了。卧槽，这么快就挖完了？等等，我先要去验收一下成果。这是一条约2米左右高度的地下通道，周围的沙土墙壁被凿得十分平整，不用担心旁边的墙会突然塌下来。蔡坤让双齿兽王在前面带路，过了几个2分半，直接走到了湖边。双齿兽王仅用了几个2分半，就率领族群直接干通了，牛逼！这是你的奖励，好伙伴。等他吃完，蔡坤开始和他商量起打洞的事。双齿兽王还是很聪明的，很快就理解了蔡坤传达的意思，然后表示没问题。不过他也向蔡坤抛出了一个问题，因为挖洞在距离这里很远的地方，他只能把老小丢在这里，但是剩下这些无力的双齿兽很容易遭到迅猛龙群的进攻。蔡坤听完思索起来，也总不能让他把族群里的弱势群体全部抛弃吧，那样一来说不定最后会直接跑路。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接着蔡坤先安抚双齿兽王，决定去把迅猛龙王给驯服了。回到陈一家里后，就和他说了这件事。陈一听此表示很感兴趣。蔡大哥，你放心，我最擅长的就是对付迅猛龙了。有陈一这么一名强援加入，蔡坤对驯服迅猛龙王又多了一份信心。蔡大哥，想寻找迅猛龙很简单，他们就像一窝土匪一样，路边随处就能偶遇。但是想抓住迅猛龙王就没那么容易了，因为他们碰上比较难缠的对手，他们的老大才会出面。蔡坤思考起来，眼睛看着站在面前的陈一。蔡大哥，你别看我了，现在那火迅猛龙可害怕我了，见到我跟耗子见到猫似的，跑得一个比一个快。小三，你去演一下，碰到迅猛龙假装打不过，趁机把他们老大引出来，后面交给我和陈一，懂了吗？计划决定后，小三一马当先，蔡坤和陈一2个人躲在后面。菜就多练。此时几只鬼鬼祟祟的迅猛龙已经注意到了小三，看到小三体型庞大，便保持谨慎的观望。2分半后，一只迅猛龙上前试探起来。剩下的迅猛龙发现同伴没事，就开始进攻起来。小三也是一发力干倒一个，剩下的看到立马跑去摇人。不一会又来了4、5只，同时围猎小三。蔡大哥，小三会不会有危险？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帮他？不用，你也太小看小三了，安心看着就是。小三也是轻松拿捏。剩余的迅猛龙见势不妙，立马去通知他们的老大。小三看到非常兴奋。2分半后，迅猛龙王带着小弟围攻，小三便落入了下风。陈一，快冻住那只迅猛龙老大！是，蔡大哥。蔡大哥，快一点！这只迅猛龙王的力量好大，我坚持不了多久了。蔡坤立马手握武器冲出来，野性唤醒。一群精英迅猛龙看到这样，立马围攻上来，狂暴爪击。受到攻击，这些迅猛龙没有退缩，还是往上扑来，保护他们。蔡坤跳到小三背上，冲锋迎了上去。蔡坤的目标是迅猛龙王，立马脱身上去鞭打迅猛龙王。陈一这边也是冻住向他冲来的迅猛龙，无力的坐在地上。迅猛龙王硬扛了10几下敲击，依然还有力气站起来向他挥舞利爪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出来吧，特暴龙，上去盘他。剩下的迅猛龙看他，直接都被吓得抱头鼠窜。迅猛龙王有伤在身，根本跑不掉。特暴龙向前靠近了一步，对着他一。接着，蔡坤对迅猛龙王发动了驯服。迅猛龙王见此也是十分果断的答应，但是忠诚度只有可怜的28点。蔡坤给他丢了一块肉，吃完后，蔡坤先让他在原地休息。出来单挑！蔡坤一把拉住了小三，阻止了他去挑衅迅猛龙王。迅猛龙王现在连站起来都费劲，你让他去单挑，不是要了他老命？放心，以后有你欺负他的时候。蔡坤先让迅猛龙王在这里养伤，把特暴龙也留在这里。接着去看了看陈一，发现他已经体力耗尽晕倒了。蔡坤把他放在小三背上，先送他回基地。忙完，蔡坤回来用绷带帮迅猛龙王疗伤。等迅猛龙王伤好点，蔡坤就让他和小三去单挑。小三单挑起来完全不虚这只迅猛龙王。连续1天多的时间，迅猛龙王和小三干了10几架。现在看见小三就头疼。此时迅猛龙王的忠诚度已经涨到了39。蔡坤让小三自己先去找食吃，又问迅猛龙王他们有多
多少只迅猛龙？迅猛龙王的回答是150多只迅猛龙。好家伙，150多只迅猛龙足够组建成一支迅猛龙军团，横穿沙漠地带了。蔡坤还是担心他会反水，于是先让他让所有的迅猛龙禁止继续捕食双齿兽。迅猛龙王答应了。这时沙年发来了消息，蔡兄弟有金属矿的消息了，因为红帮盯得紧，我不敢让兽人深入禁区调查。这是他在远处拍的照片，你看看。行，沙老哥。这是矿脉的坐标。蔡坤回到基地，告诉了陈一。陈一见此不免担心起来，这要怎么强攻？那些城墙和箭塔可不是看着玩的，几百个人往前冲，弓箭手一轮放箭，基本上就死个七七八八。蔡大哥，你有办法吗？是有点难办，不过我有办法。今天先休息一天，明天你跟着我一起去。第二天，蔡坤带上陈一和双齿兽王还有他的族群一起出发了。迅猛龙王和特暴龙留在湖心区待命。临走前，蔡坤还给他们留下不少的野兽肉。蔡坤在空中给地面上的双齿兽群们指路。双齿兽王这次带上了一共10万数量的壮年双齿兽。陈一看到这场面也是心生敬佩，不愧是蔡大哥，这种办法都能想到。双齿兽的奔袭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下午就抵达了离矿脉15公里的地方。蔡坤走出基地，双齿兽王靠了过来，奔袭了近100公里，他的族群们有些疲累。接着蔡坤直接拿出几吨的食物和泉水给双齿兽群们分享。过了几个2分半，所有的双齿兽群都吃饱喝足了。蔡坤先不着急，让双齿兽群原地休息。等到了晚上11点左右，蔡坤一声令下，双齿兽们开始行动。前面10公里，蔡坤让双齿兽群们放开了挖，临近矿脉5公里左右时，才让双齿兽王放慢速度。双齿兽王主动要求他的小弟们降低速度，把洞穴打得深一点，一直打到地下15米深。蔡坤也是一晚上没睡，一直在等双齿兽王的消息。陈一也在蔡坤身边陪着他一起熬。陈一，你去休息吧，我自己看着就行。蔡大哥，你可不要小看我，怎么说我也是求生联盟的元老，这种时候怎么能去休息呢？我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的。蔡坤有些哭笑不得，陈一嘴上这么说，但是身体实在有些扛不住了，很快就彻底软倒在了蔡坤怀里，呼呼大睡。蔡坤正在胡思乱想时，双齿兽王传递来了一个消息，他们只差最后的20米就能打穿这条地底通道。蔡坤让双齿兽王马上原地撤回，明天晚上再挖。蔡坤也感觉一阵困意袭来，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。蔡坤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，沙年早早发消息询问情况，蔡坤告诉他正在按计划行事。到了晚上，双齿兽王再次带领一大群双齿兽出发了。没过多久，双齿兽王告诉蔡坤他的小弟已经挖到了一大块金属矿，目前正在飞快地运回来。这就是完美级金属吗？蔡坤拿出优秀级苗刀，用力一劈。优秀级金属在完美级金属面前根本不堪一击。接着又扫了一遍世界频道，发现没有人卖完美级金属，所有完美级的东西目前都不存在。蔡坤刚把手中这块完美级金属矿放进背包里，又一只双齿兽嘴里叼着一大枚金属矿跑了过来。蔡坤就守在隧道的入口边上，源源不断的有双齿兽过来送金属矿。蔡坤一边捡完美级金属矿，一边告诉双齿兽王，如果发现上面是空的，那就是红帮的矿洞，一定不要再继续挖了。双齿兽王也很聪明，安排一批双齿兽负责向四周继续打洞，把整个矿底下全部打通。一个晚上，蔡坤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捡了多少块完美级金属矿，直到天亮，所有的双齿兽群全部回来以后，蔡坤才发现自己就要爆仓了。接着马上拿出了一堆吃的和水投喂双齿兽群。忙完，蔡坤才返回基地。沙年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，得手了，真的。蔡兄真是有本事，竟然能从红帮眼皮子底下把金属矿偷到手。接下来就是划分的问题，沙年考虑一番，蔡兄，要不我们3-7分怎么样？你占7，我占3。不，我觉得6-4更合适，沙老哥觉得呢？好，就按照蔡兄说的来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用到沙家帮的地方，尽管开口跟我说一声就成。沙老哥，随着不断挖掘，金属矿数量会不断变少，红帮不可能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的，到时候必然会有一场大冲突的。接着，蔡坤把今天搬到的金属矿分了4成出去。蔡兄，打造完美级兵器的事交给我就行，蔡兄不必来操这个心。铁匠这种职业可以提供完美级制作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红帮白天挖，他们晚上挖，比的就是谁能更快挖完。蔡坤每天除了分给沙年的4成以外，4元背包都撑得爆满，然后把多余的完美级金属矿交易给小雨，让小雨囤放在茶谷部落的寨子里，由甲龙和火盗龙去把守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最近蔡坤也遇到了一个问题，10万只双齿兽一天就要吃掉500吨的食物。蔡坤摊开地图，在地图上发现距离这里3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片不大的绿洲，他决定自己骑着小三先到那片绿洲附近去探明情况。陈一听说非要跟着，他手里有回程卷轴，一旦遇到危险可以马上回来。接着蔡坤也是带着陈一出发了，一路上沙暴威力减弱了很多，小三情绪很不对劲，心情很激动。小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能感觉到他妈妈就在附近。去吧，小三，我带你一起去找妈妈。他怎么了？蔡坤把自己遇到小三的经历和陈一说了，陈一听后心里也很感动，又替他高兴。进入绿洲后，小三放慢脚步，一边跑一边叫着，他猜妈妈听见他的声音一定会回应他的。他妈妈让小三不要靠近，小三困惑不解，接着又激动地回应起来：小三，当心，你妈妈不是让你不要靠近她，是在提醒你有危险。
小三，你先缓慢靠近，告诉你妈妈，不用担心你，让她放心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看她遇到了什么危险。什么东西能威胁到一只成年三角龙？小三沿着妈妈的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。蔡大哥，他们就是红帮的人。蔡大哥，红帮的人都是恶贯满盈的坏蛋，对付他们不需要有什么心理压力。蔡坤趁这2个红帮的人没有防备，打算让陈一动手。嘿嘿，蔡大哥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冻住的，如果力气足够大，就可以瞬间挣脱。接着，小三已经忍不住冲了进去，蔡坤只能带着陈一赶紧跟上。小三此时就像一头发脾气的倔牛，见到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撞过去，凡是被小三撞到的，基本上都记了。这头三角龙抽什么风？接着剩下几人拿出武器上前迎战，蔡坤、陈一见此也立马加入战斗，打着打着红帮就发现了不对劲，根本就破不了对面的防啊，这怎么打？撤！剩余的红帮众人立刻向洞穴深处跑去。蔡坤见小三要追，立马和陈一骑在了他背上，跟着他一起向红帮的据点深处冲去。小三冲了一段距离，发现对面有什么东西冲了过来，小三停下脚步，接着一只成年三角龙冲出，背上骑着一个红帮的人。谁派你们来的？不说就给我死！蔡坤掏出手枪，2枪秒了，剩下一只套着铁夹发疯的三角龙向他们冲来。小三直接上去顶翻他，被顶翻后，这头三角龙也清醒了过来，他劝小三赶紧离开这里。我们是来救你们出去的。接着，蔡坤拿出一块完美级金属片，一下就把三角龙身上的铁链切开了。小三告诉这只三角龙，自己是来救自己的兄弟们的。三角龙也明白了，然后扭头转身向洞穴深处跑去。接着，蔡坤就看到了这些三角龙都被关在笼子里，锁了起来。蔡坤走上去，把他们一一解放出来。接着，被解救的三角龙怒吼着向前面冲去，一路上不停有红帮的人被吸引过来。不过，接着蔡坤倒头就睡，三角龙群一直冲到了山洞最深处，最里面的铁笼关押着小三的妈妈。蔡坤见此，马上去营救，小三也在劝他妈妈跟自己离开。不过，红帮这群人是怎么做到把三角龙全部用铁笼子关起来的？凭这一群杂鱼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这里一定还有个人能控制住整只三角龙群。这时，地面上的沙石突然开始变得松软起来，像流沙一样，所有三角龙都被陷进去，无法动弹。蔡坤见此，直接献上一份大礼，说出你们背后的势力。说出我背后的势力，吓你们一跳，是吗？说说看。李氏集团。李氏集团怎么胖吗？识相的赶紧快爬开，让我带着这群三角龙走人，否则我李氏集团大军压境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会怕李家？在洪氏面前，李家算个屁。蔡坤对陈一使了个眼色，陈一秒懂。驯兽召唤。这人睡着后，地面上的流沙都停止了滚动。此人挂掉后，红帮那边马上就知道了。没有他的能力，三角龙族群就不可控了，必须马上杀掉。是谁杀了他？是李家动的手。李氏，哼，李氏集团，给我还击！这口气不能白白咽下。派一支红林卫出去灭掉李氏一个据点，通知一下据点4周的红林卫，把李家的余孽留下。清理完敌人，蔡坤和陈一骑着小三，带领着三角龙群原路返回。蔡坤刚出山洞，就迎面撞上红林卫。三角龙看见红帮的人，就像有世仇一般，根本不需要动员，一个个全冲了上去。野性唤醒，狂暴抓进。陈一也是冰冻大地懒背上的红灵卫，不一会解决完所有人。蔡坤带领所有的三角龙向陈一的基地赶去。回到基地后，陈一给这些三角龙包扎伤口。小三的妈妈带领着族群在一旁休息。小三长时间没见到妈妈，很是想念。蔡坤见此，也是让他过去。一大一小2只三角龙在不远处交流起来，蔡坤也看不明白小三和他妈妈在争执什么。过了一会，小三过来告诉蔡坤，他妈妈准备带领族群离开这里，寻找植物和水源，还准备带走小三。小三不愿意，没有一片绿洲，很难同时养得起双齿兽群和三角龙群。附近几个绿洲应该都有红帮的据点，看来势必要强攻了。蔡坤怕现在强攻很可能引起完美级金属矿脉那边的警惕，所以先等几天，这次风头过去了再行动。蔡坤打开驯兽栏，迅猛龙王的忠诚度也涨到了46，于是给他发了一条指令，让他带领他的小弟一路朝蔡坤的方向奔袭过来，同时让特暴龙也跟过来。经过1天1夜的赶路，特暴龙、迅猛龙军团来到了陈一的基地附近。陈一看到此场景也是非常敬佩。双齿兽王看到迅猛龙来了，急忙向蔡坤诉说。蔡坤马上安抚了双齿兽王的情绪，让他继续带领双齿兽安心挖坑，这群迅猛龙保证不敢造次。特暴龙马上亮出了牙齿，揪准了其中一只，对着双齿兽迅猛龙一口下去。以后不准打双齿兽的主意，谁再敢看双齿兽，刚才那只迅猛龙就是下场。这几天，所有迅猛龙的食物都由蔡坤提供。双齿兽晚上疯狂挖矿，茶谷部落里金属矿多的都要放在外面，茶谷部落的族人也加入看守。蔡坤估计要不了几天，这座金属矿脉就会被挖光。沙年那边也发来了消息，他已经研制出了完美级冷兵器，还组建一支200人的队伍。蔡坤觉得时机差不多了，告诉沙年让他们的精锐先过来自己附近。一切安排好后，蔡坤带领迅猛龙族群和三角龙群强攻绿洲。小三的妈妈还在养伤中，三角龙族群就由小三带领，他们
妈妈也有这个想法。月色下，200多只恐龙一路狂奔。小三每天服用各种药剂，跑得比较快，先一步跑到上次的山洞。什么人？2分半结束战斗。你们派了多少人守在这里？就2支巡逻小队。蔡坤不信，一刀秒了。此时身后的200只恐龙大军已经跟了上来，蔡坤直接安排他们扫荡绿洲，遇到红帮的人直接攻击。过了好多个2分半，蔡坤得知这里确实就2支巡逻队。看来没有三角龙，红帮已经放弃这里了。不过正合我意，这下驯兽们有栖息的地方了。此时迅猛龙王也发来求助信号，蔡坤骑着小三带领三角龙群赶了过去。2条棘龙，估计特暴龙来了，也不敢轻易上前。蔡坤也是对这2条棘龙有想法，迅猛龙不敢上前，蔡坤让他们先后退。2条大棘龙见此，立马扑了上去。蔡坤也是骑着小三顶上，小三的灵敏度很高，蔡坤手握完美级长矛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轻易放倒2头棘龙，大腿受伤，2条棘龙只能躺在地上嗷嗷咆哮。蔡坤先扔下他俩，去往另一边。此时几只迅猛龙围着一群古巨蜥，蔡坤见此像看见了宝藏一样。这种带猎毒的大蜥蜴偷袭可是一把好手。接着让迅猛龙纷纷后退，然后把几块涂抹了药剂的肉扔到这群古巨蜥的领地附近，接着又让迅猛龙群和三角龙群不要靠近2条棘龙和古巨蜥的领地。忙完，蔡坤骑上小三就返回了临时据点，告诉双齿兽王白天可以带着所有的双齿兽到绿洲去进食，然后蔡坤也回去休息了。几天后，沙年带着大军赶来了。谁呀？蔡大哥。这是友军，沙家帮已经和我们结盟了。对不起。蔡兄还没吃早饭呢，走，跟我上车去吃。弟妹要不要一起来？啊，我不是蔡大哥的。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，我们是同居关系。同居关系，我遇到过几个姿色不错的，如果蔡兄有兴趣，改天我带你一起去。蔡坤随便吃了一些，就和沙年谈起了正事。我觉得现在是要和红帮亮刀子的时候了。红帮的动作肯定没我们快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打造出一支完美级队伍。他们现在估计还做着闷声发大财的美梦呢。好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今天就准备攻破红帮的城墙，让红帮这回彻底从850区消失。如果今天就要攻打红帮，还得额外做一些准备，毕竟红帮在矿脉边上用城墙围了一圈，里面还停着2辆钢铁战车。蔡坤和沙年又聊了一阵，沙年认为攻城势在必行。蔡兄，我手里也藏了对付红帮的好东西。我操，这玩意儿难道是个山炮？我早就想好了，用这2门山炮炸了红帮的城墙。可惜这山炮只有3发炮弹，打完了就没有了。不然我打算用这门炮把那2座3级基地给炸了。我有一计可破城墙。你也有计？蔡坤亮出茶谷部落的投石机制作卷轴，大石块可以无限供应，小城墙不在话下。沙年眼前一亮，这下势在必得。随后沙年重点和蔡坤讲了讲红帮那几个异能者。我只知道其中4个，玩镰刀的、玩影子的、玩火的和玩分身的，其余3个不清楚，包括红酒，完全未知。商量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准备攻城。蔡坤让双齿兽在距离城墙1公里的地方打好洞，把投石机布置洞里，以防被发现。然后把石头浇上沥青，投石前点着。接着让小三跑一趟绿洲，把三角龙群和迅猛龙群全部调动过来。此时，沙年的200个沙家军已经在红帮的城墙2公里外埋伏好了。2分半后发来消息，投石机准备完毕。好，放。卧槽，我没看错吧？怎么有陨石撞过来了？第4次天灾提前来了。你耳朵中间夹的是鸿运当头666吗？第3次天灾才刚刚过去没多久，哪来的第4次天灾？那天上大石头是什么东西？小行星撞击地球 2.0 版本吗？一群红帮小弟们纷纷猜测，还有人以为这是幻觉。我操，小行星真的撞击过来了。一轮抛射，红帮的城墙就多了几个巨大的大窟窿。怎么回事？还用说吗？离奇，一定是沙家帮的人干的。不可能，金属矿的事情暴露了。肯定早就暴露了，不然他们怎么会在今天选择进攻？他们不会让我们独占完美级金属矿的。沙家帮这群崽子早就该收拾掉他们了。接着又是一轮巨石袭来，这些投石机真的是太酷了，不得不说茶谷部落的老族长还是挺有眼光的。放！卧槽，这些石头怎么没完没了？快通知附近的据点，矿洞这边出事了。已经通知了，附近的帮众们正在赶过来的路上。告诉老大了吗？找死吗？告诉老大，挖矿营被抄家了，我们几个怕是马上也要被抄家，把来犯的敌人消灭掉。影子看见了吗？他们是从1公里外的沙漠里攻击的，去把他们宰了。2公里外的沙漠中，200名骑着猛犸象的沙家军已经从沙漠中发起了冲锋。卧槽，完美级盔甲有叛徒！200名沙家军以无可阻挡的姿态冲进了红帮挖矿营，直接一路屠杀。3人见情况不妙，立马上去启动钢铁战车。不过沙年已经开来了带有山炮的钢铁战车。沙年，你敢惹我们红帮，你不怕死吗？怕死我还会过来，今天不是我死，你们红帮以后要从这片地区除名了。你知道红帮的势力有多大吗？蚂蚁也敢咬大象，你不是脑袋被磕傻了吧？敢对红帮动手？哼，我不先动手，难道还要等你们先动手？我给你们一句忠告，蚂蚁太多，真能把象咬死。你们好好揣摩揣摩，你们也不是象，充其量就是头猪。从今天起，这片地区不再姓红，姓沙。见到沙年这么嚣张，几人直接开战。蔡大哥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急，沙年已经杀了进去。
有影子，影子来偷袭了。蔡大哥，小心！走，陈一别紧张，你先用冰降低周围的温度，把这个家伙逼出来。解决影子后，蔡坤直接上去添包。4元背包，能源石700块，优秀级的金属石头100颗，浮空石。看样子他是打算升级3级基地，不过被得吃了。待会你只要跟在我身边辅助我就行。接着给沙年发了一条消息，沙年没回。这时小三的声音传来，蔡坤让陈一去驾驶基地，2条棘龙也跟过来了。这几天只有一只接受驯服。接着蔡坤就得知他俩受伤期间，张嘴就有人给自己送肉吃，简直太酷了。想要吃的跟着我，待会有。蔡坤骑上小三，带领着一群恐龙出发。此时兽人、核电全部负伤，沿河分身挂。沙年倒是没有受伤。给你2条路走，要么加入我沙家帮，要么死。哼，背叛红帮是什么下场？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不会加入你们的，我要走了。你们不会占领这里太久，因为帮主马上就要来了。接着镰刀再次化为雾状态，使用回城卷轴。沙年知道自己手上的喷子造不成伤害，就没有开枪。随后把2人送回去养伤，接着召集沙家军打扫战场。蔡坤带着陈一一起赶过来时，战斗已经结束。蔡兄，你来了，这里所有的战利品55分。不了，我就砸了个城墙，这些战利品你们留着自己补补。蔡兄，那我就厚脸收下了。接着沙年又安排人开始造城墙，接下来要守城了。我还等着靠完美级金属矿升4级基地呢，你告诉我矿丢了。无论如何，完美级金属矿必须夺回来。红酒马上联系了一个骨干成员，什么事？林，你带着600个红林卫去把金属矿夺回来。沙年的情报又错了，红帮8个骨干成员，4级异能者不止红酒1人。此时沙年已经建造好城墙了，接着打扫矿洞，又降服了50余人。沙年则先把他们关在矿洞里。沙老大，不好了，红帮的人打过来了。哼，优势在我，蔡兄，这次得靠你帮忙了。包赢的，沙老哥。别勉强，如果不行就及时撤回来。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蔡坤带着100个沙家军和一大群驯兽出城，接着双方出手。救命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沙家帮什么时候驯服了一群恐龙？这2条棘龙怎么处理？这要怎么打？突然，沙漠地面下钻出10几条长长的藤蔓一样的植物，直接攻击恐龙们。异能者，蔡坤马上让迅猛龙王指挥迅猛龙去把那些花全部咬了。看来这人就是了。接着林对蔡坤发动攻击，狂放小技，小飞棍来呢？上吧，小三，驯兽召唤，小绿上去盘他。经过一番轮流暴打，我投降。你投降了？你说投降就投降？不要杀我，我今后可以加入你的势力。你放屁！红帮的人背叛的下场都很惨，没有人敢背叛。蔡坤看出他已经无法继续使异能了。这就是你投降的态度。接着林撤去所有的植物，蔡坤让他脱去盔甲。那你怎么保证你自己不会对我开枪？你现在在跟我谈条件。接着林便脱去身上的盔甲。我问你，刚才我那一枪子弹明明打中了你，为什么你会没事？我有一个技能叫做守护，受到致命伤时，木甲会自动长出来抵御攻击。接着蔡坤拿出了一截粗麻绳，干嘛？自己捆上。我系不上。不好意思，我力气有点大，前面还在打得正酣，我要过去帮忙了。我没力气了。蔡坤带着大军前去支援，然后发现红林卫拿2条大棘龙一点办法没有。蔡坤直接让身后的大军加入战斗，2分半后直接拿捏红帮。接下来开始打扫战场，蔡坤把600个背包分了一半给沙家帮，然后又把剩下的交给小雨整理。蔡坤点了一下数量，发现迅猛龙现在只剩下不到80只了。别难过，今后让你们族群多生几个迅猛龙宝宝，族群很快就壮大了。蔡坤有细胞分裂药剂，只用3、4个月时间就可以把迅猛龙的队伍扩张4、5倍出去。蔡兄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她是红帮的一名骨干，被我抓住以后绑回来了。沙老哥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把她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她是红帮总部的骨干。是的，别看她是女人，厉害得很，我差一点就在她手上翻车了。我就喜欢厉害的女人。当心，这个女人嘴上说投降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没人清楚。听说背叛红帮下场很惨，没有人敢背叛。你们放心，我对红帮谈不上背不背叛，他们杀死了我的妹妹，我对他们恨之入骨，巴不得他们早点被灭了才好。他们既然杀了你妹妹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效命？我的基地水晶在他们手上，除了帮他们卖命，我别无选择。林为了证明他说的话，当面发了一句消息给红酒，然后把对方拉黑了。晚上林也不出意外的出现在陈一家里，蔡坤也是相信了林，便问他红帮的情况。于是林把所有关于红帮的秘密全部泄露给了蔡坤。从林这里得知完美级金属矿的事，红酒已经上报了红一帮，还交出了9成。红酒的基地建在了这区最大的一片绿洲中央，那里有上万只大地懒、几千只安氏兽和一群蛮龙。红酒一直想办法捕捉大地懒王，但没成功。蔡坤听此，嘴角已经比 AK 还难压了。休息时，小雨发来了消息，那些背包他和柳涵整理完了，大多数都是材料，以优秀级材料为主，其次还有双向传送、基地防护罩等等。蔡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你了。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岛上安全，你就待在岛上别乱跑，等我处理完了就回来，听话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蔡大哥你忙吧。目前只能从总部摇人了。大哥，矿出事了，矿被抢了，说需要我怎么帮？多给我几个骨干吧，我身边的骨干都死光了。骨干都死光了，我明白了。接着红星传送来3名4级异能者，然后4人开始密谋。
蔡坤骑着小三来到了850区最大的一片绿洲，目的是那头大地懒王。这个红酒是不是脑子秀逗了？怎么想的？敢把基地建在野兽群中，万一下一次天灾是兽潮怎么办？不会以为靠优秀级石墙能挡住1万只大地懒吧？要驯服大地懒王，首先得发现大地懒王的踪迹。蔡坤还是决定用老办法，不过却意外碰上了一头蛮龙。不好打呀！驯兽召唤，上吧，证明你们谁才是真正的侏罗纪老大的时候到了。2分半后，特暴龙已经把蛮龙咬死了，然后蔡坤也是让头暴龙吃了。蔡坤在附近寻找其他大地懒的踪迹，结果还真发现了一只，然后成功驯服。蔡坤与他心神互通后，让他直接带着自己去找大地懒王，向大地懒询问他们的首领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。大地懒告诉他是腐肉。蔡坤想了想，便取回一大块蛮龙腐肉，把药剂往蛮龙的肉上一浇，这是奖赏你的。然后骑着小三向大地懒王走去，直到距离50米停下，蔡坤丢下肉，立马转身离开。大地懒王在蔡坤走后才去上前吃。蔡坤每天都会来一趟，扔一堆腐肉在地上，然后离开。蔡坤发现，不止大地懒王忠诚度稳步上升，还有安世兽首领的10几忠诚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安世兽也过来偷吃了？